小丧尸是只自暴自弃的傻尸，因为没吃到大白菜，他饿得摔倒在臭水沟里2天2夜。就在他濒临饿死之际，竟意外被人类异能大佬捡到，从此过上了左手大白菜，右手烤红薯的幸福生活。只是饲养他的大佬眼神怎么怪怪的，脸为什么还红了？此时的小丧尸正处在濒临饿死的状态，系统急得直打转。他的宿主南钱已经6天没吃东西了。钱听话，别睡了，我带你去找大白菜。小丧尸自动过滤了其他话，只抓住了大白菜这个关键词。闻言缓缓张开嘴巴，跟雏鸟等妈妈投食一样，等着系统喂大白菜。系统想哭，他这个宿主不仅胆小，好像还有智力障碍。别的丧尸都是追着人啃，但钱胆小不敢打架，只能靠吃烂菜叶子维持生命。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丧尸的叫声，系统表情一僵。钱有大灰狼，快跑！虽然大多丧尸不啃同类，但不乏异类。在钱没有自保能力前，他必须扛起监护人的责任。但钱太笨了，教又教不会，还总喜欢跟他唱反调。此时小丧尸巴巴地张着嘴巴，等了半天也没等来大白菜。伴随着饥饿感，小丧尸的意识逐渐模糊。系统看着远处越来越近的丧尸，以及丧尸身后追来的异能者，心都凉了大半截。完了，只是碰到丧尸或许还能心存侥幸，但碰上异能者那是必死无疑。突然身后传来子弹穿透声，正中那名丧尸后脑，但丧尸并未倒地，张着嘴呵呵地叫着。异能者追来又补了几枪，这才倒地。随后异能者拿出匕首，毫不费力地从丧尸脑里挖出一枚2级金核。看着这一幕的系统瑟瑟发抖。异能者将金核放进背包后，发现不远处趴在地上的南钱，他走了过来，看着南钱的皮肤颜色，他判断这应该是个人类。系统这时候不敢说话，他怕宿主南钱跟他反着来，如果装死糊弄过去最好。他不吱声，南钱果然没动。末世人死在路边不是什么稀奇事，异能者显然也是见惯了这种场面，很快起身离开了。系统忙喊：钱大灰狼走了，快起来！钱。然而饿昏的钱听不见，直到在系统的第 N 次呼唤中，小丧尸终于抖了抖密长的结语，睁开了眼睛。系统惊喜：钱快起来啊！然而小丧尸只是坐在地上发呆。半个小时后，直到肚子再次咕咕叫，他这才缓慢爬起，虚软的腿支撑身体重量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。系统让他实在不行，找根木棍当拐棍。南钱不顺他话，自顾自漫无目的的寻找食物。昨天刚下完雨，郊区路面有不少泥坑，南钱就这么一头栽了进去，本来就脏，现在从小丧尸直接变成小泥尸了。2天后，系统急得团团转，南钱已经趴在泥坑里2天了，任他如何呼唤都没用，这已经是第5个事件了，不会又崩了吧？前4个进去不到2天就嘎了，这个世界起码坚持了6天，这让童子感受到了一点渺小希望。难道希望破灭了？钱，你这个身形不行！就在系统不抱希望，等着世界再次崩塌时，南钱终于起来了，还知道抬手抹去脸上的泥巴。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错觉，他感觉钱不再像先前那般自暴自弃了，但反骨依然在。系统指挥着南钱向前走，南钱10斤的骨头久经反骨，说什么都跟你对着来。系统指南他往北，指北他往南，系统不得不跟他反着来。见到这招果然有效，系统松了口气。从说反话开始，系统就觉得宿主好像不是个真傻子，他能听懂，但好像不愿搭理他。没多久，他们找到一片红薯园，周边还有电网。系统出声提醒：钱有电，不要碰。小丧尸果然伸手去碰网，被电了后，小丧尸缩了缩手。根据系统判断，这种电对钱来说能承受。为了宿主不被饿死，系统继续说反话：都说了有电，别碰了钱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找。不听话的小丧尸偏去碰，丧尸没有痛感，但钱有，忍着被电的痛，他伸手把电网扯了个洞，然后钻进了红薯园。系统继续说反话：土里没有红薯，钱不要挖。反骨钱在系统话落2分钟后伸手去挖，然后拽出一根带土的红薯，土也不擦的放嘴里，嘎嘣的吃着。看着这一幕，系统暗自得意，还是他聪明靠谱。小丧尸坐在菜园地里，缩着肩膀啃着红薯，一嘴红薯一嘴土。系统悬浮在南钱4周替他放风，突然看到有人过来，系统大惊：钱快跑，有人来了！钱不为所动，继续抱着沾土的红薯啃。系统一拍额头，忘说反话了，于是连忙大喊：钱站着别动，这样他就看不见你了。闻言反骨钱站起身，跑之前还不忘扯2个红薯，边跑边吃，少拿点啊，一会跑不方便。反骨钱停下脚步，原路返回，各种翻土拽叶，最后手里多出9个，拿不下还知道往口袋装。系统这下打死也不信他没智商了，可是他有时候真的跟傻子没什么区别。虽说一人一桶经历了4个位面，具体天数却不到10天，系统对自家宿主的性子还真摸不清。小丧尸慢吞吞的跑着，手里还拿着脏兮兮的红薯啃，肚子填饱了，速度也跟着快了。逃跑的路上遇到同类，见他对着自己流口水，南钱倒一点也不小气，递了2根红薯过去。丧尸嗅到他身上的同类气味，转头就走，嘴里还发出呵呵声。南钱呆呆的举着红薯：钱，你自己留着吃，分出去了会饿肚子。南钱这次认同了他的话，别看他拿得多，也就1天的餐。第2天，钱又饿了，于是想故地重游。系统觉得他连挖2次有点危险，钱不听，再次来到红薯园，他又去碰被修补好的电网，手伸过去骤然缩回。这次的电网电力加大，有点疼，可他很饿，不点，继续伸出手，忍着痛苦扯开电网，白皙手掌被电得呲呲冒光。系统看得心惊：我带你去找其他吃的，咱不吃红薯了。说完才想起宿主得用反话机，连忙补救道：钱加油啊，只是被电一下而已，算不了什么。钱一顿生气，转身抓住系统，把他往电网上按。系统被电得直颤，他虽然是虚体，但前提是不被宿主碰到。南钱松手，系统连忙飞离他3丈之外。小丧尸白皙的掌心都被电黑了。红薯园主人感知到外敌入侵，继续加大电流，顿时小丧尸的身体呲呲闪着电光。系统伸出手捂着眼睛，要被电糊了吧，要挂了吧，他都准备好迎接南钱的灵魂了，然而灵魂却一直没出现。系统大惊，不能连元魂都被小世界弄没了吧？钱，你还好吗？钱不好，钱糊了。此时
红薯园主人出现，冷峻的眉宇夹杂着冷色，阴谋锁定盗取之人，然后手里拿着木棍朝这边走来，对着南前肩膀上戳，确定人被电的不动了，他蹲下身子揪住贼人的衣服，准备将人丢远。南前在被大掌揪住衣领的一刻，迅速睁开眼睛，男人看到他那双丧尸眸子，瞳孔骤缩，丧尸，他立即松手后退，前垂眸，仿佛刚才的仙谋速度只是虚梦一场，开启被电弧的手继续扒拉电网。红薯园主人名叫齐身，他眉头紧皱，正准备拿枪，只见被电弧的丧尸一瘸一拐地钻进红薯园，然后把泥土拽红薯，土也不擦地往嘴里送。齐身瞳孔闪过一抹狠色，抬枪朝眼前的丧尸扣动扳机，南前后背一通应声倒地，鲜血顺着伤口纯直流。此时胡前的嘴里还包着没来得及嚼咽的红薯，看到倒地的丧尸，齐身依然很谨慎，怕他没死透，又用火系异能把趴在地上的丧尸给烧了。旁边的系统呆滞，好狠啊！心疼前也心疼自己，又得重新开始了。他等南前的灵魂却久久等不到，系统猛啊，这都不死。齐身本想等他化灰，却不想红焰越烧越小，最后竟自己吸了。更离谱的是，丧尸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。前在泥地里拍了好一会，僵硬的扭动着脖子。齐身眉心深锁，对眼前画面感到诧异。前活了，但前很生气，他起身做事要来咬齐身，齐身连忙后退。系统看到自家的宿主速度变快了，惊奇不已。前，你现在走路好快呀！南前立即放慢速度，系统连忙捂住嘴巴，不敢吱声。旁边的齐身再次开枪，枪命中。前感到疼痛，更生气了，一头栽进泥地里，没一会再次爬起来。如此反复，齐身就没见过这种打不死的丧尸，只能被迫离开。南前唇角微微勾起，露出一副胜利者的表情。系统看见更惊讶了，前，你笑得怎么跟反派一样？系统一说话，前立马敛了情绪，大眼睛扫视菜园，看着红薯叶子，肚子又开始咕咕的叫。他蹲下来继续扒土找红薯，然后拿着红薯往嘴里送。前，土好吃吗？前当即抬手揪住欲逃的系统，想把他往泥地里按。系统疯狂挣扎，他也就作罢。系统被他折腾得精疲力尽，这宿主脑子好像有大问题啊。前把齐身的红薯园抢来后，显得很是高兴，晚上都睡在菜园子里，可蚊虫的嗡嗡叫，吵得他很烦。于是第二天小丧尸就去抢房子了。离红薯园100米处有间小平房，他过去推开门，里外没看见人。小丧尸很满意，然后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霸占了齐身的住所。红薯园很大，足够他吃几个月。小丧尸不准备出门了，饿了就去刨红薯，饱了就在房间里睡觉。就是碍眼的系统老是悬浮在他眼前，小丧尸伸手一抓，系统被他狠狠丢到外面，摔了个屁墩儿。齐身出去杀了1个月的丧尸，想着菜地里那个奇怪的丧尸应该走了，准备回去休息几天。等他回到居住地，见红薯被吃了1/4，齐身浓眉怒竖，再漠视粮食就是命。他好不容易种的粮食，谁他喵坐享其成到他头上，简直活得不耐烦了。此时坐享其成的本尊刚吃饱，摸着小肚子满足的打了个饱嗝，然后躺在床上准备睡觉。刚进入梦乡，耳边就传来了开门声。前眼皮掀了掀，但还是选择继续睡。齐身手握着枪，果不其然看到了人，还睡在他的床上，气得齐身差点原地升天。扣动扳机，一枪打在地板上，地板瞬间就多了个窟窿。前不为所动，齐身过去将人拉下床，看到对方模样吓得后退，怎么还是那个奇怪的丧尸？齐身抬起枪对准南前，冷声质问：你到底是谁？小丧尸打了个哈欠，转过身躺在床上，拽过被子盖好身体，一气呵成。齐身惊讶，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丧尸，可他杀不死他，只好另寻他法。齐身出门后坐在菜地里，思考着怎么杀这只奇怪的丧尸。前可不管他3721，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，到饭点了准时起床出门挖饭。齐身见他出门便将门上了锁，握枪跟上。红薯园里，齐身见他挖得起劲，心都在滴血。猪吗？一顿吃这么多，同时也疑惑丧尸怎么会吃素。前转过身丢给齐身一个小的，看着滚落脚边的小红薯，齐身一整个无语住了。前却不管他，背对着齐身盘腿坐着，一口一个嘎嘣脆。身后的齐身皱着眉，谁知道丧尸碰过的东西有没有病毒？他连忙将红薯踢了回去。前感觉屁股被撞了下，不高兴的扭过头，发现是自己丢出去的红薯，气顿时消了，食物无罪。他拿起来接着啃，看着这一幕，齐身很无语，这个丧尸怎么跟个小孩似的，被病毒毒傻了？此时小丧尸终于吃饱了，准备起身回房，齐身连忙阻止，用枪指着他怒斥：我不管你是谁，不准再进我的房子。前动了下眼眸，细长漂亮的骨指稍稍弯曲，似乎想打架，随后不知怎么竟又松开了。他指着小平房，霸道又无赖的说道：我的。齐身气笑，敢抢他的东西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前转身继续走，齐身继续拦着，冷声开口：不准进。小丧尸理直气壮：我抢的，我的。齐身咬牙切齿，心中暗想，这怕不是没变成丧尸前就是个无赖，现在成老赖了。他戴上防护手套，扯住南前的衣袖，准备将他给丢走。前发觉他力气很大，反抗不了，气得往地上一躺。齐身又惊了，但他不管，耍赖也没用。他继续扯着南前的衣袖，离平房500米左右有个池塘，齐身本想把他丢进去，又怕水被污染，只能将人往远了拽。前被他揪着后领拖拽，气得胸脯直起伏，又干不过他，气坏了。小丧尸被拖了很远，穿过树林看见公路，齐身心狠手更狠，将他往公路一推，反正末世车少，不担心被撞死。齐身厉声警告：不准过来，不然我见你一次弄你一次。前专跟他反着来，人虽躺在公路上，却用一副凶恶的眼神死瞪着齐身，吼了一句：我的。齐身并不管他，转身回去加固了电网，又在周边放了捕鼠夹，又从柜子里翻出消毒喷雾，里外消了一遍毒。前没有立即回红薯园，打不过齐身的他，垂树泄愤。系统经过几次教训聪明了，这时候空气都是错的，出生就是踩雷。前气消得快，再次回到红薯院，看着紧闭的门，伸手拍得砰砰响。齐身通过猫眼看到又是他，出口威胁：再不滚把你丢去池塘喂鱼。前撇开脸，眼眶湿红，语气依旧硬得让人讨厌：我要睡觉，这不是你家。忽然听到家这个词，前沉默了。齐身见他站着不动了，刚要开口，对方却转身离去，背影显得萧瑟孤寂。南前的性格跟原生家庭有一定影响，幼年被诊断轻微自闭，父母只觉得他比平常小孩安静，就不怎么管。他有个哥哥，还有个妹妹，因为他过于安静，在家里就是个小透明。哥哥聪明，妹妹嘴甜，而他哪样都不占。每年过生日，哥哥妹妹的都忘不了，偏偏他的就记不住。开家长会，父亲会去给妹妹开，母亲给哥哥开，只有他是被丢弃的那个。而
而父母总是稀泥一伙，一笑了之，渐渐也养成了南前孤僻古怪的性格。至于怎么进的快船，他不清楚，他只记得填了一份调查表就被系统绑定了。南前进来就是一种自暴自弃的状态，系统一直以为他是傻，他也懒得解释，反正人生就是用来否定的，无所谓。齐深的话没什么问题，却戳到他敏感的神经了，他不开心了，他想去死，想再换个地方玩。他也发现了这身体好像自愈力很强，于是决定被车碾死，瘪了该不会还能鼓胀起来吧？看着渐渐走远的身影，齐深发现自己就是贱，怕他来，走了又怕他出事。看着那道孤寂的身影，齐深连忙开门跟上。等齐深来到公路边，看着躺在路中间的小丧尸，齐深无语，不让他睡觉至于来寻死吗？眼见有车来，齐深瞳孔一缩，本能跨不过去，拽着南前躲开。前知道齐深一直在跟着自己，想死的行动被打断，小脸立即垮了下去。他推开齐深要去撞车，齐深低骂了声有病，将人搂进怀里往路边带。妈的，真是服了这死丧尸！他越不让，南前越要。齐深气急怒吼，让你住，老子让你住行不行？就没见过你这种丧尸，不去咬人，啃红薯，不给住，寻死觅活。南前一听他给住，消停了，毕竟被车碾真的好痛。如果可以，他想换种死法。齐深将人带回去，路上保持3米距离，毕竟他这双眼睛是丧尸化的标志，危险依旧存在。齐深道：“你打地铺。”南前不乐意，倔强地指着床。齐深磨牙：“你别太过分。”南前见他堵着耳朵，齐深心里那叫一个气，咬着后槽牙：“行，你睡床。”随即又骂了句自己：“老子 TM 就有病。”他痛快，前也痛快，点点头。齐深还是不放心，将里门上锁。虽然他要出来能打开，但有动静他也会醒，去沙发凑合休息。南前才不管他锁不锁门。休息好后，齐深去菜园挖了5个红薯，必须控制他食量。辛辛苦苦种几个月，给他种的。去池塘洗去泥，用火烧熟。小丧尸闻到烤红薯的香味，从睡梦中醒来，把门拧开，强盗一样的去拿，不知道还以为他的东西，气得齐深再次磨牙，真是没有半点当客人的自觉。烤了5个，他自己吃1个。小丧尸打了个嗝，意犹未尽的咂了下嘴，看向齐深，那表情好像在告诉你，我还要。猪！齐深丢给他一块压缩饼干，别想碰他辛辛苦苦种的东西。南前研究了会，撕开袋子，将饼干放嘴边咬，有点硬，吃起来也干巴，没有烤熟的红薯好吃。本着不浪费粮食的宗旨，南前还是给面子的，没还回去。挪着脚步进房间，齐深想打他，末世资源本就稀缺，他还得养个丧尸，说出去简直笑掉大牙。第1晚，齐深在沙发睡；第2晚，齐深在沙发睡；第3晚，齐深在屋里睡。原因是天气电闪雷鸣，小丧尸害怕，强迫齐深进去，不然就要吃光他的红薯。齐深晚上睡觉，枪都抵着南前脑门子，嘴巴也用胶带封住。丧尸都啃人，吃素的也危险，保不齐被咬。夜间雷电轰劈，似是要把天震下来。南前做噩梦，往齐深怀里找安全感。齐深立即惊醒，推开下床。南前没有追他，强迫给自己抱，拽紧被子缩在里面。齐深打开手电筒，看着那凸起抖动的被褥，以为他是丧尸病毒发作要啃东西，警惕退开。见对方没有下床的动作，齐深眉间深阻，小心过去掀开被褥。前丧嘴巴被胶布封着，身体蜷缩成球形发抖。齐深微愣，随着一道响雷劈下，南前又是一惊颤。末世2年，他还没见过怕打雷的丧尸，也没见过吃素不腐烂的丧尸，到底是不是丧尸，还是其他的变异物种？齐深自己跑开就算了，还把给他安全感的被子扯了。南前等雷霆，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还夹着一支笔。齐深打着手电筒，正好给他照亮。小丧尸把嘴上的胶带撕了，扯疼了。这笔账又算在齐深身上。本子第1页是一个粗体丑字，已经写了好几行。1. 丑萝卜说被电算不了什么。头1。2. 一个丑人类开枪打我。头1。3. 丑萝卜问我土好吃吗？土能好吃。丑1。4. 我换衣服，丑萝卜不自觉出去，变态。丑1。5. 丑人类抢我抢的房子。丑1。6. 丑人类拖我，屁股很疼。丑1。7. 丑人类骂我，我很不高兴。丑1。于是齐深见他补。8. 丑人类用胶布把我嘴封了。丑1。9. 丑人类把我被子拽了。丑1。10. 撕胶布，嘴痛，丑人类的错。丑1。齐深见他合上笔盖，重新把本子放回枕下，拽过被子，重新把头蒙进去。丧尸不可能有这么灵敏的大脑吧？自己做的那一点事，他全给记仇记上了。你是丧尸吗？齐深问。屋外淅淅沥沥下着雨，雷声也逐渐变小。南前来了困意，齐深得不到答案，也没再跟他睡一张床，出去。前丧失望的耷了耷眼睛。翌日，南前起得比齐深还早，从他身边路过，开门出去。齐深今天睡得意外熟，开门居然都没把他弄醒，脚边都是泥。前丧滴溜下滑的裤子，脱了不合脚的鞋，露出的脚又白又瘦，踩在泥地里。想想地里可能有蚯蚓，蹭蹭脚，重新将鞋穿上。红薯园被齐深放有捕兽夹，
南前不知道，齐身也忘了收，一脚踩上去，直接痛得摔倒。等齐身醒，南前还坐在泥地里，鼻尖酸红，眼角也红，忍着不吭声。齐身以为他又在作妖，走近才看到他脚上的捕鼠夹，瞳孔微缩。小丧尸见着他，别开了头，赶紧过去将捕鼠夹拿开，紧张看向南前，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南前将头往后扭，牙齿磨得咯咯响。能不能走？齐身又问。钱丧看到不远处又有一个捕兽夹，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直接把手伸上去，只听啪的一声，被夹的地方瞬间红中泛紫。齐身倒抽凉气：“你疯了！”南前疼哭，丧尸一般没有泪腺，他却哭了。齐身再次打开了新认知，见他又要往另一个捕兽夹方向去，赶紧将人拽住，抱回去。处理伤口时，南前不吭声，齐身忍不住放重语气：“你是不是有病？”南前吸吸鼻子，好一会才开口：“你不救，夹我。”齐身被他话堵得哑口无言，甚至想去戳他眼睛，看他是不是戴的美瞳，思维正常，行动正常，哪像丧尸了？我那是捕鼠夹，捕老鼠，蠢货！被骂蠢货，钱丧完全听得懂，一拳打在齐身鼻梁上，鼻血直流。齐身捂着鼻子，不敢置信，指南前的都在手抖，你 TM， 留你就是个祸害，老子明天去市里送你去跟你的丧尸兄弟作伴。南前忽然安静了，就在齐身回想自己话是不是说太重时，南前下床，一瘸一拐的出去，从客厅找到一把水果刀，二话不说朝着自己心口刺去。齐身瞪大了眼眸，鼻子都忘了捂了。南前低头看着胸口，疼，随即又比了个手势枪，看向齐身，大概意思让齐身朝他脑门开枪。齐身接住他吓倒的身体，先前朝他开过枪，他都没死，这次应该也没事吧？齐身心慌的想，他只是解解气，不是故意说他祸害。你还好吧？声音轻颤。南前扭开头不想理他，闭上眼睛。齐身却以为他这次真死了，心情说不上来的复杂，摸着小丧尸的脸，软的，血也是红的，大概是真不咬人。齐身有些后悔，明知道这娇气的小丧尸不能击。齐身等了半小时，上次5分钟就恢复了，怎么这次这么久也不动？齐身忍不住抬手晃，手指放在鼻翼下，同样没有呼吸，胸口插着匕首，伤口也没恢复的迹象。心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闷闷的，这几天虽然时时刻刻防着他，可也没再想过他死，太过突然，齐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处理丧尸都是火焚，异能火对他没用，齐身只能抱着他出去，拿上铁锹铲土，挖了个不大不小的坑，走到南前身边，不挖你脑子了，下辈子投个好胎，将南前放进坑里埋了。南前也能变，愣是不动也不吱声。齐身给他堆了个小山坡，站在旁边看了一会，回去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全是小丧尸的霸道行为，想到枕头下的记仇本，拿出来。小丧尸的字迹秀气，跟他人一样。1. 丑萝卜说：“丑萝卜是谁？除了他还有谁进这了？”2. 一个丑人类开枪打我。丑人类？他丑？算了，都没了，计较什么？将那些记仇的话来回回看了好几遍，往后翻页，反面写着笑。1. 丑萝卜关心我。3. 2. 丑人类让我回去住。1. 3. 丑人类烤的红薯好吃。2. 4. 丑人类给了一块饼干不好吃。1. 5. 不喜欢打雷，丑人类愿意陪我睡。3. 第5条，愿意陪我睡。3几个字被黑笔画了，补上只赔了一小会。齐身在看到划痕后的自手一抖，眼睛酸胀，说不上来自己现在的心情，陷入深深自责中。如果不说他是祸害，是不是就不会？在房子里闷了一天，也不吃饭，夜里去床上睡觉，翻来覆去到深夜才睡着。南前等到晚上才从土坑爬出去，身上的几处伤已经好了，先去地里吃饭，吃饱了再回去。碰上把手，锁了。钱从口袋摸，他才不是笨蛋，会带钥匙。看到床上的人，就知道丑人类巴不得他死。脱了鞋挤上床，齐身被碰立即惊醒，看到人影脸色倏然一变，摸向腰间的枪，将南前踢下去，冷斥道：“谁？”齐身一手摸枪，一手摸手电筒照明，南前只觉一道刺目的光朝自己直射，本能撇开头躲避光线。齐身在看到他时，警惕变呆滞。钱很生气，记仇本上又要多一条了。他爬起来要上床，齐身看他灰头土脸的模样，赶紧下床开了灯，问：“你好了？”灰眸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就要上床。等等，把衣服脱了，擦擦脸再睡。见他没死，心里竟涌出几分庆幸。齐身见他不动，伸手帮他脱，南前也没反抗，系统倒是不敢看了。齐身出去倒水，给他洗脸洗头。南前被伺候着，舒服眯眸，人也是被抱去床上。齐身现在对他的愧疚有点深，自愿弥补。南前以为他会出去，却不想也留下了，疑惑地盯着看。齐身轻咳，视线回避，看向不远处的立柜，道：“沙发太小，总是睡不舒服。”南前摸向枕头，眉头一下就蹙了起来。土音本。
齐深解释，我给你放桌子上了。拿，你现在要写。看了。齐深赶紧下床帮他拿，顺便把灯也打开了。南前接过本子跟笔，看了眼齐深凑过来的脑袋，不高兴，挪着身子趴跪着身背对他。齐深只能看见他弯趴的脊背，小屁股下垫着一双白瘦的脚，心一瞬飘离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记仇前拿着笔写：11，丑人类放捕兽夹，加我；12，丑人类骂我蠢货，他才蠢；13，丑人类骂我祸害，我不是；14，丑人类挖土埋我；15，丑人类把我踢下床，胸疼；16，丑人类拿灯照我，眼睛疼；17，丑人类偷看我的记仇本一行行一列列，字迹整齐，罪行明细。翻到反面想了想，也写6，丑人类问你还好吧，声音颤了7，故意晚上回去吓他解气8，丑人类帮我洗脸洗头，很温柔9，丑人类帮我拿本子开灯写好后合笔，将两样东西重新塞回枕头下，弯曲的腿伸直，往里钻了钻，给他空出地。齐深脱了外衣上去，犹豫下将南前往怀里拉。钱丧，齐深没别的想法，就觉得昨晚对不起他，现在补回来。南前靠在他怀里，缓缓吐了个齐深二话不说下床，厨房有个上锁的柜子，里面都是泡面、面包，拿了桶泡面出来，也不知道小丧尸吃不吃，保险起见，过去问问。南前把衣服约对了，基本全露，呈大字形，将整张床都给罢了。NIAO 还知道盖一盖。齐深脚步一顿，小丧尸很白，皮肤看起来也很嫩，脚丫一晃一晃的。青稞，泡面是吗？南前看着泡面桶，点点头，他不挑食。齐深心脏扑通扑通的跳着，频率有点快，莫是求生。除了水系异能者，大多人皮肤都处于干燥状态，时间一久就变得很粗糙。一个丧尸居然这么细皮嫩肉。出去拆开调料包倒水，用叉子将盖子固定，端进去，穿好衣服。前几天晚上就没穿，习惯了。南前不愿意，齐深也就算了，毕竟这丧尸变态，话音一重就特么要死，害他坐立难安，怕是上辈子掘他祖坟了，倒霉。起来吃。南前也不知道被什么附体了，先是躺好，再拽着被子盖好，最后身体跟个蛆似的往上蠕动，靠着床头，张嘴等着对方来喂。齐深拿了件脏衣服垫在下面，端着面桶过去，有点烫，放一旁的床头柜上，转头看向南前，你应该有名字吧？钱丧看着他，灰眸轻眨，你喊宝宝。齐深有那么一秒迟疑，想笑又怕他记仇，抿唇压住唇角点头。小丧尸露出一抹笑，齐深拳头微握，抵在唇边咳了声大名。南前重复道宝宝。下一秒齐深挨了一巴掌，打得他蒙圈，瞪眼看向南前，你干什么？你笑我？齐深有那么一瞬莫名觉得这棒话丧尸可爱怎么回事，明明他是挨打的，连面也不用喂了，自己下去吃。齐深以为他会这么光着下去，南前穿衣了，将面桶的盖子撕开，熟练的拿起叉子插面往嘴边送。齐深一桶面吃完，他奶奶的还知道去刷牙，刷香香回来，顺便把灯关了，爬上床睡觉。齐深睡不着，盯着黑暗里丧尸的后脑勺，开口，丧尸啃人，为什么你不啃？钱不理人。齐深手伸到他后腰，用手指轻挠了下，南前不理也不动，慢慢的大掌滑向侧腰。南前依旧没反应，齐深抹撒两下收回手，又道，你会不会哪天突然咬我？聒噪，真烦。南前不理他，齐深思考起了未来，在末世养一个人代价很大。齐深想，要不然把他当特殊宠物养。第二天，齐深早早起床，望向还在熟睡的小丧尸，心口莫名一软，自主意识被抽离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前倾，在即将吻上粉软的肉唇时，猛然回神，后退，口水呛到喉间，咳嗽。南前被他吵到，拽过被子蒙住耳朵，翻身继续睡。齐深出去洗漱，结束后准备早餐，去红薯地里产了最新鲜的土回来筛。他见小丧尸吃过土，既然是特殊宠物，就要特殊喂养，筛成细土，还特地给他单独弄了个锅，将土放进去，再倒点水，开火煮。看着从红薯地里挖出来的红薯，将皮削下来，南前顶着鸡窝头起床，因为早上被吵了，小眼神叨叨的。齐深不去看他，撇头道，食物不多，节省点。小丧尸对他的解释不明所以，只说了个饭字。齐深进厨房，将那碗水煮土端他面前，即便煮过，也能一眼看清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南前盯着他，齐深心里发毛。南前突然伸手指外面的红薯园，齐深将他手攥进掌心，扶着肩，把人按坐在椅前，走到南前眼前，用勺子搅了搅碗，递给他。小丧尸的灰眸顿时像生气的小猫咪，低头瞪你。齐深心更虚了，不停地在给自己洗脑，他是丧尸，他是丧尸，
用咳嗽来转移奇怪的心虚。红薯含糖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偶尔换换口味。南前端过碗，喝了口水煮土，一股子泥味，放下碗勺，从位置起来敬礼卧。起身。南前回去，趴在床上，从枕头下摸出记仇本，把昨晚的仇一并记下。18，臭王八嘲笑我。19，臭王八让我吃土吃皮，狗都不吃。10，称呼已经改为臭王八了。齐身的行为在他看来就不是人干的，特别是针对自己。齐身吃着熟红薯，见南前出来，看着手里的食物，莫名有一丝尴尬，咳了声，侧开身背对着他。南前看了他一会，走到以前坐下，端起碗喝。钱，这个人好贱，我们不要在这待着了，别喝了。系统看不下去，气愤道。南前默不作声，伸手去拿红薯皮吃。齐身顶着压力吃，不仅淡而无味，还难以下咽，看向小丧尸。南前长得本来就乖，安静吃饭的时候更乖，嘴里叼着红薯皮，靠牙齿跟唇瓣一点一点收，像小兔子吃蔬菜一样。齐身觉得可爱，一时间看正了，挥眸逆扫，将最后一点皮吃完，碗里的东西也喝光了，站到齐身面前。齐身心虚，猛地收回视线，眼睛上瞟下瞥，不停地转，看东看西，就是不看他。南前看了一会，回去睡觉。齐身在他离开那一刻，气都顺了，好吓人。吃完早餐，齐身去地下室挑选武器，再去加固不远处的防御网。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做饭。南前上午最后的眼神，他不敢再做土给他吃了，从地下室拿了一捆萝卜，用水煮熟后喊吃饭了。小丧尸又不理人。齐身进屋，南前窝在角落背对门，他轻咳了声道：中午吃胡萝卜，不吃别的。被子动了下，齐身别扭张嘴，卡了好几下才喊出来：宝宝，你起来吃点，不吃胡萝卜，面包、饼干都行。被子这才被掀开。南前下床，走到齐身面前停下，模样可乖了。齐身忍不住抬手碰碰他脑袋，灰眸一瞬，又凶又冷。齐身给他2根胡萝卜，他给什么南前吃什么，还要吗？齐身主动问。南前不说话。齐身又给了他2个，南前满足的吃着，直到打饱嗝。齐身稀罕他萌萌的小表情，又愁他食量，这么下去存粮吃不了2个月。南前吃饱喝足，拽了把椅子出门晒太阳，将上衣一摆往上掀，露出吃撑的小肚子，有点鼓，白白的还嫩。齐身见着，露出一副傻不愣登的痴汉笑，好可爱，这么可爱的小丧尸应该富养才对，以后就算他啃树皮，也要让小丧尸吃到热乎乎的米饭。齐身对南前的喜爱越来越深，南前也变得特别乖，就是偶尔喜欢瞪瞪人。齐身无意间捏到他脸，又软又滑的触感，让他爱不释手，渐渐熟稔，没事就捏，晚上也抱着捏。宝宝，过来睡觉。语调中掩饰不住的迫不及待。南前进来，齐身每次见他穿不合身的衣服，心脏总是砰砰跳，关了灯，满足的将人揽进怀里，睡觉。晚安，宝宝。平时南前是不会理他的，今天他回了句深深晚安。齐身第一次听他喊深深，脑子里似有烟花炸开，绚丽极了，忍不住晃南前的肩。你喊什么？再喊一遍。南前满足他，深深。太小了，没听见。南前，深深。好小，再大点。南前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，将人推开，背对着他睡觉。齐身不仅不生气，心里还冒起了粉红泡泡，挤过去将人抱住，嗓音刻意放低，带着诱人的磁感。宝宝。小丧尸哼哼了声，随着对南前放松警惕，睡眠质量都跟着提升上去，回到末日前状态，日上3竿才醒。掀了掀眼皮，声音低哑：宝宝。无人应答，接着又喊了声宝宝，还是没有应答声，撑着胳膊起来，将房间看了个遍，接着里里外外找，眉心微锁，喊吃饭了。平时一喊吃饭准到，等了一会还是静悄悄。齐身心一咯噔，去找枕头下的本子，不见了，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打开后上面写着走了，字迹歪斜，龙飞凤舞，跟他在本子上写的俊秀字体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急着走，随意敷衍的丢一句。齐身手一抖，纸条掉落，走了，就这么走了。南前从柜子找了个床单，走之前还不忘打包点路上干粮，系成包袱背着。系统晃着萝卜尾高兴，钱就该这样，你看你天天跟小狗一样被他摸，真憋屈，还不如咱们自己闯。钱手里拿着方便面啃，不理系统。既然都出来了，系统到钱，我们去做任务呗，这样可以很快脱离世界，攒积分能兑换好多薯片。拿着康师傅的红烧牛肉面饼，咔嚓咔嚓吃着，掉了不少碎屑。小丧尸扭了扭头，见不远处有车道，慢慢挪步过去，把最后一点面饼碎屑吃了，朝路面一躺，双手交叠搭在小腹，双脚并拢，灰眸闭合，十分安详。虽然左右目前没车，但这是车道啊。系统，我靠了声你干嘛？钱悄悄掀开一只眼睛扫向系统，轻哼，不用任务，他也可以很快脱离世界，他知道秘诀。系统陪他从白天耗到夜晚，真是怕了这火祖宗有薯片啊，好多，比一间房子还多。
零食的诱惑力对他不大，系统还以为他多好吃，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。钱，我跟你说，被压死好恐怖，肠子脑浆四溅，断手断脚断头，眼珠子说不定都会被压出来。真的，你别不信，有好多案例。井号逼叨叨半天，才发现祖宗睡着了。马路牙子横躺睡着，听不见生死不忽闪。第二天醒来还没有车，揉揉眼睛，继续拆饼干吃。系统转换策略，求他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他，软硬兼施。小丧尸这才勉强答应。主要有2个任务，一个是抱男主大腿苟活，另一个是找到齐甜甜，把他送他哥身边。齐甜甜是世界女主，性格柔，菟丝花。末日来临，丧尸进化，女配白莲觉醒木系异能，其他同学也陆续觉醒不同异能，只有女主什么都没有。丧尸横行，很多都跟家人散了，在学校的只能师生之间抱团。当时队伍里对他这个没什么用，只会拖后腿的普通人颇有微词。齐甜甜也知道自己拖累大家了，一直很愧疚。偶然一次发现哥哥给自己的戒指里面居然有个空间，已经储存了很多东西。傻白甜女主太想证明自己，主动告诉队员她有空间，她不是累赘，还当所有人的面展示那枚空间戒指，更是拿出不少物资分给大家。小姑娘不懂人心险恶，认为他们是一伙的，就不会伤害自己。可她太过天真，自我觉醒的异能除了自己没人能开启，空间戒指就不一样了，谁都能拿。队友间无话不谈的好友白莲起了心思，队伍中其他人也不乏有想法。之后白莲抢了女主的戒指，还把女主推进丧尸堆，毕竟有光环护着，人没死也没变丧尸。按剧情走，齐甜甜身边会出现一只丧尸，一直保护着她。女主也终于聪明了点，但她人设就是个菟丝花，除了跑没有半点战斗力。身边的丧尸保护她近2年，最近会被人类枪杀。接着替补炮灰上场，蓝钱就是那个炮灰，他得保护她，送她哥手里才能功成身退。齐甜甜是齐深的妹妹，2人不是亲兄妹，齐深自幼被抱养，戒指也是齐家的。齐府不放心女儿，于是将戒指交给齐深，让他务必要保护好女主。齐深在齐府将戒指给他时，他就转交给了齐甜甜，只不过暂时没跟他说是空间戒指而已。一开始这场丧尸病毒没引起多少人在意，以为很快会被扑灭，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，直到大面积的尸潮来袭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末日。齐家父母被咬，齐父撑着最后一丝理智，让他务必找到女主。齐深找了，在丧尸横行的城市整整找了1个月，学校也翻了个遍。后面尸潮越来越严重，不得不离开。就这样，兄妹俩彻底散了。在末世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存活率太低，个人精力有限，她也无能为力。他们正处于故事发展中，目前没有结尾，只有个大致框架。齐甜甜跟齐深相遇后，他们会遇见男主司灵墨，这时候早就没炮灰前什么事了。小炮灰不认识路，迷迷瞪瞪的走，意外进入城区，早已不复往日繁华，道路坑坑洼洼，沿边的店铺被青苔大面积腐蚀，路道间有旧铁皮、破门窗、玻璃渣，还有歪歪斜斜的路灯，好像只差那么一口气便可彻底倒塌。四周除了风声，寂静到诡异。小炮灰偷出来的干粮吃完了，来到一家无人餐馆，上面贴有不少菜图，长时间没人打理，贴纸略显泛黄。钱，口水顺着唇角滴落，拉出银丝。系统觉得自己可以改名了，编号009，改卑微小桶。放眼整个快穿部门，都是系统发布任务，宿主主动去做，轮到他。钱，我求你了，做任务吧，我求求你，咱不看了，求求你钱。画风奇特的很，小白手指指图片，又指指嘴巴，眼巴巴的望向系统，一副宝宝想吃的娇气样。那是假的，不能吃。小丧尸扭扭屁股，直接坐在那灰尘都有0.5厘米厚的地板上，不管，就要吃。系统脑壳都大了，难养，属实难养。丧尸的声音嘶煞枯哑，十分刺耳，脚步摩擦地面，行动虽缓，数量一多，光听着声都让人觉得压抑。有丧尸的地方必有人类，其中不乏掺杂异能者。系统大惊，不好，是丧尸！快跑！钱！白白净净的小人儿大有一副准备侧躺的架势，把系统给操心坏了，赶紧去给他找菜单。溜了一圈，见抽屉里有，甩着萝卜尾，激动的吼：钱！这边有图！装死的丧尸终于舍得爬起来了，找到抽屉，第一张菜单上附了一层薄尘，白白嫩嫩的小手从下面抽了张，见到菜单上清晰的图，口水流的嘴巴都包不住。系统灵光乍现，赶紧到男主会做菜，他还有空间，里面很多食材。南前好一会没动静，系统都要骂娘了，他才动。外面的丧尸皮肤青灰，布满可怕的纹路，流淌的血液已经成了黑色，眼珠像是附上一层灰色薄膜，突出骇人，表情狰狞。有些丧尸身体已经半腐烂了，走路嘎吱嘎吱的磨着骨，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恶臭味。钱把菜单插口袋里，钻进丧尸群，跟他们一起在大街游荡。卧槽你大爷啊，祖宗！你不要在这当活靶子，小心异能者！语气差审斥，蓝钱是不会顺他意的。老黄，你他娘的保证这边安全，
安全你妈个头！现在怎么办？都是丧尸。说话的人焦急又害怕。南前耳朵动了动，精准锁定说话人的位置，电话亭。其他丧尸也闻见味道，迈着僵硬的步子围堵电话亭，有玻璃阻隔，满是血污的手不停拍打。里面的幸存者脸色骤变，犹如热锅蚂蚁。我哪知道？王乐那小子说这边有人接应，他奶奶个腿！人没看着，丧尸先来。那位被叫老黄的大汉忍不住爆粗口，眉眼间满是急色。这么多丧尸，跑不了了。说话的糙脸大汉准备冲出去拼一把。老黄将人按住阻止，不能出去。玻璃好歹还能挡挡，现在出去必死，在这也是等死。丧尸将整个电话亭都围住了，不停地拍打着玻璃，里面的人害怕极了。钱钱站在丧尸外围盯着两人，似乎是在打量他们有没有价值。没看到他要的食物，顶着一张软乎脸抬脚离开。电话亭里的大汉看到他，见人穿着干净，皮肤白嫩，以为是来接应他们的人，拍着电话亭里面的玻璃喊：哎，哥们，在这，救命！钱钱脚步止住，歪扭着头。大汉看到他灰色瞳孔，眼睛差点瞪掉。妈的，又是一个丧尸，8成是刚变异的。这下完了，王乐这王八蛋，害死人！钱钱将手放在眼角处挠，无辜的模样看起来乖顺又无害。见对方不说话了，将歪着的头挪正。不管，跟着丧尸大军继续前进，很快到了十字路口，各种枪击声，系统让他跑，钱钱不动。系统故意说反话让他留，钱钱听话留，反正就赖在这丧尸堆里了，把系统气半死。萝卜尾都快甩成旋转涡轮了，被抓会死。挖你脑子，取你金河。遇到变态丧尸，说不定还把你啃了，消化成粪便拉出来。小炮灰无所谓，模样太白净，在丧尸群里总是格格不入。异能者见那副标志性尸谋，举枪直接打穿了小丧尸的脑子。小炮灰砰通一声倒地。系统，我就知道，丧尸遍地，他们现在没时间用匕首挖脑子，只能等着阵尸潮过去再回来捡漏。钱钱就这么躲过一劫。不到2小时，脑子愈合，爬起来，漫无目的的游走。系统嘴上说让他去找男主，可连个路线都没有。钱钱管他37200几，遇到尸潮就加入，结束战斗后去搜那些死人背包，有吃拿吃，没吃丢开。1个月后，原本白净的小漂亮脸上糊了一层泥，头发更别提了，像刷了脏漆搓搓竖起，衣服脏乱不堪，有血有泥有污秽，浑身散发着臭味。钱钱抬手抓抓脖子，撅起小嘴，不开心，没有水，臭好久了。系统无语，1个月脏成这鬼样，再等等，他的地图就快下好了，赶紧去抱男主肥腿，来一个水系大佬给他洗洗，馊臭的都没法靠近。南钱还不听话，经常把系统气个半死，短路伤身，为了自己少气点，干脆回芥子空间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他刚进去，南钱就出事了，一个男人手拿棍棒，将他从背后一棍砸晕，这一棍的威力远比子弹穿透脑子还严重。男人没有异能，除了手里的棍没有其他武器，只能靠一身蛮力。南钱一副灰眸，宁可错杀100，不肯放过一个，将丧尸砸晕，匆匆跑开，一脸横肉，却边跑边哭，吓死他了。南钱身体逐渐变化，竟开始了2次进化，总共持续了半个月。系统出来意识到发生什么后，满嘴妈卖批，狗日天道，故意的是不是？小丧尸醒来，行动退化，眼神呆滞，不管系统怎么喊都没反应，僵持了5天，才确定2次进化成傻子了。同时觉醒了异能，对人类倒是挺有用，治愈系，但对同类就不怎么友好了。人见鬼什么样，钱钱释放异能，丧尸就会是什么样。放眼丧尸界相当炸裂。周恒去接黄明忠，金可跟李成富去前后楼观察，注意尸潮。白莲离正良，我去地下超市。一道颀长身影立于几人之前，五官俊朗，棱角分明，嗓音不重不淡，却给人一种臣服的依赖感。队员分配完任务后各自执行。白莲是队里的唯一女性，木系是辅助性异能，除了司灵墨，大家都对她比较照顾。白莲，你可以装点膨化食品、罐头之类的种东西，我来就行。黎正良道。末世很少见漂亮女孩，白莲虽算不上极致的美，末日逃生不可能专注于外表护养，肤色略糙，但五官胜在清秀。黎正良对她有那么几分心思，每次都很照顾，怕她重，总让她拿一些轻东西。白莲的空间不是人，穿进项链戴在脖子上，这是她的筹码，绝对不能让人知道。每次搜刮食物，她都是用背包装，再在他们不知情下偷拿部分食物放进空间，积少成多。异能者觉醒的空间只能装物，但这枚空间戒指人也能进得去，末日绝佳逃生神器。他靠着戒指死里逃生数十次。白莲喜欢被众星捧月的感觉，队友人虽不多，但个个都是精英，尤其是队长司灵墨。异能等级共5阶，司灵墨觉醒金木水土4系，每系5阶，还有个隐藏异能，空间2阶，大约4立方。黎正良土系4阶，李成富土系4阶，金可金系4阶，周恒水系5阶，只有白莲木系3阶。他救过周恒，司灵墨不想带他，
奈何周恒求情，司灵墨也就没说什么。没有灵气的世界，异能者只能靠金核跟实战提升等级。白莲这几年陆陆续续也吞了不少金核，可惜实战经验差，停在3阶，始终无法再提高。白莲没听到黎正良的话，眼睛全扑司灵墨身上了，眼底的爱意掩不住。黎正良见白莲不回话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就见人望着队长，垂下眼帘，遮住眼底的失落。就在他们装食物时，对讲机先是发出刺啦刺啦声，随即传来金可急促的声音：队长，队长，赶紧撤！南北两边出现丧尸，其中有几个进化变异，速度很快，赶紧撤！司灵墨对着对讲机道：收到。随即对着2个还在装物资的队友说：赶紧撤！又来了一波尸潮。黎正良将背包塞满，往背上一背，阔步朝通道口走去。司灵墨走在最前面。黎正良见白莲没跟上，停下脚步等他。白莲跑得气喘吁吁，往后看了眼，一只丧尸都没有，不由抱怨道：什么时候才能到地下城？黎正良，累了吗？再坚持坚持，这波丧尸里有变异丧尸，坐以待毙太危险。目前没有地下城准确路线，以前的路口全封了。周恒之所以去接人，就是为了得到信息。白莲跑不动了，想歇一歇。黎正良心疼他，眼下情况却不能停。司灵墨见他们越走越慢，神情冰冷，跟上。黎正良高声回：知道了。白莲喘得厉害，黎正良急说：我背你吧。这样跑得快。白莲犹豫，他想让司灵墨背，或者等李成富开车接应。在他犹豫间，背后突然冒出一个缺了半个脑袋的丧尸。如果不是黎正良眼疾手快，怕是难逃一劫。黎正良见变异丧尸，瞳孔骤缩，筑起土墙阻挡，也顾不上抱了，拉起就跑。这一波尸潮比以往都要严重，司灵墨对付起来都够呛，主要是能量不够消耗。尸潮一波接着一波，其中不乏变异丧尸，他们速度快，感染力强，简直让人防不胜防。司灵墨在逃脱中被抓伤，白莲趁他们不注意躲进了空间，其余人被抓被咬，黎正良胳膊都被撕了一块肉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完了。司灵墨高热不退，扶着斑驳砖墙，步伐虚弱且凌乱，五指紧扣，青筋凸起。恍惚间看到一个小脏影，系统看见男主激动的不行，地图还没下好，人先出现了，赶紧让钱去。小丧尸本来就不听话，现在更是听不懂了，步子慢吞吞的挪着，粉唇微张，流着口水，像极了村口的二傻子。司灵墨在走到他身边时，鬼使神差地攥住对方脏兮兮的手腕，一时间一股冰流顺着心口蔓延全身。不到1分钟，高热消退，司灵墨整个人都跟着清醒了，晃了晃眸站直，本能甩开少年的手腕。钱摔倒，门牙磕到石头，掉了。系统捂脸日流了很多血，本就脏臭的脸看起来更加恐怖了。司灵墨也不是故意，正要道歉，却见对方一双灰瞳，吓得立即远离。丧尸！钱牙被磕掉了，脏脏的小身体抖了抖，随即又像没事人一样，慢慢移着脚步，漫无目的。司灵墨看着他的背影，眉头微蹙，余光扫见肩上的伤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异能者有治愈系，丧尸也有。他见过治愈系异能者治疗，一般分3种治愈法，一种是唾液交融，一种是手部触碰，还有一种是抽取血液。自己刚才确实是碰了他手，高热也很快退去。为了验证猜想，司灵墨把小丧尸捆了，拿出对讲机呼叫队友。黎正良虚弱道：在的队长，我被丧尸咬了。此刻脸颊烧得通红，几近变异状态。其余人纷纷回：我也被咬了。只有白莲一直没声。司灵墨确定他们的位置，扛起钱过去。经过实验，不出所料，这个丧尸的确有治愈功能。司灵墨眼底浮过一抹忧色，决定留下他。李成富包扎胳膊跟大腿上的抓伤，分神盯着南前，问队长：他吃人吗？放一个丧尸在身边太危险了吧？司灵墨：应该不吃，没事，他能治疗。几人互相用眼神交流了几秒，随即点头同意他留下。黎正良左右看不到白莲，着急地问：你们看见白莲了吗？李成富：没有，他应该也是被咬了，一个3阶，还是女孩子，8成晕在哪个角落了吧？黎正良当即就急了，不顾被扯了一块肉的胳膊，想要去找白莲，刚起来没走2步，一道纤细身影出现。白莲走近，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伤口，瞳孔一缩，脚步不由后退。你们都被咬了？黎正良担心他，紧张地问：小莲，你有没有受伤？白莲本想回没有，但见司灵墨衣服都有抓痕，他一个3阶，如果没受伤也太奇怪了。话音一转眼，眸含泪，可怜兮兮的点了点头。黎正良当即就心疼了，拉着白莲去握钱的手。白莲看着那脏兮兮的爪子，条件反射的缩手，余光瞥见司灵墨，目光落回黎正良身上，白了白脸说：正良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是谁？小丧尸垂着脑袋，嘴角鲜血跟口水混合，还在流，老可怜了。黎正良解释：他觉醒了治愈系，你赶紧让他治疗，否则一会发热很难受。白莲心思千回百转，看来他们几个都有发热的情况，如果自己不碰，怕是不好交代。听话握住小丧尸脏兮兮的手，心里嫌弃的不行，却不得不忍着。司灵墨看着他身上还算干净的衣服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3天，整整3天，齐身都要把那2字盯出洞了，双眸赤红。
他想不通小宝为什么要跑，一声招呼也不打。妈的，别让老子找到！1个月后 ，H 城西街爆发小型尸潮，齐身躲在楼道隔间，手里拿着枪。他觉醒了异能，金河也足够维持目前的能量消耗，但在末世主要还是靠实战积累经验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用。冷峻的脸上布满警惕与肃色，耳边传来丧尸聚集破坏的声响，还有多道枪声。齐身担心他白白净净的小丧尸会不会遇到异能者，脑子有没有保护好？操！真 TM 后悔，那天就不该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死了都要坑老子一把！妈的！大汉不停地用枪击打着丧尸，边躲边骂脸。杂乱的眉毛下，黄明忠闪了闪眸，随即眉头紧紧蹙起，啐了口，顺着大汉骂道：“老子算背上了一课，狗娘养的，亏老子拼了命救他！”说有人接应，接应的人死哪去了？两人在躲避过程中跑进楼道，看到齐身黄明忠抬枪指向他，齐身眸色一凉，刚准备动手，黄明忠听到外面有人喊自己名字，收枪出去。身边的大汉拱手：“不好意思兄弟，太紧张了。”齐身冷嗯了声，大汉脖子上悬着的一把刀松了，就差那么几秒，他们就可以是死人了。等丧尸离开，齐身搜了几个房间，没找到物资，直接从2楼扶廊跃下。只要出来一刻闲暇功夫都没有，不是在跑的路上，就是在逃命的路上。忽然窜出一只超强变异丧尸，齐身赶紧止步，下腰躲过攻击，用异能同时扣动扳机。赤焰犹如一条火蛇，从丧尸脚底自燃，眨眼吞噬，控制住他的行动，身体很快化为齑粉，掉下一颗蓝色金核。金核有3阶，分3色，蓝、红。变异丧尸脑子里全是值钱的。尸潮没退多久，齐身不过只停留1分钟左右，低级丧尸闻着鲜肉味，重新从4面8方涌来，拿了金核，浓眉紧拧，快速扫了眼四周，没有载具，被丧尸追，真的要命，快步跑。途中看到一辆军用卡车驶过，齐身从腰间解下绳索，前端的铁爪被他用力一甩，勾上卡车上端的铁棚，确定牢固，加快速度，借助冲力跳上卡车。卡车后座是有人的，见齐身是幸存者，也就没开枪，却十分警惕地握着，开口第一句：“你在逃跑过程有没有被丧尸咬伤的情况？”齐身呼吸略显凌乱，收了绳索，看了眼说话的士兵，淡声道：“没有。”士兵见他身上确实没伤，才松口气。齐身上车也没多说话，到安全点下车，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，从口袋掏出指南针，一个头2个大，不知道去哪找宝宝，像是无头苍蝇一般乱找了2个月。南前在主角团就是个治疗工具人，2个多月仍旧脏兮兮，他们也不帮他洗洗，只知道被咬，用他治疗。司林默不管，也就金可好心每次喂他，他不敢喂肉，怕勾起他吃肉的欲望，每次只喂一点点素食，有时候是拈菜叶子，有时候是掉在地上的面，就当农村狗养了。末世粮食那么金贵，他一个丧尸知道啥呀？够填肚子就行，可真够脏的。黄明忠拿着棍子戳了戳小丧尸瘦弱的肩膀，完全没看出来，也记不起来，这就是几个月前他们在报亭见着的少年。李大奎掀了掀眼皮，嘴里叼着狗尾巴草哼道：“你倒是给他洗洗。”黄明忠：“我又没有水，洗个屁，又瘦又小，跟个乞丐一样。大奎，你说他是男是女？”李大奎白了他一眼：“他有胸吗？是男是女还看不出来。”黄明忠也是，手中的棍子继续戳了戳小丧尸。就在他消遣够了，准备将棍子丢开时，手部突然被一阵难以抗拒的力给拽住，接着鼻梁一痛，然后就哪都痛。黄明忠还没反应过来，反应过来后哭爹喊娘，眼睛被打得都睁不开了。李大奎我操了声，赶紧吐开嘴里的草，想要阻止兄弟被打，结果就是连带着他一起揍。司林默听着声响过来，黎正良举起枪朝空中打了一发，似乎想要吓退男人。齐身他妈气疯了，小婊子啊，把他宝宝弄成这鬼样，还拿棍子戳，你妈的给你脸了！司林默借助竹林里的藤蔓将齐身捆了起来，下一秒藤蔓撕裂崩开，司林默精神受到波及，揉了揉太阳穴，心里多少有些震惊，他的木系已经5阶了，不仅被对方挣脱，还被影响，看来来者不善。司林默，这位朋友有话好说，你再不停手，后果自负。齐身打红了眼，上来一个揍一个。黎正良不爽，举枪欲打，齐身后脑勺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拽着李大奎挡。大奎朋友白白挨了一顿打不说，肩上又挨了一子弹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黎正良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枪被夺去，直抵脑门，只要拉开保险栓扣动扳机，这条命算是废了。黎正良吓得脸色一白，司林默对他的速度也暗暗吃惊。白莲望着那张冷峻帅气的脸，捋了捋衣领前的褶皱，他喜欢好看的，也喜欢强者。齐身刚好达到标准，如果司林默不行，这个也行。司林默，杀人也得给个理由吧？我们怎么得罪你了？上来就对我队友打打杀杀。齐身冷笑，推开了黎正良，指着缩成一团的小丧尸，眸底血红。他怎么回事？还拴狗链？你们怎么不拴？一群贱人，被骂贱人的一群。司林默最先反应过来，道：“你认识？”齐身怒极：“我老婆！”司林默，李大奎顶着一张肿脸，
嘴巴大张，搞基。余下人的脸五颜六色，有嫌弃有惊疑，白脸表情更是好看。他一句我老婆，伤害99。司林墨清了清喉咙，道歉，抱歉，我不知道，遇见他就是丧尸，怕他乱跑，才拴了链子。金可赶紧去解开。草嘞，这世道丧尸居然都有主，真是踢铁板上了。看他战斗力猛得很，真打起来至少要被他1带3。齐身没时间跟他们叽歪，去小丧尸身边蹲下来，小心捧起他的脸，灰眸呆呆的，脸上全是灰血，很脏，心口像是被大石狠狠砸了下，一点也不嫌脏的抱起小人离开。司林墨不想放过一个治愈系丧尸，便抬步阻拦，知晓是他们不对，温下了声，很抱歉，如果可以，能否邀请你入队？齐身暴躁冷笑，入你妈的队！你们把他欺负成这样，还想让我跟你们组队？司林墨，我见他时就是这副模样，也没人打他骂他，拴锁链是因为担心他夜里咬人。他说的都是实话，确实没人打骂南前，只是没搭理他而已，外加不给正常食物。齐身不听，绕开司林墨。司林墨皱眉说，地下城有破狱，一个人单走不如跟队伍保险。破狱一个加技能的挂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异能，吞了破狱极大可能成为某系异能者，如果已经是，则会避开那个从单系变双系。像齐身这种除了空间觉醒全系，吞破狱才是真正觉醒所有。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天生普通，给他破狱都吞不了。末世囤积是必备，空间异能非常重要。齐身这几年在找，没想到在地下城。黑眸晃了晃，丢下一句再说，绕开司林墨走了。黎正良从腰间又掏出一把枪，想杀齐身。司林墨见此阻止，按下了他手中的枪，冷声警告道，你别犯蠢。黎正良不服与对视司林墨，最后还是先败下阵来，憋屈的走到一旁站着。白莲越发看不起他，要言没言，要实力实力一般，不过是个眼神对视，不到2分钟就怂了，真没用。齐身把南前洗香喷喷的，头发用洗发露洗5遍，身体也搓了7、8遍，指甲剪剪，耳朵掏掏，从背包里拿出牙刷牙膏，准备给他刷牙，就见小丧尸缺了个门牙，可爱又滑稽。齐身一愣，顿时火冒3丈，但南前此刻还光着，先洗干净再算账。四周用土墙阻隔了视线，别人也看不见。齐身给他换上自己的衣服，入秋的天有点凉，裤子大了，用腰带勒紧，裤脚卷起来，上衣穿了件长袖，跟一件冲锋外套，拉链拉到底。指腹摸了摸小丧尸的脸，道，是不是还在生我气？我已经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了，不该给你吃土吃皮，别气了好不好？灰眸动了下，并没有什么起色。齐身不知道这几个月他经历了什么，但看着小丧尸现在的状态，除了心疼还是心疼。亲了亲瘦成瓜子脸的小脸蛋，将人抱怀里，浅浅感受到熟悉的气息，脑袋不明显的转了转，慢慢抬脚勾住齐身的腰。齐身将人搂紧，冲锋衣后面有个可摘取的帽子，很大，给他小宝贝戴好，以后谁都不准欺负。咕噜噜，肚子饿了。齐身看了看两边的树木，下一秒一道藤蔓吊床形成，把小丧尸轻轻放上去，大力扯下背包，拉开锁链，从里面拿出一罐奶跟一袋三明治，小心翼翼地喂着。南前行动变慢，导致吃饭咀嚼的速度也跟着变慢。一口三明治，一口旺仔，吃完后还给小丧尸擦了擦嘴巴。齐身，宝宝能说话吗？浅浅眼神还是很分散，像是根本没听到他说话一样。齐身将人抱怀里，眼角酸涩，大掌一下又一下的抚着脑袋，没事，以后都不分开了，不会让人再欺负你。南前闭上眼睛，下一秒睡了过去。齐身抱着他走回主角团，眼睛像是含着刀片，冰冷锋利，尤其是白莲跟他对视一眼，汗毛直立，吓得立马撇开头。司林墨有些意外，他怀里的人儿洗干净，背影竟有几分好看。齐身走到司林墨面前问，他缺了颗牙，谁弄的？司林墨瞳孔微暗，依这人的脾性，怕是不能说实话，脸部红心不跳的道，遇见他就这样，除了他们俩当事人，谁知道南前是被他意外甩手磕坏了牙。齐身眯眼看他，语气危险，你最好别骗我。司林墨很稳，不见半分心虚，不应反道，只要你肯加入，我会拿出诚意。先不说南前是个罕见的治愈系，单单齐身的战斗力也能让他们在往后的路程中省不少力。齐身意味深长地问，破狱只有一个，你们奔着他去，我也奔着他去，确定组队？司林墨淡然一笑，不止，我目前得到消息至少5枚，2枚在地下城，其余3枚下落不明。齐身挑眉，他不信他们，如果破狱在地下城，地下城里的人早就吞了，还等着他们去抢。不过地下城的确安全，想办法过去搭个窝，让小宝贝安心生活。至于破狱，有则抢，没有拉倒。齐身同意。夜晚来临，搭帐篷休息。齐身没空间，自然不会带这种碍事的东西。看了眼怀里的小丧尸，睡着的模样可真乖。随意筑了4面土墙，衣服一铺，睡觉。外面的众人惊呆，异能是用来这么浪费的吗？晚上睡个觉还筑墙，疯了吧？齐身才不管他们，搭帐篷还需要人守夜，麻烦死了。钱钱窝在齐身怀里，睡得可香了。
系统天天盯着他，生怕挨打挨抽。狗日的任务，说好了抱大腿狗活，日子过得狗都不如，看把他家钱害的。偏偏任务进度才到3%，还得继续在主角团狗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。现在齐大佬来，应该有好日子过了。他终于解放了，回去睡一觉先。PS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人一会再问我。齐身夜里有点失眠，虽然怀里抱着，或许因为找太久，总觉得不真切。于是他越抱越紧，越抱越紧，直到听见一声睡梦嘤咛，赶紧松了力，小心亲了亲小丧尸白皙的额头。宝贝真乖。白脸眼红，以往自己在队伍中待遇算得上最好，大家都照顾她是女孩子，很少让她守夜。眼下队伍扩张不说，新队员直接筑起异能墙，对他们不管不顾。墙筑得那么宽，多住2个人又不碍事，真不会做人。黎正良搭好帐篷过来，对白莲道：小莲，进去休息吧，我在外面守着。白莲平时不怎么爱搭理黎正良，今天却同他交谈，新来的也太傲慢了，无语。黎正良赞同，他不满其身，直男恐同更是厌恶至极，说还喜欢男人，真够恶心的。白莲点头，两人像是找到共同话题一样，逮着不远处的两人议论。黎正良开始是真愤，聊着聊着，见白莲愿意跟自己说很多话，后面完全就是为了附和他。白莲吐槽了一大堆，收尾后来了句：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，主要影响。说到这戛然而止，然后给了黎正良一个眼神，道：对吧？黎正良懂了，点点头。等级越高，越是耳聪目明。白莲自以为声音压得很低，但这场谈话至少有3个人听了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当事人。齐身都懒得理会，一群傻逼。喜欢男人怎么了？他就喜欢他宝宝，缺了牙也喜欢。想着想着，没忍住又嘬了口。香喷喷的小丧尸，除了他谁家有？翌日清晨，齐身早早醒来，小丧尸也醒了，肚子咕噜咕噜叫，异能解除。众人只见齐身盘腿上坐着个身形瘦弱的小少年，他则一口一口喂着他食物，将面包揪成一小块放进小丧尸嘴里。最让他们震惊还是南前的外貌，白净水嫩，鼻梁翘挺，唇瓣粉润，头发被洗得蓬松，搭在额前，精致的就好像天使下凡，手也很漂亮，呆嫩乖巧的窝在齐身怀里，一点一点被投喂。齐身今早喂的是纯牛奶，小嘴又粉又白。司灵墨心口跳了跳，原来丧尸洗干净是这副模样吗？早知道捡回来的那天就给他洗了。司灵墨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，又说不上来。李大奎好像知道齐身为啥会搞基了，妈的，女人不多见，见这么张漂亮的脸蛋，他都心动了。黎正良在看清南前的脸也怔了，长得好娇。白莲见他们视线一个个都被勾去，平日里最喜欢偷看自己的黎正良也痴痴盯着对面，嫉妒之心一下就起来了，脸色难看，不好说什么，只能愤恨地咬着面包。吃饱喝足，小丧尸就窝齐身怀里不动。正良，麻烦帮我收一下帐篷。白莲对黎正良柔声道，心里却是不满到了极致，以往他第一时间就会照顾自己，收帐篷更不用他说。黎正良回过神，见白莲朝自己笑，脸微红，麻溜的去收拾帐篷。白莲脸色这才好看点，只有一辆皮卡，从原来的6人小队现在已经扩展到10人，前面撑死坐5个，其余只能坐后面。副驾一般都是司灵墨坐，这个位置很危险，一不小心被丧尸袭灭，司灵墨是队伍里最强的存在，必须扛起重担。白莲坐后座，黎正良坐他旁边，还有个空位被齐身占了，怀里抱着小丧尸，空间太小，小宝贝坐着不舒服。齐身趁着加油的功夫把人踢出去一个，原本那个人应该是最边的白莲，黎正良这舔狗心疼他，主动去后车厢。他们打不过齐身，不爽只能憋着。齐身把钱钱放中间，碰上白莲了，白莲越想越气，暗自狠狠掐了小丧尸的胳膊。钱钱痛了，轻啊了声，吓得白莲立即收手。齐身见他躲回的动作太刻意，眸色一冷，把人圈怀里，冷声质问：你干了什么？白莲不承认，我什么也没干。怎么了？他叫也是我的错。齐身冷剜了他一眼，把往胸口拱的小媳妇抱车门旁，抚着脸亲了口，没事没事，不跟老巫婆做。他说话是半点不遮掩，把白莲气得要死，说谁老巫婆，长着一副好皮囊，嘴怎么那么臭。深呼吸，告诉自己要忍。坐在前座的司灵墨跟金可也是眼角抽搐，有必要吗？刚进队就把所有队员都得罪一遍。几天后物资消耗的差不多，尤其是汽油。来到一座小城镇，大家分开搜索。白莲3阶实力太弱，一般都是跟着金可、黎正良、李成富、周恒。以前是他最弱，现在是李大奎跟黄明忠，两人都是没有异能的普通人，如果不是地下城的线索，司灵墨也不会带。能吃不能打，在末世这种人就是废物。累赘往常还可能主动去找一些较散的尸潮，挖取金和补充能量，自从队伍里加了他们，司灵墨都不敢大意，生怕他们途中死亡或者被丧尸啃咬异变，去地下城的线索就断了。黄明忠也算聪明，一点点说出路线，不然早被丢了。司灵墨本可以逼他们说，或许是身为男主，即便在末世也有仅存的良知，就带着了。挨打的几人一周伤也没全好，一碰就龇牙咧嘴，尤其是黄明忠，牙齿都被打得晃晃动，脸肿成猪头，至今没消。李大奎也好不到哪去，毕竟还有枪伤。真后悔
早知道那天不跟黄明忠逼逼赖赖了，明明什么都没干，搁那坐着，天降一顿打。司林墨为了照顾他们，让他们俩跟自己一起。白莲跟周恒，小丧尸跟个挂件似的挂齐身怀里，脚也不盘他腰了，悠哒悠哒的甩着。经过几天食物精心喂养，小东西虽然还是傻傻的，总算不吃了，不会一个人坐在那一动不动，别人说什么都没反应。齐身单手托着他屁股，另一只手拿着枪，阔步走进一座商场，里面琳琅满目，像是没被人动过。第一层摆台里全是黄金，齐身抱着小丧尸过去，将枪别在腰间，去柜台。黄金在光的反射下会折射出微光，小傻子痴傻的眸子当即就转了，动作也快了不少。他指着柜台里的黄金项链，眼巴巴地看向齐身，小模样就差没明着告诉他我想要。齐身有求必应，见柜台里有锁，直接砸了，放钱下去，让他自己选。小丧尸好喜欢这里的东西，一条项链往脖子戴，2条项链往脖子戴，3条、4条、5条、10条。齐身见他戴那么多黄金，嘴角抽搐，不中吗？见那爪子还要继续摸金项链，齐身道别戴了，重。钱不嫌重，钱要戴。在齐身胸口推了推，力道很轻，根本不足以把一个成年男性推开。齐身主动让了位，见钱还戴，又一次感叹为什么偏偏空间不觉醒，不然全给他宝贝装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背包容量有限，5个摆台都装不了，主要是重。这东西在末世不能吃不能喝，还没一瓶水值钱。要不是他家小丧尸喜欢，齐身才不会费功夫抢这个东西。钱不仅在脖子上戴了几10条，手指也戴了8枚，慢吞吞的抬手展示给齐身看，脸上明明没有表情，就是给人一种显摆的感觉。齐身稀罕坏了，捧着小丧尸的脸啵一口，接着又对他嘴唇啃了一番，相抱了呀宝贝。搜完摆台，又看了看商场的衣服，得给老婆添置几件，带她去找了几件合适的衣服。背包不够装，从商场拖了个28寸行李箱，里面装的全是适合钱的衣服，黄金什么的也丢了进去。负1楼是超市，齐身余光扫见一抹闪现的影子，顿时在身后竖起防护墙，只听一声砰响，影子撞上了。习惯了突袭的场面，齐身丝毫不慌。对方要攻击时，齐身甩了一把火过去，差点把那道黑影给烧了，似乎察觉到自己不是对手，很快就躲没影了。齐身拍拍小丧尸的屁股，把人放下来，道去选爱吃的。钱缓缓挪着脚步，齐身给他推着小推车，边走边思考，难怪里面看起来很新，不像别的商城，门面玻璃碎一地，货架倒塌，该抢的都被抢了。黑影应该不是人，他速度很快，带着一股腐烂的气味，丧尸具体进化到什么程度他不清楚，毕竟不能实时监控每片区域的丧尸。钱看到很多铅纸和糖果，他不是看中糖了，他看中糖袋子了，指着他对齐身 齐身明白，弯腰去拿。钱抓了一把塞口袋，指盒子，再指小推车。齐身点头，把盖子拧好，塞推车里。总挤一辆车也不是办法，还没有隐私可言。齐身想着从哪顺辆车，没事还能带老婆兜风。又拿了很多黄瓜味的薯片。齐身拿了上百袋压缩饼干，塞背包。在极端环境下，小零食都是废物，压缩饼干才是王者，顶饿。又拿了3箱纯奶，老婆长身体，要补充营养。又一次郁闷，为什么不觉醒空间异呢？势必要拿到破玉。齐身蓦地想起齐甜甜和他手里的空间戒指，也不知道还在不在活着。一个行李箱外加一推车食物，齐身让钱坐在行李箱上，一手推一个。小丧尸长得白嫩瘦弱的小身板坐在行李箱上，安静的靠着齐身胳膊，显得更乖了。欧气爆棚，前面还想着弄辆车，后面就有辆越野停眼前。齐身有把万能钥匙，只要是汽车插孔里就能开。别说末日，就是末世前也没几个车主会心大的把钥匙放车里。看着车里大把的空间，齐身又回了商场，拿了一堆食物，后备箱堆满奶，后座全是零食，放腿的缝都不放过，只留驾驶位跟副驾驶2个空地。他管这车谁的，他只知道谁抢到是谁的。末日法则，生存为上。齐身把钱安置在副驾驶，贴心的帮他扣好安全带。见小丧尸乖乖的，没忍住在脸上又亲了口。钱眼神逐渐又发痴，齐身在他腿上盖了个小毯子，摸摸额头，温度正常，才发动车辆去找那几个临时队，暂时可以一起，等到地方，他可不保证不对他们下手。司林墨见他不知道从哪弄了辆越野，心情有点复杂。他太强了，如果哪天执意要把丧尸带走，也不知道拦不拦得住。齐身从加入队伍那天起就没吃过他们一颗瓜子，所以一车物资他们也别想碰。白莲见后备箱里有自己爱吃的溜溜梅，想要去拿，齐身拿了2瓶奶后，砰的一声把后备箱关了，差点砸中白莲的手，缩回去后脸色难看。你干什么？物资平分，你有什么权利独吞？齐身看都不看他。白莲气得脸色涨红，黎正2位女神打抱不平，过来道：你这样就没意思了，我们现在是一个队，所有物资平分，万一遇到危险都会伸手。齐身对这个舔狗没什么好脸色，唇角冷勾，谢谢，别拖我后腿就成。黎正良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，气得胸口疼。都什么人？搜刮的物资独吞，队伍要他有什么用？
司灵墨一时间也觉得这是尊佛，都说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他根本不在意会不会被落下，也不配合队友之间的协作。你，黎正良同样气得脸红脖粗，偏偏打不过，不然早一枪崩了他。司灵墨这时候也不好开口，齐身把小丧尸从副驾抱出来，将吸管插好，牛奶递给少年，钱钱双手捧着，乖乖吸着，白嫩的小脸颊看起来可乖了。司灵墨心口又是一动，她真的好漂亮。齐身察觉司灵墨的视线，眼神凌厉的扫去，司灵墨一噎，甚至连目光都来不及收，被逮着他也很淡定，笑了笑，从空间拿出一块小饼干，在小丧尸身边蹲下来，晃了晃饼干，问：吃吗？钱钱脑袋一扭，往齐身怀里钻。司灵墨，齐身把小丧尸圈怀里，眼神不善的看向司灵墨：我老婆我自己养，谢谢。那句谢总带着点阴阳。P.S. 二修版本白莲人设就这样，作者不仇视女生们吗？司灵墨眸色一冷，说：我没别的意思，之前对他不怎么照顾，现在都是队友，希望大家以和为善。齐身意味深长的道：你最好别生出什么心思。司灵墨，我很直。齐身冷笑，希望如此。拿过司灵墨手中的饼干，撕开袋子塞自己嘴里，从后座拿了一罐黄瓜味薯片，打开后一片片喂进小丧尸嘴里。乖巧吃饭的模样，又让司灵墨晃了神。南前吃饱了，将衣服往上掀，给齐身看他白滚滚的肚皮鼓起了一个小圆坡。李大奎顶着肿脸，眼睛放光，真白。别看名字魁梧，人长得糙，大奎今年才29，还没步入30的门槛。末世来临前就找不到媳妇，末世后又没觉醒异能，给别人干苦力都不要，别说媳妇了，就是看一眼美女饱饱眼福都没机会。小丧尸虽然是个男孩子，但他白啊，肚皮软软的，看起来就像刚出炉的小面包。大奎胸丝哈，羡慕其身，还是个治愈系，真尼玛宝藏。早知道这么漂亮，就该省下自己的口粮，分他一半，让他记住自己的好，这样就能天天看了。齐身察觉几道视线，立即将小丧尸掀起的衣服放下去，绷着脸唬他不准在外面掀肚皮。钱钱也不知道听进去还是没听进去，故意还是无意，慢吞吞的继续掀，圆鼓鼓的小肚皮一起一伏，像只白皮小蛤蟆。齐身脸黑，抬手正准备拽衣服，钱钱伸出那只戴满金戒指的手推开大掌，眼神虽没变化，但他的动作就是态度，就要露肚皮。太阳刚刚好，适合晒。齐身筑起一道土墙，不给他们看，但墙的斜影把钱钱的光给遮住了。慢吞吞爬起来，一步步挪到空地，呈大字形躺着，小肚皮在太阳光下白得发亮，十分显眼。齐身，李大奎，司灵墨垂了垂眸，遮住眼底的情绪。周恒几人只是出于欣赏，倒也没生出旁的心思，只有白莲跟黎正良掺杂着那么几分嫉妒之意。特别是白莲，因为是女孩子的缘故，身材纤细瘦小，皮肤在队伍里也算是最好，平白无故有个人把她比下去，心思多少有些扭曲。有些人就善妒成逆，总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聚光环，但凡光稍微有点偏移，都能极度的发疯。也不针对白莲的性别，男女都有，只能怪这是一本言情，小丧尸误入。齐身过去，从口袋掏出一把软毛刷子，对着小丧尸的肚皮就开始刷。本以为他会痒，谁知舒服的打起了盹儿。齐身脸一黑，把刷子丢开，干脆让他晒，他换个目标找麻烦。司灵墨在他动的一刻，很快收回视线，最迟钝的实属大奎兄。在齐身举起拳头的那一刻，吓得双膝跪地，捂脸恐叫：别打，别打，我不看了还不行吗？齐身也没真打下去，吓唬吓唬，其余人也不敢看了，整理好手上的物资，准备坐车离开。司灵墨望着还在地上躺着的小白蛤蟆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齐身先他一步把人给抱起来。几人开车往临城去，越野还能放音乐，齐身开车无聊，小丧尸又不会说话，点了手纯音乐听。钱钱不喜欢，越听嘴巴越往下垮，扭了扭座椅下的小屁股，学着齐身解开安全带，再慢吞吞的去点屏幕。他真的很慢，急性子看到都能急死，动作大概比 0.5 倍速还慢一点。龟速钱钱在一番努力下，终于切换了音乐，还是不喜欢，又继续慢慢点。齐身空出一只手，揉了揉小丧尸的脑袋，把他头发都给揉成鸡窝了。白白嫩嫩的小丧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耳边的音乐不好听。我点，我点，我点，我再点。齐身由着他玩，直到南前点到一首山歌，那调调一下就爱上了，上头。齐身听着歌词，一整个脑袋大。老司机带带我，我要上昆明。老司机带带我，我要进省城。阿里里阿里里。齐身眼皮直跳，好不容易把歌词熬完，自动播放下一首。钱钱想把音乐切回来，但他不会，又切到下一首歌去了。翻半天翻不到，急得他掉眼泪，从喉咙里蹦出好几个音，听着哭腔，齐身猛踩刹车，一声吃音，差点让后车主绝团撞上。齐身也是后怕，南前把安全带解了，要不是手比脑子快，用力按住，惯性会把他往前带撞上玻璃。齐身见人没事松了口气，胳膊有点酸，甩了甩。黎正良在开车，气得不行，猛按喇叭，降下车窗，伸头出去喊：你有病吧？大马路上乱停车！把音乐调回去，小丧尸才乖乖坐回副驾，
眼圈红红的，鼻子流有鼻涕。齐身拽过纸帮他擦干净，眼泪也擦了，拽着手轻轻手背，哄道：“乖，不哭了。”钱钱闭上眼睛，眼角发红，肤色雪白，老漂亮了。黎正良将车往前开了点，平视齐身，按着喇叭怒道：“你没事乱停什么车？有没有素质？”现在很多交通工具都停止了运行，有时候一条马路3天也不见一辆车，错归错，但齐身绝对不会给黎正良好脸色。降下车窗，4条车道不够你跑，非追我车屁股。黎正良，你管我走哪条道？齐身冷笑，你管我刹不刹车？说完升上车窗，一脚油门疾驰而去。皮卡吃了越野一尾气，把黎正良气得够呛，回回被气，回回招惹。越野车里循环播放上头山歌，齐身开了一路，见小丧尸都没声，小心喊道：“宝宝，睡着了吗？”跟着又小心推了推，蓝钱没反应，齐身赶紧把音乐关了，结果满脑子都是阿里里阿里里，魔音环绕，受不了。刚还睡跟死猪一样的钱钱，在音乐关了的一瞬，睁开眼睛，他的脑子跟人脑不同，音乐一关，想象不出来，没了。催眠曲，小丧尸不开心，眼神明明不聚焦，方向却朝齐身，表情如旧，偏偏给人一种幽怨感。余光瞥见，心口一跳，不是爱慕的心动，就是单纯被他吓到了，跟个小幽灵一样。齐身把他脑袋推正，钱钱慢吞吞的把脑袋重新移回，齐身没办法把音乐给他打开。满意了，行动缓慢的靠着靠背，闭眼睡觉。齐身真受不了这声音，满脑子都是这歌，影响判断。突然想起好像有副耳机，这次靠边停了，从背包里翻半天找到，连接蓝牙，把耳机塞钱钱耳朵里。挺好，耳朵不用受罪了。开车时脑子里阿里里阿里里，操！刚到凌晨的夜晚，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腐尸的味道，街边风声刮过铁皮，发出阴森诡异的声音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野外搭帐篷，睡车里，来到市区，那就是入市了。齐身怀里挂着小丧尸，单手托着屁股，左手拿枪，带着夜视镜，跟普通用来防止灯光反射的不同，类似于红外线夜视仪。眼镜右上方有个拇指大的小匣子，里面装的是芯片，靠太阳能供电，只要还有日出，夜视镜就能用。以往小队都是以司林默为中心，听他指挥，现在全跟齐身屁股后面转。黎正良不乐意，又不敢担。现在的丧尸都在逐步进化，一不注意很可能被咬同化。黎正良不敢冒险。齐身走进一栋居民楼，手刚要放门把手上，见有一层厚厚的灰，一个转弯去掏钱钱口袋，里面放着纸巾，抽了张后覆盖才去拧，把手纹丝不动。他推了推门，门板很厚实，踹肯定踹不开了。10来个人挤在一个廊道，白莲大晚上有点害怕，缩在最里，万一有丧尸突袭，他也能争取时间进空间。钱钱戴着帽子，乖乖趴在齐身肩膀上。寂静的空间突然响起一道清冷音：“开的了吗？”齐身又把手放进钱钱口袋里掏，动作不停，嘴上道：“你们不是准备都挤这里吧？李大奎，兄弟，咱们几个一起抱团安全。”黄明忠，对。黎正良看不上他们俩那舔狗样，嫌弃翻白眼。一单元3家，他站的区域手边就有一扇门，对司林默道：“队长，这里房子多，又不是非得住那边，这个门不也能开？”说着敲了敲门板，发出咚咚声。单只是说话还好，敲门板像是触发了机关，数道呵呵哈哈的声响出现，听声音四面八方，几人立即警惕。李大奎，卧槽，有丧尸！司林默神经紧绷，手里紧紧攥着枪，都紧张。齐身倒显得淡定了，终于从钱钱口袋里掏出一把纯银制钥匙，他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塞他后背大口袋里，掏找的时候有点费劲，将钥匙对准孔眼，插进去拧开，察觉里面气息不对，狭小的空间突然迸发出一道赤色火焰，吓得大奎凶啊的一声，立即跳到最近一个人身上，紧紧抱住。周恒脸色一沉，赶紧把人推开。神经病啊！他们中没有火系异能，所有目光都落在齐身身上。黎正良憋不住道：“丧尸逼近，你还有心思吓大家？”齐身丢下一句傻逼，抱着小丧尸进去，踢了踢烧焦的尸体，先找个干净房间把钱钱安置好。逼逼赖赖的是黎正良，挖金河的还是他，真是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贱则无敌。齐身过去，手一伸，冷声道：“拿来。”黎正良刚想往自己口袋放，脸色一僵，不过丧尸是他杀的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的确不好私吞。绿着脸把金盒丢砸过去，齐身手在空中举了2秒，忽而从喉咙发出一声低啊，劈开脚边金盒，大家都没看清他的动作，只听一声枪响，黎正良痛苦地捂住了左肩。齐身收回枪，别在腰间，冷声警告：“再有下一次，我不介意亲手把你喂丧尸。”警告把白莲吓得够呛，这人怎么这么狠？原以为自己已经够心狠，把齐天天推进丧尸堆，抢了他的戒指，但这些都是暗中进行，不像齐身明晃晃的针对，简直不给自己留后路。司林默眼眸微动，他也不是什么大善人，黎正良一次次挑衅看在眼里，权衡利弊，心里做了决定，倒也不是亲自动手杀他。金可算是队里比较热心肠的了，见齐身关上门，过去给黎正良处理伤口，压着声音轻叹：“你说你总得罪他干什么？
黎正良痛得脸色惨白，咬着牙说：“看不惯他那嚣张样。”金可又叹：“你可闭嘴吧，这样下去，迟早把我们也害了。”黎正良就不能把他踢出队伍？丧尸带走就带走，再能治疗也是丧尸，万一哪天反噬怎么办？少了他地球一样能转，非得受这气。一直不说话的司灵墨开口了，声线冰冷，适可而止。至少你现在没被反噬，没有他，不止你，在场所有人都不可能站在这说话。男主的威慑力就是比较强，司灵墨一说话，黎正良立马蔫怂，一时间除了呼吸没再有其他声。李大奎害怕，担心外面丧尸，用粗犷的声线问：“你们别僵着，外面有丧尸怎么办？跑不跑？”司灵墨扫了一眼关合的房门，道：“找个地方休息，不用走。”李大奎坐以待毙，这也太危险了，谁守夜？司灵墨，我。李大奎还等着他继续点名，谁知道说完一个我字后就没声了，张嘴问：“就你一个？”司灵墨，李大奎，外面可都是丧尸。司灵墨，李大奎，你们不怕吗？司灵墨似乎是被他问烦了，睡不睡？不睡你守夜。李大奎连忙摆手，不了，辛苦兄弟了。各自找房间休息，也就3间，齐身南前1间，白莲1间，还有1间周恒他们挤了。黎正良扶着伤口，痛得根本睡不着，就在沙发上坐着了。司灵墨也在客厅，同时陪伴他们的还有一具被烤焦的尸体。大家都对死人见怪不怪，更何况这还是个丧尸。李大奎听到外面的呵呵声，总觉得他们在靠近包围，害怕。客厅他不想待，白莲的房间不能进，另一间房挤不下，猫着腰小心翼翼敲响齐身住的房间。齐身抱着小丧尸假寐，听见敲门，眼睛瞬间睁开。李大奎把门开了一点缝，声音弱弱的：“大老哥，晚上我没地睡，能不能在这搭个地铺？打地铺空间多，问题是在大佬身边保险，他不想睡着被丧尸赶了。”齐身不能。李大奎，求求你了哥，爸爸，爷爷，祖爷爷。齐身，李大奎，爸爸。齐身无语，压着声音：“你有病吧？”李大奎，没病，让我打个地铺呗。齐身，外面空地多的是，你他妈找死是不是？李大奎，你是不是嫌爸爸辈分不够高？那喊爷爷，我给你当孙子，让孙子睡一晚行不？齐身，李大奎，爷爷，不说话我当你同意了。进去的步伐很轻，月影透镜，李大奎隐约看见一个沙发轮廓，眼睛一亮，正好。李大奎有种清澈的蠢，造不成什么影响，齐身也就没再计较，都喊爷爷了，他还能说什么？或许是真的疲倦了，李大奎倒进沙发，一秒进梦乡，也就2、3秒，寂静的空间响起鼾声。齐身，李大奎平时睡觉不打呼，是因为在外面根本不敢熟睡，都是半醒状态。今天新认了一个爷爷，值得信任，加上好久没躺过柔软垫子了，一下陷入深度睡眠。那鼾声听得人心口发闷。怀里的小丧尸原本很安静，脑袋忽然拱了他一下，齐身捂住前耳朵，低声骂了句：“你妈的！”却也没把李大奎弄醒，在中间筑了道异能墙，加注很多能量，才起了隔音效果。没了鼾声，前睡得可香了，整张小脸埋在齐身怀里。他们听不见，隔壁的白莲让他烦死了，鼾声震天，谁睡得着？锁上房门，进了空间，奈何空间能听见外面声音。另一个房间中间隔个客厅，又有房门阻隔，大家也都累了，下意识忽视那弱小的鼾声。但这个房间没一会也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，在外面的司灵墨煎熬，实在煎熬。睡到半夜，房门被拍响，包括窗户也都传来让人心慌的响声。熟睡中的几人清醒，立马戒备，纷纷拿起武器，防遭偷袭。拧开门锁，都围在客厅。黎正良焦急道：“就不该选这座落脚点，现在丧尸都围过来了，跑又跑不了，怎么办？”司灵墨稍稍沉默，忽然扫向不远处的房门，道：“没事，他应该有把握。”黎正良见他这时候还把希望寄托在齐身上，气得伤口疼，咬牙道：“门外丧尸都快逼进来了，能有什么把握？这么多天，他的自私你们看不出来？妖这种人进队就是定时炸弹。”司灵墨沉着气，他也在赌，选择相信齐身不会。黎正良听着玻璃被砸碎的声音，慌了，说话也开始急躁：“怎么不会？我肩上的伤就是最好证明。司灵墨，你自己愿意玩我不管，不要拿我们的命开玩笑。再好的一锅汤也怕老鼠屎，精英队伍也怕猪队友。”好在其他几人稳得住气，一个个面色紧绷，到底没在这时候跟黎正良一样发出质问，先击溃自己。司灵墨问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黎正良崩溃：“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只要活着。”司灵墨说：“所以现在你还觉得治愈系丧尸不重要吗？”黎正良背对的一时间哑口无言，攥了攥拳头，不愿甘于下风：“不重要，数量少，我完全可以自保。大批尸潮一旦陷进去，几百个丧尸啃食一个人，连尸体都保不住，怎么变异？要他有什么用？”司灵墨知道他是因为急才躁，毕竟跟齐身不对付，深知他不可能保护自己，现在又被丧尸围堵，害怕逃不出去。当一个人崩溃时，情绪是不受控的。理解归理解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谁的脾气能温和到容忍他？能跟就跟，
不能更换队伍。司林墨，如果你觉得我在拿你命开玩笑，等尸潮过去，你可以选择换个队伍。黎正良也是气疯了，摔了手里的小型手电筒，怒吼：换就换，谁愿意跟你们？一群怂包！金可、正良，你可讲点良心，我们怎么了？大家平分物资，缺你吃缺你喝了。周恒，你理智点。李成富，你攻击就攻击，别每个人都攻击，我可没得罪你。黄明忠，兄弟，你可别内讧，我一个没异能的都不怂，你怕什么？里面睡觉的李大奎，呼呼呼呼。黎正良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谁怕了？我是说你们怂，凭什么都听他的？他才进队多久？还没对外，眼看就要内斗了。司林墨冷声道：都闭嘴。李大奎终于停止了打呼噜，从沙发坐起，揉了揉没睡好的眼睛，外面在吵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窗户都围满了丧尸，唯独这个房间的窗户干干净净，一个头都看不见。伸了伸懒腰出去，瞥见一旁突然多出的一堵墙体，吓得汗毛直立，一句国粹脱口而出：卧槽！他以为自己梦游了，明明墙的方向是床啊，仔细一看是异能铸成的防御墙，这才松口气，拍拍胸口，大佬金和很多，怎么天天浪费异能？开门出去，见所有人都围在客厅，气氛焦灼僵硬，他懵了，问：怎么了？听到那些诡异又熟悉的声音，瞬间反应过来，想掏枪，一摸没有，落沙发上了，赶紧折返去拿。紧张兮兮道：丧尸进了。金可叹了口气，缓解气氛。好了，都是一个队的，有异能保命，情况再差也差不到哪去。白脸也算聪明，没在这时候开口，不然至少得罪一边。他虽然不喜欢黎正良，但目前还用得着野外搭帐篷、提重物等等。其他人虽然也都比较照顾自己，但他们做不到黎正良这样。黎正良像是自暴自弃，坐回沙发。行吧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不管是吵起还是打起，自己都很被动。齐身一直都很清楚外面的声音，对黎正良他白眼都懒得翻。脾气这么冲，没死在第一批真是奇迹。随着外面撞击声越来越重，齐身将南前抱怀里起来，小脑袋拱他，找了个舒服姿势，愣是没醒。齐身戴好夜视镜，拿上背包收回异能，出去。司林墨见他终于出来了，松口气，目光有那么一瞬落在他怀里的小丧尸身上，随即挪开，问：接下来怎么办？齐身，走。黎正良发出一声冷笑，还以为他多有办法，现在走了，明知道外面有丧尸，一开始就别进来。司林墨沉默片刻，外面丧尸太多，我们很被动。齐身嗯了声，把老婆往怀里拖拖，道：先上2楼。黎正良嘲讽：一开门全是丧尸，挤都挤不动，你上一个我看看。夜视镜下的眼睛犀利无情，你还想藏子弹？李大奎，爷爷救我！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消散，齐身真觉得他够的了，这么多人也喊得出来，他好意思喊，他都不好意思应。抱着小丧尸朝房间走，里面有个衣橱，拉开一栋门，左边是通往2楼的楼梯，这户人家打通了上下楼，正好方便躲避。李大奎看见楼梯眼睛一亮，他的亲爷爷哟，谁也不知道2楼有没有危险。齐身虽然能躲，但他不乐意自己帮他们探路，还得在背后被叨叨。对司林墨道：谁先上？司林墨向来是队里的主心骨，有危险他第一，道：我来。齐身嗯了声，司林墨在看见楼梯时悬着的心稍稍放下，还好没信错，虽然危机暂时没解除，至少多了一线生路。司林墨步子很小心，手中的枪攥了又攥，掌心也全是汗。齐身见他们一个个排着队，保持距离的上着台阶，门窗防护栏被扯坏，丧尸都爬进来1、2只了。齐身不疾不徐，还抽空亲亲自家小宝贝的脸。南前终于醒了，身体轻幅度动了动，齐身把他放下来，竖抱横抱他不方便拿枪，前趴他肩上打个哈欠都减倍速，挂在齐身身上，乖乖的。2楼很安全，齐身用异能暂时堵住门口，跟着阔步上去。丧尸是闻着人肉味寻来，只要异能一撤，很快能摸上去。几人来到2楼，立即打开窗户朝下看，月光下乌泱泱的一片，看着都瘆人。白脸已经做好随时进空间的准备了。黎正良着急，自己肩上有伤，行动力受阻，不知道能不能逃过这劫，都怪齐身。他算是彻彻底底把他记恨上了，连带着司林墨。黄明忠腿抖生颤，乖乖这么多怎么办？队长，你得保护我们啊！李大奎直接跑齐身身边，像小媳妇似的扯了扯他后衣角。爷爷，我不想死。齐身嫌弃侧开，闭嘴。憨奎，什么？齐身黑脸，不再重复。齐身有夜视镜，夜晚事物相比他们来说要清晰，道：分成3小队，一起跑规模太大，风险也大，北边丧尸少，谁下去？司林墨立即安排，黄明忠、黎正良跟我，金可、白脸、李成富、周恒4人一队。李大奎抬头对齐身道：跟你没问题吧？李大奎跟黄明忠都没异能，他带一个，齐身带一个，尽量保护。齐身瞥了眼李大奎，自末世起他向来独来独往，不愿服从命令，更不愿肩上担责，把李大奎丢给他，就得对他生命负责。齐身懒得管，丢下一句不带，抱着钱去另一个窗口。除了枪，齐身手里还有几10颗迷你炸弹，这只是一波小尸潮，撑死把小区围满，
加上异能辅助，安全出去没问题。齐身在来时观察过四周环境以及地形，虽说丧尸无孔不入，但部分丧尸怕水，腐蚀没有呼吸，落进水里就像塑料瓶子，会一直灌一直灌，他们不会吐，直到灌满，刺激到大脑，同样会出现溺亡状态。楼前有个露天泳池，再来小区路窄，小道多，利弊占半。路窄能挤的丧尸少，杀出去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但路都堵死了，被困者找不到突破口，不好出去。至于风险，无论宽路还是窄道都是100%，只要身边有丧尸，哪怕一只也是危险的，只是增加了逃跑的概率。晚上视线受影响，生存难度加剧。就在大家心慌不安时，司灵默道：既然这样，李大奎跟周恒、金可白莲、李成富另组一队。司灵默肯定不能再带他了。黄明忠没有异能，只能靠武力值，黎正良又是个伤者，再来一个他吃不消。李大奎郁闷，自己就这么让人嫌弃，最后还是同意跟周恒组队。黎正良就在要行动时突然道：队里只有小莲一个女孩子，晚上看路不方便，我提议夜视镜给她。其他人目光纷纷看向不远处的齐身，对黎正良表示略无语。哪来这么大脸？白莲的确想要夜视镜，这样晚上看路方便，便一时间没答话，想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如果同意，最好不过；如果不同意，他也有应对法子，不会把自己卷进去。暗夜里，薄唇微勾，高挺的鼻梁上架着夜视镜，而镜片下的眼睛也是似笑非笑。他把夜视镜给取了，白莲以为他真准备给自己，唇角扬起一抹笑，话都到嘴边了，只要接过夜视镜，他就会假意推脱一番，再道谢。黎正良想在女神面前表现，见齐身取下眼镜，在心里冷喝，不过倒也满意他的主动。司灵默不觉得他会给，用脚趾想想就知道，其他人都在等着他的动作。齐身把眼镜取下来，架在那不需要看路的小丧尸鼻梁上，黎正良脸上顿时火辣辣的热，白莲嘴边的笑也都垮了，很尴尬。其他人一副果然，就知道他没那么好说话，得罪人果然有一套。白莲到嘴边的话赶紧转弯：正良，平时你们就够照顾我了，下面那么多丧尸，他还抱着一个，比我更需要。都是男人，一般还真听不出他的言外之意。平日里有几人对白莲的印象还不错，根本没深想。齐身可不惯着他，什么叫比你更需要？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？脸皮可真厚。白莲从没被人这么骂过，脸顿时吃红。你，黎正良站出来维护白莲，他本就厌恶齐身的做派，现在撕破脸，说话更是不客气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保护弱小不应该。小莲是队里唯一的女孩子，异能也只有3阶，逃生可能本就比我们小，夜视镜给她有什么问题？齐身冷吃，慷他人之慨，在末世统称表，其余人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黎正良，我如果有，一定让给小莲。什么叫慷他人之慨？团队互助不是最基本的道德？那句话叫什么？末世先斩圣母婊，黎正良应该是圣父婊。齐身还真是头一次见，新鲜。一声笑音转瞬即逝，齐身愣了愣，是宝宝在笑，将小身体往怀里拖了拖，抱紧。看吧，他老婆都觉得可笑。齐身似笑非笑道：你跟我谈道德？黎正良，对，我还就谈了。有本事你再给我一枪，他们怕你，我可不怕。自私自利的人迟早要遭报应。齐身笑，树下的绿植疯狂躁动，土里突然迸发出一根粗壮藤枝，沿着墙壁往2楼疯狂生长。黎正良腰间被藤蔓缠上，吓得他立即动用土系异能，想要折断藤蔓的弓样，却徒劳无功，似乎有股更强大的力量在压着。黎正良后背浸满冷汗，接着便听一道冷炙声响起，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来收人魂，还是死吧，更快不痛苦。藤蔓就像那弹簧椅，蓄足了力，眨眼将人拽出窗口，甩进尸潮。痛苦的嘶吼声让在场人皆为一惊，心也跟着不免泛起恐惧。整个过程包括交谈都很迅速，快到他们甚至来不及劝阻。白莲的脸从涨红到煞白，膝盖一软，不由后退一步。齐身听着外面凄厉的惨叫，眸底愈发森冷。部分丧尸有几率会进化成丧尸王，他为了杜绝意外，等丧尸把尸体啃食的差不多，一把火全烧了，连骨头都不剩，肉体都没了，不存在变异成丧尸，更不存在进化。炸出去的火波及到四周丧尸，骨身烧成齑粉，空出了一小片面积。司灵默暗叹，火系异能果然强大。他想拿破玉，就是想五系俱全。他一直知道齐身可怕，看来以后要更谨慎了。齐身在人前展示过火木土3系，司灵默好奇他到底觉醒多少种异能。很多异能者晶核储备量不够，根本不敢随意用，一旦异能供给枯竭，身体就会虚弱，届时遇上丧尸，逃跑将会难上加难。齐身好像一点也不在意这个问题。小丧尸用脑袋拱拱齐身的脖子，齐身将夜视镜重新带回，拍了拍小丧尸的后背，拽住一截藤蔓，抱紧小宝贝从2楼跃下去。原本还想给他们断后，组队不如单干，都什么玩意儿？司灵默见此让队员赶紧下去。异能墙消失，丧尸很快顺着气味来到2楼，闯上来，他们刚好全落地。天本就暗，下去的2道人影很快消失，连个影廓都看不见。司灵默愣了愣，顾不得寻找，只能快速带领队友逃出丧尸的包围圈。
齐身抱着南前又回了先前的屋子，大批丧尸走过，沾染上腐臭的味道，没法久待。原本地板只有灰尘，现在混合着血污碎肉。齐身嫌弃，用他那万能钥匙开了隔壁的门，里面待着的黑影感受到危险气息，快速从窗户翻出去。屋子里同样有股淡淡的腐臭，气味比隔壁稍微好点，还是不怎么好闻。推开卧室房门，原主人应该是个女孩，墙纸是粉色 Hello Kitty， 摆件比较整洁，书桌上还堆着一摞书，床也是 Hello Kitty， 包括被单、床单。被褥平铺，齐身先掀开一角，把老婆放置好，再一把薅掀，把被子拿出去抖，扬起一片灰尘，呛得人直咳嗽。独自在房间的南前眼眸微动，细长漂亮的手慢吞吞放在圆鼓鼓的肚皮上，下一秒发出咕噜咕噜的饥饿声。钱钱饿了，钱钱想吃东西。齐身还在外面抖被子，他慢慢站起来，再慢慢挪步，比脑梗中风恢复中的病人还慢。齐身进来，小丧尸刚挪到床尾，灰眸不聚焦，但他能看见齐身，立马就委屈上了，掀开肚子上的衣服，再拍拍肚皮，咕噜咕噜，干什么都慢，就掀衣服快。齐身把被子丢床面，过去将人抱住，亲亲脸蛋，又饿了。钱钱 齐身贼稀罕他说话，想到以前在蜀园的日子，小丧尸多生动活泼，现在都成小哑巴了，走路也慢，不保护起来，再丢，下次说不定真就没了。想着愈发心疼，将人紧紧按进怀里，恨不得挤进骨髓。钱钱哎了声，他痛。齐身赶紧松开，安抚性的亲了亲脸，去背包翻食物，里面有桶酸辣粉，一瓶纯牛奶，面包吃完了，还有一袋蔗糖饼干，其余食物都在车里。他背包装的基本都是逃生工具。齐身撕开饼干包装袋，里面有3片，拿出一片递给钱钱，小丧尸一口一口的啃着，他速度一阵阵的，大概是真饿了，咔嚓咔嚓2口就塞进嘴里，都没怎么咀嚼就咽了下去。齐身又给了他一片，说别噎着，虽然这点东西不至于，但他平时就细嚼慢咽，这种速度还是在蜀园见过。咔嚓咔嚓又吃完了，掉了不少小碎渣。吃完后还没饱，手里捧着牛奶喝，齐身给他泡酸辣粉，异能的好处这时候体现的淋漓尽致，要水有水，要火有火。小丧尸缺了颗门牙，至今还没长出来，吃东西还好，喝东西时常会顺着那颗门牙哗哗流出，老滑稽，可怜了。人类换了乳牙的第2次新牙，掉了之后就不长了，这都几个月了，齐身寻思怕是不会长了，得找个办法给他镶一个。门牙的位置镶金镶银都太土，目前各大城市均已沦陷，3甲医院关了大片，根本找不到，还是得去地下城找个牙科医院给他宝贝镶个假牙。酸辣粉泡好，齐身只放了一小半辣，醋倒是全放了，用叉子插出一点，放桶盖上，吹吹再去喂。钱钱可乖了，吃一半饱了。齐身把剩下的2口吃了，垃圾丢外面，没事翻了翻房间里的小抽屉，见有香水，拿出来喷了下，水蜜桃味盖住房间里弥漫的酸辣粉以及腐尸味，后面就没再乱翻人家小姑娘隐私了。香味飘进钱钱鼻子，手举在空中抓了一把空气，齐身出去把门锁紧，卧室门也上了锁，回来抱着香喷喷的老婆睡觉。钱钱吃饱喝足不困了，现在凌晨2点，齐身困了，将夜视镜取下放床头，打了个哈欠，蹭了蹭小丧尸，闭眼睡觉。南钱盯着天花板，7点才困，齐身7点10分醒，钱钱又趴齐身肩膀睡着了，睡着没法盘腰，脚垂在两侧，齐身抱着他也不嫌累。司林默等人在安全点集合，用对讲机呼叫几遍都没回应，默眸微蹙道：回去找车。金可他怎么办？不等了。司林默联系不上，再说吧。等他们回去找车，齐身早开着越野带老婆都疯了，他把对讲机电池给抠了，暂时不想搭理那群队伍。出了个老鼠屎，他觉得那锅汤都是坏的。去地下城不认识路，导航系统已经瘫痪了，没法用，一会还是得把电板插上，靠他们找路。被遏制住短处的感觉真不爽。齐身把副驾靠背往后调整，钱钱身上盖着粉色毯子，安静的睡着觉，白皙小脸在初日暖阳的洒照下精致夺目。齐身开车时不时瞥一眼，心情美滋滋，真漂亮。拿过放在腰腹处的小手，指腹搓了搓手背，软，喜欢。有占有就会有欲望。最开始找不到人，想也只能梦里想，好不容易找到，一直跟团，找不到机会。昨天又是失潮，又是那群人逼逼赖赖，觉没睡好，又困又累，没心思想。现在觉补足，失潮散开，太阳正好。齐身通过后视镜瞥见后座食物，再看看副驾车距，空间还算大，应该能放得开。行动比心动还快，一脚刹车，停了。周边是个矮花坛，面积很大，不遮掩。齐身利用木系异能，让草疯长，藤蔓交织果缠，只留了一点缝透光。他先是亲了亲钱钱的嘴唇，嗓音低哑，含着难掩的股欠火：宝贝，我会负责。南钱都还在睡觉，系统见他在齐身身边安全，溜回芥子空间，好久都没出来了，根本不知道他的好大要清白不保。齐身研究了一会，钱钱醒来，他不知道齐身在干什么，灰眸很呆，表情太过无辜，脑袋还微微摘歪，萌得齐身老脸一红，一时间忽然觉得自己十分丝爱流，
趁人傻要人清白。小丧尸嘴里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本能音腔，不会说话表达。他现在对齐身的依赖到达了恐怖地步，难受了，想让他抱抱，但这份难受就是对方给的，他越是要抱，齐身就会越。前方有异样，周恒观察四周路况，借助望远镜辅助，有月季疼不奇怪，只是那疼怎么在替付？从外形轮廓来看，像一辆车，车怎么会疼爬满？随着皮卡靠近，周恒确定了那就是一辆车，而且轮廓越看越熟悉，越野。齐身？不确定是不是？周恒把消息报告给司灵墨，司灵墨让李成富把车开过去。金可几人从皮卡后车厢跳下去，靠近时脸色微凝，有点不太对劲。司灵墨跟着下车，还没靠近就听一道古怪声响，伴随着沉重的呼吸。司灵墨脊背一僵，心口不知道为什么狠狠揪了下，有点疼，不舒服。金可他们互相交流了眼神，摸摸鼻子赶紧走开。司灵墨却僵直地站在那，听了一遍又一遍，脑子里很乱，隐隐生出几分嫉妒，想阻止他们胡搞，脚步却抬不起来。人家是正经对象，他们又没什么关系，自己用什么理由去阻止？齐身察觉外面有人，退开一小截藤蔓，发现是他们，真 TM 操蛋，这都能碰上。藤蔓绕得更严丝合缝，阻隔了视线，同时用异能在外筑起一面墙，听都不让听。不知道过去多久，齐身简单收拾一番，藤蔓解开，降下驾驶位的车窗散位，小丧尸躺在副驾，闭合的眼角还有泪痕，尾梢印着红晕，身上不仅盖有薄毯，腿上还搭着齐身的外套。齐身下车，此刻他气息基本稳了，拍拍袖子上不存在的灰尘，满面春风的走到司灵墨身边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司灵墨脸色阴沉至极，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注意，齐身笑都逃出来了，心情好，说话都亲和了不少，不再跟他们冷言冷语。司灵墨拳头攥了又攥，他清楚自己不该说，却总有股无名火压在心口，不说他难受。司灵墨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你这是强迫。齐身冷眉微挑，他说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司灵墨，他是我的队员，我作为队长有责任监护，你在他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强迫就是不行。齐身耸耸肩，靠着副驾车门，姿态闲散。你怎么知道我家宝不懂？他可喜欢了，队长有那闲工夫，不如把周围草除了，美化环境还能锻炼身体，多好。司灵墨脸色愈发难看，他话都不会说，怎么喜欢？你在趁人之危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齐身没憋住嗤笑出声，你还直吧？司灵墨一愣，随即冷声道，当然。齐身眸子带上了几分意味深长，是直的就好，我们是夫妇，不管做什么，道德管不着，法律也管不着，你也管不着。司灵墨被他气走了。齐身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冷喝，有病。把副驾车窗降下去，扒在车窗上看着里面睡觉的小丧尸，可白了，五官又好看，娇娇嫩嫩，想到不久前销魂蚀骨的感觉，齐身满足的喟叹了声，手伸进去戳了戳小丧尸白嫩的脸。他一戳脸上的肉就会往里陷，不比在鼠园，婴儿肥都没了，天天逃亡，只能吃些没营养的零食，自己皮糙肉厚吃什么都行，小宝贝得吃好的，不然脸上肉都长不回来。下午隔壁生火了，熬了一大锅骨头汤，司灵墨端了一碗送过来，说是给小丧尸喝，他天天吃膨化食品，对身体不好。齐身，他很想硬气的告诉他，老子能养，你妈的没空间，装不了太多物品，还真没这东西。皮笑肉不笑的接过来，道多谢。白莲在一旁看着眼酸，司灵墨什么意思？没事跑去那边献什么殷勤？都怪齐身，现在黎正良死了，没人帮他弄东西，要是之前用锅煮食物，黎正良一定会第一个盛，之后端给自己，他根本不用动。现在他得自己来，李大奎那蠢汉胖得跟猪一样，不懂怜香惜玉，不帮自己弄汤就算了，还扎呼进他，把白莲气得丢下空碗不喝了。别人可不是黎正良，会体贴他。几个糙汉端着汤，你一嘴我一嘴，聊得正起劲，喝得也豪迈，谁有空去管坐在一旁的白莲？也就周恒过来问，你怎么不喝？白莲气得委屈，但他深知周恒不是黎正良，不能随便抱怨，于是便道，我不太饿。周恒，那也喝点补充能量。白莲这才点头，虽然重新拿了碗去盛，却越想越憋屈，突然就想到黎正良的好了，要是他在，自己哪用得着受这委屈？李大奎拿着大骨头啃得带劲，嚼咽同时喝了一大口汤，2秒见底，汤还有很多，大步跨去，见白莲在用勺子舀汤，粗声道，妹子给我盛满。白莲本就不高兴他，勺子一放里都不理。李大奎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他了，见人冷着脸走开，一脸懵逼，还跟傻缺似的喊，妹子咋了？他的喊声让不少人扭头看来，白莲只能假意挤出一丝笑，没事。李大奎想挠头，奈何左手端碗，右手拿骨，腾不出来，把骨头叼嘴里，自己去盛。越野车副驾，齐身把小丧尸晃醒，用勺子一口一口喂着，门牙漏汤，在胸襟前垫了很多纸。钱钱本来就慢，被齐身一番折腾，现在更慢了，灰眸半合，嘴巴张张咽咽。半个小时了，半碗汤还没喝完。齐身喂着喂着急眼了，把车门拽开，剩下的全到自己嘴里，再度给钱钱，几十秒就咽下去了。被强行堵住嘴的小丧尸眼底浮过一抹忧色，
转瞬即逝。慢吞吞抬手在齐身左脸上啪了一下，力道不是很重。齐身只当调情，渡完汤又开始全口腔扫荡。司灵墨在不远处看着，眼睛都快酸出泡了，双拳紧握，一口汤也喝不下去。白莲一直在偷偷观察他，见他对一只丧尸那么上心，心口不免泛起浓浓的妒忌之意。小东西长得可爱，大奎喜欢。没了黎正良那挑事的，大家交谈慢慢多了起来。李大奎经常找钱钱玩，没事给他变魔术逗他乐，不然就教他拧魔方。黄明忠被齐身揍出了阴影，根本不敢靠近。司灵墨会主动上前，但齐身不给他靠近，除非送饭时，以前是1周做1次，改善伙食，现在1周3次。司灵墨每次都会准时送上一碗，齐身接了饭就让人走，多留1分钟都不给，导致他只能匆匆看一眼。南钱也不可能天天在车上待着，太阳好，齐身会抱他出来晒晒。小丧尸喜欢晒肚皮，司灵墨会给他准备垫子。以前这都齐身做，有人乐意当免费的苦力，他也无所谓。齐身典型的卸磨杀驴，垫子铺完就让他走，司灵墨只能憋屈的离开。因为他几次告诉齐身自己性取向正常，对自己的潜意识理解也是，把南钱当队友照顾。齐身跟他才是一对，他不让靠近，自己也只能走，但走的同时就是很憋屈。李大奎、司灵墨、齐身都爱围着南钱。白莲的人设是文中恶毒女配，他会平等的嫉恨每个夺走他注意力的人，可能是南钱，也可能是女主，甚至可能是其他女配，所以他现在恨上了南钱。司灵墨的优秀就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，让他想据为己有。可惜对方对自己不感兴趣，他不能太明显，否则在队伍不好待。以前他对谁都一样，白莲的心倒也平衡。齐身，他的 crush 因行为恶劣，现在躺进了他的黑名单。李大奎，又蠢又胖，没有异能，就知道吃。这3个都是他印象最深刻的，要么是极致的喜欢，要么是极致的厌恶。以前有黎正良，至少他会围在自己身边，现在所有目光都围着南钱，又是陪玩，又是送吃，又是天天抱，让他又恨又嫉妒。丧尸还是个男人，一个个都是变态吗？队伍相安无事，近月余，临城路太多了，高架多得让人眼花缭乱，就是有地图导航都不一定能下得去，更别说他们瞎眼摸。齐身能力强，但你让他记录，脑子还真不够用。兜兜转转2个月，还困在里面。天也渐渐从秋转冬，冬季是幸存者最不愿到的一个季节，各种不方便，特别是晚上5点多就天黑了，找物资也难上加难，最怕的就是下雪。齐身总觉得临城要出事，说不上来哪奇怪，越是临近冬季，越有种诡异感。让主角团赶紧找路。周恒觉得在临城安全，以往在各大城镇3天2头一批尸潮，逼得他们不得不走。临城除了最开始一波，后面都是单支，部分区域甚至还没断电，食物充足，与其冒着风险换城市，不如在这把冬天过完。除了司灵墨，周恒也是队里的主心骨，他办事稳妥，加上水系5阶，实力相对较强，说话有一定信服度。众人相互看看，点头同意。司灵墨也同意了。临城路太绕，一时半会肯定出不去，不如暂时在这落脚。只有齐身不同意，怀里挂着软乎乎的小丧尸。他说：“临城容易下暴雪，万一遇上大尸潮，跑都跑不了。”小丧尸附和点头，轻轻齐身侧颈，好像在说：“深深说的对，奖励一个亲亲。”动作仍旧慢吞吞的，齐身也毫不避讳的在他脸上拨了口。司灵墨本能攥紧了拳，撇开脑袋，只有将目光落在其他地方，才能克制自己不生气。周恒，你没听周边人说这里没来过丧尸吗？即便大雪封路，只要储存足够的物资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齐身，这里没有武装部署，楼层都是普通住户，比郊区空楼危险。金可，人多平安无事才能证明真的安全啊。司灵墨觉得齐身说的有道理，没有武装部署的安全，就像纸做的坦克，轻易踩烂。虽不清楚丧尸为什么不敢靠近，但几个月停留在这，万一大雪封路，再遇尸潮，的确不安全。可话又说回来，现在世界各地都不安全，逃出去再没物资供暖设备，不如在这，他们都有异能，自保没问题。如果真怕，每晚轮流换挡就是。有缘再见。齐身把对讲机丢还给司灵墨，拿上背包，抱着钱钱阔步离开。司灵墨，现在走你也找不到路，还是兜圈子。齐身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车辆发动，司灵墨见他们真要走，担心以后见不到小丧尸了，急道：“我们也走。”周恒皱眉：“队长，他只带一个，退一步来说，那个还是丧尸，同类之间不会互相攻击，我们这么多人跟着他瞎闹会出事。”司灵墨，临城年年大雪，郊区有尸潮，市区也可能出现，在这待上几个月风险太大。白莲猜出他改口的原因。齐身抱南前离开的一刻，他眼睛恨不得盯穿，但他现在不能多嘴，黎正良不在了，多说多错容易出事，他清楚自己的实力，必须靠他们保护。空间有一定限制，2天开一次，一次只能待3个小时，如果不组队，靠他自己很难存活。在末世找一个能力强且正直的队伍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他不会换队，至少目前来说。以前跟的队伍里面什么样的垃圾都有，没有异能的女孩子就像军营里的营妓，任人糟蹋。周恒，
临城本地人住这么久都没事，我们一来就有血灾尸潮。队长，哪种方法更安全？你应该能分辨。司林默怕他们走远追不上，语速都跟着加快。信一次又无妨，更何况安逸久了，警惕下降。万一突发尸潮，我们只会被动。李大奎就是墙头草，谁说都觉得有道理，一会插嘴附和。对，这里物资丰富，待着吧，不就一个冬天。一会插嘴附和，说得对说得对，这太危险了，大家得提高警惕，命可是自己的。司林默眼看僵持不下，道：分批吧，愿意跟我走，现在离开，不愿意就留下等到明年春。所有人都皱紧了眉头，没想到队长能这么说。周恒，车就一辆，你现在走，剩下的人怎么办？司林默深深看了眼周恒，道：车子留下。周恒见他已经下了要走的决心，又气又急，与其在外面兜圈浪费汽油，不如在原地等冬季过去。如果这真的不会出现丧尸，以后在这落户也不是没可能，还费什么心思去地下城？队长，你也太固执了。司林默，个人选择。周恒纠结，明明这里很安全，为什么要出去找罪受？金可先举手，我走。李大奎粗声道，我也走。黄明忠没异能，想选择保险的地方，不准备走，但他手里有信息，要么选择全交出来，要么拖也给拖走。李成富纠结几秒，轻叹，我也走。白莲肯定要走，他信不过司林默以外人的实力，别人遇严重失潮只能顾自己，他可以同时兼顾两人。现在就周恒了，大家都走了，不能就留自己一个吧？不服气也只能道，好吧，我也走。顺着直线很快追上越野，按了按喇叭，齐身降下车窗啧了声，喊，这么快就想通了？司林默不想跟齐身说话，伸头看了眼他旁边的小丧尸，抱着胳膊看向前方，就像小学生正襟危坐一样，太可爱了。齐身察觉他的视线，脸刷一下就黑了，升上车窗，一脚油门，瞬间拉开两车之间的距离。有病！哪家直男净盯人家老婆看？司林默见看不到小丧尸了，失望的收回视线，将车窗升上去。11月9日下午18点20分，主角团刚离开的3个小时，以他们借住的小区为中心，所有人均高烧不退，紧接着大面积的变异，丧尸病毒的毒株不一样，并发症状不同。一栋楼住户至少500人，整个小区90多栋楼，原本井然有序的街道，很快被这一波变异的人类占领。临城的丧尸病毒是一种特殊毒株，不需要经过血液传播，打个喷嚏，说句话的口水就已经传染上了。他们有个过渡期，正好在齐身等人走的这天是并发期。北京时间20点，周恒觉得身体不舒服，紧跟着白莲、李成富等人也有了同样的症状，不到10分钟发起了高烧。司林默立即察觉情况不对，紧急疏散下车。下车后没2分钟，他同样察觉到自己的异样，脸色骤变。这种高烧的速度他很熟悉，怎么可能？齐身下车，看他们一个两个都不对劲，保持距离的问：你们怎么回事？被咬了？司林默甩了甩发胀的脑袋，不可能。齐身眉头一蹙，你最好实话实说，不然我现在就把你们解决了，免得祸祸人。司林默身体发烫，喉咙干涩，从正常36度的体温，短短10分钟直飙41，再烧下去直接就惊厥了。其他人已经没有理智了，嘴里一直在痛哼喊着难受。李大奎一脸懵逼的看着一群人，走到金可面前晃他胳膊，老金，你咋了老金？司林默，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接触过丧尸，赶紧让，声音因难受轻喘，让小宝下来。齐身，你喊谁小宝？司林默眼睛烧得通红，恨不得一拳砸齐身脸上，故意在这拖时间。齐身也不知道男前叫什么，其他人更不知道，天天听他喊宝宝小宝宝贝，司林默只能挑一个还算中肯的喊。司林默，你男朋友？男朋友一词吐出口，心脏猛抽痛了下，他自己还以为是发烧心烧出了问题，手腹上胸前衣料死死攥起，一副出气多进气少的模样。司林默的状态跟即将惊厥变异的丧尸别无两样。齐身眸底闪过一抹复杂，强者互相竞争，同样会互相欣赏，就这么成了丧尸属实可惜。但高热只能自己熬，扛过来你就活，扛不过来，明天我会给你留个全尸。司林默，你不能吵，他告诉自己不能吵。司林默从袖口抽出一把匕首，颤着手对掌心割了一刀，才算能继续清醒，呼吸越发粗喘。他能救。齐身不懂他在胡言乱语什么，担心他丫的扑过来，往后退了步，有病。司林默说话逐渐艰难，他能治。齐身用一副果然有病的眼神看司林默，内烧不比外烧弱，掌心鲜血直流，理智一点点土崩瓦解，身体跟着抽搐，跪倒在地，赤红着双眸，声音喘，极力想将自隐咬清晰，把他抱下来。齐身看在人要变异的份上，勉强满足他的愿望，让他看一眼小宝。南前下来，司林默一把握住他手腕，齐身眉眼一凛，刚想将人推开，就见对方内烧的潮红逐渐正常。齐身惊呆，整个过程不过2分钟。司林默松开手，虚脱般倒在地面。齐身震惊地看向自家小丧尸，这是什么技能？别人被咬一口变丧尸死亡，还有小丧尸被咬一口亲一下
被抓一下，亲一下，被刺一下，亲一下。忽然眼神一凛，如刀般砍向司林墨。你算计我？司林墨苍白的脸说，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？先别说了，还有他们。虚弱的指了指几个队友。齐身不想自家小丧尸被占便宜，拉手是什么鬼治疗法？除了李大奎、黄明忠全员中招，不救还不行。挨个握完手后，用消毒纸巾擦了7、8遍，抱怀里挂着，不给别人再碰。钱钱乖乖趴在齐身肩上，胳膊环着场景，小白手动了动去碰缺牙，不聚焦的眼睛望向司林墨。旁人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，但司林墨懂，心虚。车子开不出去，绕回长江大街，看着街面游荡的丧尸，所有人神经均一震。周恒从鬼门关回来，差点魔怔，后怕不已，庆幸自己跟他们出来了，否则算是要交代在临城。得人救助，心怀感激。唯独白莲心里涌出无尽嫉妒，总是在反复的想，如果自己是治愈系就好了。齐身拿出一袋小饼干犒劳钱钱，钱钱坐在副驾驶，一片一片往嘴里送。车开得很快，临城先前的祥和好比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，现在彻底爆发，比想象中还可怕。齐身说的对，没有武装部署，有人的地方比空楼危险。大面积铺开的丧尸互相啃噬起同类，直到身体腐烂有了尸臭，才拖着僵硬的身体去寻找新鲜人肉。他们在临城绕不出去，相对来说较为被动。油箱油量到达了警戒线，储存耗尽，还在兜圈子，只能去找加油站。这些丧尸像是能定位一样，走哪拿满。齐身下车加油，小丧尸被他放在副驾。白莲轻呼了声，惊恐地看向胳膊上的血印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他被咬了，急得他赶紧去拉车门找南钱，因为害怕力道不知轻重，把小丧尸给拽下了车。南钱行动慢，差点摔了一跤。白莲眼见一大片丧尸围来，慌了神，握住南钱手腕，确保自己恢复，同时拿他去挡丧尸。齐身眸色一冷，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浪瞬间席卷即将贴上南钱后背的丧尸，眨眼成了碎渣升华。丢下油枪，气得把白莲一脚踹进丧尸群，将傻乎乎的小丧尸塞回副驾，再把车门上锁。白莲吓得脸色惨白，在被丧尸掩埋之前，匆匆躲进空间，才勉强苟活，双腿虚软，浑身颤抖。齐身简直不是人，心肠歹毒，竟把自己往丧尸太多，每个人都自顾不暇了，根本没人注意白莲。车加满油，齐身让他们赶紧撤。临城的尸潮不仅主角团没见过，齐身也没见过，犹如过江之鲫，一眼望不到边。皮卡5个座位，多出2个人必须坐后厢。白莲被齐身踹开，大家没法为了找他耽误时间。黄明忠坐进越野，齐身放了手轻音乐，逃命时刻他反倒不急了。南钱脑子能用一点后，品味提升就不怎么听山歌了，现在他喜欢仙气飘飘的古风琴音。黄明忠频频朝后看，泱泱一片，很是吓人。齐身放慢车速，丧尸都追车屁股了。黄明忠攥紧手枪，你怎么开这么慢？后面有丧尸追。齐身手放进暗格，不知道在摸什么。他道：地下城在哪？语调轻缓，不疾不徐。黄明忠神经一紧，眼神慌了1秒，很快遮掩住，道：快了。齐身通过后视镜捕捉到那1秒的反应，眉头稍扬，从喉咙发出一声低笑，有音乐的舒缓，倒也不会让人觉得压抑。黄明忠后脊一僵，木讷解释：我没异能，直接告诉你们把我半路丢下怎么办？齐身唇角轻扬，似笑非笑地问：我像那么不讲义气的人吗？黄明忠：谁知道。齐身从暗格里又摸出一袋小饼干递给老婆，好一会没说话，突然开口：都中了招，你怎么没事？黄明忠拿枪的手一抖：你不也没事？或许因为生气他这么问，又或许因为别的，嗓音很重。齐身倒觉得他心虚。黄明忠通过车内后视镜看到那抹带着深意的笑时，瞬间汗毛竖起，有种独自走在深山被凶残野狼盯上的窒息感。稳住颤抖的身体，眉眼闪过一抹狠色，拉开保险栓，就在他抬枪的1秒，手腕被一道水流给固住，车子急刹，原本该击中齐身的子弹打入黄明忠心窝，略显灰魂的眼睛瞪大，不敢置信，手脚却无法动弹。齐身讥讽一笑，知道末世最忌讳什么吗？黄明忠此刻已经说不出话了，血顺着伤口流出，堵都堵不住。钱钱见没人理他，亲亲老公，发出了一个单音腔 N。 齐身接着他的恩音说：自以为是。黄明忠瞪眸，想说什么，只可惜子弹打穿心脏，生命值急速下降。齐身摸向他口袋，没东西，又把他全身翻了个遍，找到一块婴儿手掌大小的黄色透玉。黄明忠已经断气了，根本没机会露出一副秘密被发现的恐惧。拿到东西，将尸体丢下去，遭饿了许久的丧尸啃咬。齐身处理完，大掌卡在小丧尸下颚，挤了挤他2旁的肉，收回手，发动车辆离开。想杀他，回娘胎再待2年都不够格。看着手里的破玉，意外收获，这算得上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吗？不清楚黄明忠的目的，他也不想知道。从种种行为来看，来临城大概是故意为之。
但黄明忠明知道小宝能治疗被咬的异能者，有他在，失败的几率不是很大。不明白，懒得想。算，司林墨的队伍已经被他干了3个，下一个会是谁？钱钱伸手指指破玉，眼睛望向齐身，意思我要。齐身把破玉给他，钱钱摆弄了一会，放嘴里含着，接触到合适的温度，破玉化成水，被他咽了。齐身开车没多注意，东西没了。钱钱眨眼，低头找了好一会，再摸摸嘴巴，最后实在找不到，慢吞吞的去扯齐身袖子，2只手摊开，无辜张嘴，缺个门牙的嘴，老滑稽了。齐身怎么了？钱钱攥了攥手，指向自己嘴，手指往喉间戳。齐身觉得好笑，忽然神经一紧，一脚刹车，2人都朝前弹了弹。异能墙暂时阻隔了跟上来的丧尸，拉上手刹。齐身紧张地看向小丧尸，问：宝贝，东西呢？钱钱指了指自己的嘴，聚不了焦的灰眸写满了无辜。他不知道，他就想尝尝变成水喝了，不然吐给深深。抠嗓子，他没什么感觉，吐不出来。齐身把他手从嘴里拿出，轻叹：算了，吞了就吞了吧，有没有哪不舒服？钱钱缓缓摇头，摸摸肥肥的肚脐，握住齐身的手往衣摆下带，温凉的手掌贴着肚皮，感受小肚子的起伏。南钱有体温，摸起来也软软的。齐身没忍住拍了下，南钱生气的把他手推开，后面尸潮追得紧，齐身有心想调戏小媳妇儿也没时间，被推开的手按回去，攥了一把小肥肉。在小丧尸要打人时，手扶回方向盘，按下手刹，踩紧油门，被丧尸追，误打误撞找到离开的高速。齐身瞥了眼后视镜，摇了摇头，带小丧尸离开凌城。齐身没看见皮卡，主角团也没看见越野，双方就这么被冲散了。李大奎就是混分躺赢的，没什么有用信息。黄明忠不在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。地下城的线索断了，对讲机在一定距离下连接不上，司林墨根本找不到他，白莲也不在车里，不知道他们是没逃出来，还是在那辆车。出了凌城，齐身带小丧尸去单打。齐身想知道破玉被他吞了，会不会觉醒别的异能，教他怎么凝神控制。小丧尸开始还会好好学，后面被教急眼了，神经痛，逮着齐身就锤。齐身被锤了几次，也就不教了。沿海的冬天不怎么冷，钱钱穿着黑色外套坐在公园台阶。齐身去打丧尸了，让他在这等。异能用的太多，金核消耗多，得去弄点存货。总是抱着小丧尸不方便。这公园他观察了好几天，方圆10里的住户根本不敢出来。现在还没感染的人类，哪还敢乱出门？逛公园更不可能了。把小丧尸安置在这相对来说安全。钱钱脚边有一篮子零食，一个棒棒糖都没吃，光在数另一边的钻石黄金了，边数边往手上戴，1个2个3个，17、18、19、32、33，手指戴不下了。还有好多项链挂脖子，像大米粒一样粗的他不喜欢，就喜欢那种细细带点小花样的，一戴就戴了上百条。有钱，超有钱。等了4个小时，齐身还没来。钱钱将剩余没地带的黄金丢进小篮子里，挎起他去找老公，步伐很快，根本不像往常那么慢吞。他站在十字路口嗅了嗅，直走。在找老公的途中，很多丧尸从他身边擦过，朝某个地方集中，丧尸一多路变窄。他的小篮子被他们撞掉了，齐身贴心给自己准备的食物被他们用脚踩碎，小丧尸当即就恼了。他一发火，原本还挤在周围踩他小饼干的低级丧尸们纷纷散开，像鲨鱼捕食，群鱼远离。乌泱泱的一片，唯一独空出了那么一块，不够解气。钱钱拿起小篮子，把手里的戒指全给推进去，空出一张干净的小白手，步伐走得极凶，但他一靠近，他们就后退，再靠近，再退。钱钱收敛了异能气息，丧尸们不退了，踩他小饼干的都挨了打，有些太脏下不去手，就抬脚踩他们脚，一只脚跺一下，出气，回去捡篮子。被踩碎的饼干不能要了，上面都是脏脚印，把里面掉出的戒指捡起来去找深深。真是的，让人操心。钱钱想，系统从芥子空间出来，能感觉到他脑波，不是智障能这么想。钱钱是不是好了？钱钱，你正常了吗？能不能听懂我说话？小丧尸冷漠地望向系统，伸手抓住他的尾巴，丢开，挎着小篮子找齐身。齐身在文天大街被丧尸堵着，金河是挖了不少，也把自己给挖进去了。想办法离开的途中，遇一群变异丧尸，速度快不说，感染性还极强，费半天力挖的金河也都消耗得七七八八。别看每次在人前用异能轻轻松松，攻势很猛，觉醒全系异能的坏处就是比普通异能者还要耗费金河，一旦备用金河用完，只能纯拼体力。人不是永动机，丧尸却是一波接一波。逃脱过程中胳膊被咬伤，跑得气喘吁吁，齐身狼狈的时候多着呢，只是没多少人见过。莫是谁真拼命时还能拽得跟258万一样，赶紧跑才是真理。他离开4个小时，至少有3个小时被丧尸追，他连车壳都碰不上，别说去开车跑了。能量储存不多，不能再用异能，否则一会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他家小宝贝还等着回去接。
不知道哪个缺德怪在柱子与柱子之间绑了一道透明绳，起身看见个鬼哦，脚下一绊，踉跄前倾，丧尸直接扑来。好在反应快，一个翻滚躲了过去。钱钱闻到气味，知道齐身被他们围攻了，气得当即把手中挎的小篮子丢开，快步过去。他一生气，亦能逼得周围丧尸后退。看到齐身把人护在身后，凶着眸，死死瞪着一群青灰色的丧尸脸，敢欺负他的人。异能威力释放，丧尸畏惧，空出了更大一片场地。他们退开却不离开，舍不得齐身这块鲜美的肉。释放异能有个临界点，只要触碰到，异能威力将会到达顶峰。丧尸们原本还绕着，想找机会啃齐身，下一秒犹如苍蝇乱窜。你撞我，我撞你，远离，撤开！蓝钱手快揪住一个相对干净的丧尸，对着脚踩了7、8下，拳头捶向对方肚子，眼神极具威胁，吓得那本没有神智的丧尸哆嗦瘫倒。齐身都惊呆了，什么情况？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灰尘。钱钱一在齐身来，就开始伸交替软迟钝了，松开攥住丧尸的手，贴齐身怀里要抱。齐身把小娇气包抱起来，拖着小屁股，看着那纷纷后退的丧尸，略微不解。他往前抬一步，丧尸们就跟着后退一步。钱钱软软的挂齐身身上，下颚搭在髋间，微微侧头，灰眸对上尸群，眼神犀利而冰冷。被他对上视线的丧尸身体逐渐僵硬，最后竟直直倒下。齐身一直不知道他吞了破玉后会多出什么异能。美杜莎的眼睛，被他对视过的丧尸就像电能控制的机器人，切断电源后直接关机。尸体会僵化，只有他愿意去解除，丧尸才能动，否则就会一直是将死的状态。南前眼神变化，齐身根本看不见，毕竟他后脑勺不长眼睛。在他眼里，他家小丧尸柔弱不能自理，吃饭要喂，喝水要喂，走路要抱，睡觉也得在一边陪着。齐身后知后觉才发现，他们应该是怕怀里的小丧尸。他没来之前自己被围堵，他一来，一群丧尸跟见了鬼一样的后退。齐身抱着南前去找车，所过之处3米以内没有丧尸敢靠近。直到上了车，齐身惊疑地望向那白白嫩嫩的小丧尸，此刻坐在副驾的钱钱，双目呆呆，精致小脸没任何情绪。齐身想到大概是破玉的效果，毕竟之前丧尸能靠近南前。事实上是以前钱钱脑子笨，转得慢，又有齐身可以依靠，只想当个小百王。后面陆陆续续遇7次尸潮，都是在齐身快扛不住的时候，钱钱溜快跑来救。然后夫妇俩搭配着挖金河，一半给齐身补充能量，一半给钱钱收藏。金河是一种很透的石头，在阳光折射下会闪着钻石一样的碎光，喜欢亮晶晶的小丧尸会把它们专门放进一个小匣子。他们在临海城市过了冬天，找不到地下城，齐身就带个小丧尸游全国，路过2次小基地城，装了一车食物，前往下一个地点。大约过了5个月，瘦成瓜子脸的小丧尸又养回了小鹅蛋，小脸颊又嫩又软，肚子跟怀胎3月一样，腿胳膊倒没什么肉。齐身常常把脑袋贴他肚皮上，一副听胎的模样，乐呵呵的笑说：“来，让老公听听今天吃了多少。”小夫妇俩日子过得悠闲自在，尤其是齐身，天天供骨欠，只有碰见尸潮才会老实。钱钱每每都红着眼，一副被欺负狠了的模样，看得齐身狼性大发，难以自控。餐前小小开胃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刚要开吃，玻璃贴来一张大脸，李大奎龇牙乐呵，敲窗户问：“嗨兄弟，是你们吗？”齐身立马拽过一旁的毯子盖住疑。你春光，车窗的魔防窥度90%，像李大奎贴那么近，绝对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了。还搁那呲着大牙乐，齐身火气直飙200，把车窗降下来，巴掌照上李大奎的脸，一把将人推开。李大奎倒退好几步，你干啥？齐身隔着车窗怒斥，下次再扒车窗，老子废了你！李大奎心虚摸了摸鼻子，他承认是看到那么一点，丧尸小弟皮肤挺好，那啥对都不错。丧尸小弟有的，他自己也有，有啥大不了的，看就看呗。齐身将车窗升上去，气急败坏地盯向自家2弟。钱钱闭着眼睛，一副睡着了勿扰的模样。齐身望着老婆蛋，贴脸亲亲，穿上衣服下去。小半年没见，司林墨轮廓硬朗不少，眼神也更为犀利。反观齐身，尾梢含春，一副天天被蜜滋润的模样，只是因为这次被打扰，染上几分不愉。司林墨问：“黄明忠没跟你？”齐身笑不达眼底，他说：“怎么不见了？”司林墨沉嗯了声，齐身双臂环胸，啧了声：“8成没逃出来吧？我只带我老婆，其他人死活不管。”司林墨听到他说老婆，犀利的眸子晃了晃，沉默了好一会才问：“他怎么样？”齐身说：“很好。”说着余光瞥见一道黑色倩影，定睛一看，眸光顿时幽深了几分。他亲自把人踹进丧尸堆，居然还能好好站在这。白莲在察觉齐身目光时，身体一僵。司林墨在停车时看见那辆熟悉的越野，心就慌了，做了好几分钟的心理建设才稳住。只是没想到，仅仅只是对视1秒，就让之前的建设土崩瓦解。齐身将视线挪回，白莲腿软，匆匆躲进车里。他很怕戒指被人发现，尤其是被夺走，根本不能接受。那次高热同样没出问题的还有李大奎。都说人不可貌相，
齐身将环胸的手插进裤口袋，意味深长地瞥向李大奎，唇角微扬了瞬。李大奎抓了抓脑袋，鼾声粗气地说：“咋了，爷爷？我脸上有东西。”齐身有，好大一只蜘蛛。说完，准备回去看看老婆。司林墨跟在他身后，齐身脚步忽而一顿，转过身问：“你跟着做什么？”司林墨看看小宝。齐身不给看。司林墨拧眉：“为什么？”齐身不为什么。司林墨只能岔开话题问：“你怎么出的凌城？”齐身不知道。司林墨：“我们是被丧尸逼着碰巧找到高速，你下一步准备去哪？”齐身看了看天边的云 ，H 城。司林墨：“一起。”齐身立马将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眼神凌厉：“不组了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”司林墨：“组，我可以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你。”齐身不屑，说话贼难听：“你当你这位置是香饽饽？谁愿意管麻烦？”司林墨不管，必须组。小半年他每天都在想小宝，担心齐身食物不够会饿着他，又担心丧尸太多，齐身打不了，待他狼狈逃命。最怕的是齐身嫌他累赘，把人直接丢半路，无论是清醒还是梦中，都怕他出意外。他不管，不组队就跟他扯屁股。南前在车里把衣服穿好，推门下去，步伐慢吞吞的挪着。司林墨余光扫见那抹白色身影，定睛看去，行动快于大脑，阔步前进。齐身见他要去找南前，立马飞奔过去，一把将小丧尸搂住，按怀里，皮笑肉不笑的看着司林墨，问：“我把我老婆养得好吧？”司林墨眸底闪过一抹酸涩，扯了扯唇：“好。”齐身见他这副不遮脸的表情，眸色略深，用手轻轻挑起小丧尸的下颚，低头对着粉唇吻下去。司林墨瞳孔一紧，身侧的手因情绪波动攥握成拳，前乖乖站着让齐身亲。几人的互动被车里的白莲尽收眼底，他怕齐身，但更嫉恨南前一个丧尸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？丧尸是幸存者的敌人，这道理他们都不懂吗？被极度冲昏头脑的女配容易做些降智的傻逼事，从空间找到一瓶砒霜，眼底闪过一抹阴毒，没有立即实施计划，而是在等待机会。终于有一天，队里煮汤，白莲义务劳动给每个人舀，故意笑着问：“队长，这一碗是送给他们的吗？”司林墨嗯了声。白莲确定后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药，在司林墨看不见的地方撒了不少，再用勺子搅一搅，将排骨汤递给司林墨：“给你队长。”司林墨：“谢谢。”白莲笑，眸底却浸着阴毒，不知道毒对他有没有用。如果能毒死最好，毒不死，再想办法就是。他不怕齐身喝，他们俩一起喝一起死才好。恶心。齐身不爱喝汤，但他家小宝贝需要营养，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喂。他的牙不需要补了，前段时间长齐了。南前体内的菌株放在文明世界，恐怕都得高价售出的地步。可惜这是末世，他是丧尸，也只能是丧尸。白莲期待他赶紧病发，他不是不怕，是末世干多了缺德事，习惯了。他那点惧意，完全是处于对齐身的恐惧，害怕他发现什么。随即想汤又不是自己端去的，逐渐洗脑，也就没多少心虚了。1个小时过去，3个小时过去，天色渐深，越野那边传来动静，白莲眼睛唰地睁开，他不敢乱动，竖起耳朵听。前肚子痛，哼哼唧唧的要揉，接着要上厕所。齐身带他下车，白莲等了又等，看了眼夜光手表，过去1个小时了，应该是病发了吧。又是1小时，白莲见他们还没回来，也困了，睡前唇角勾起一抹弯弧，期待着明天早上的死讯。小丧尸蹲了3小时坑，腿都蹲麻了，干净惯了。换了一处地，握着齐身的手晃，他一句话没说，齐身也懂意思，亲亲漂亮脸蛋，把手电筒给他，道：“我去给你拿衣服。”大晚上，齐身动作轻，他的那点声不足以惊醒睡梦中的白莲。拿了衣服返回，用异能给他家宝宝又洗又搓，抹上沐浴露，洗香香。洗完后，齐身帮他穿衣服。前穿着榴莲拖鞋，像只树袋熊一样爬齐身身上挂着，大掌拖着软屁屁，靠近白颈深深嗅了口，感慨道：“真香啊！”前羞涩的扭了扭头，腿盘紧腰身。宝宝，我想凑到小丧尸耳边，话很丝溜，嗓音却带着致命的诱惑，干你！他成功了。李玉溪补屁 low y， 直到天破晓，鸡打鸣。白莲一觉睡得很香，起来时伸了伸懒腰，第一时间探头去观察情况。丧尸再厉害，原先也是人，毒不死也能要他半条命。就在他笑着出去时，撞见迎面走来的齐身，他怀里抱着南前，黑色外套搭在他身上，丧尸手脚无力捶打。白莲觉得应该是死了，只是齐身的反应不太对，当然不符他心中预期。齐狗昨晚吃了半夜的肉，刚刚咽足，心情正好着，把小丧尸抱车里休息，主动来找司林墨，心情极好的说：“我拿金盒跟你换肉，工具也借我试试。”司林墨意外，平时送汤让他一起喝，他不喝，怎么突然要啊？你想吃？齐身嘴角弧度明显，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故意还是故意。他说：“昨晚小宝累一晚，得补补。”司林墨脸当即就沉了，冷着脸道：“没有。”不过2、3秒功夫，又改口：“煮了你不准吃。”齐身笑，拍了拍情敌的肩膀，够意思兄弟。
说着拿出2块蓝色晶核给他。蓝色晶核属于1级高等晶核，吞1块大概能让4阶异能者维持1周精神力，5阶3天左右。像齐身这种半小时都够呛，所以他需要不断的收集晶核来维持异能正常。司灵墨将他手推回去，面无表情道：“不需要，给小宝吃，不是你。”他要不说齐身没准到巨蟹就收了，他单指只给南钱，这可不行。晶核换肉属于物物交易，直接送那是情敌挑衅。齐身把晶核丢给他，要不要不管。司灵墨皱眉，趁齐身熬汤下面时去越野副驾，打开车门，倚靠背放平，粉色的小薄被下躺着一个乖巧少年，圆润漂亮的眼睛此时紧紧闭着，不知道梦到什么，嘴巴动了动。司灵墨感觉心好像被什么击中一样，他抬手碰了碰小丧尸的脸，跟他想象中一样软，没敢多摸，怕把人吵醒。羡慕嫉妒的瞥了眼旁边空位，将2枚晶核放钱钱腿旁，退出来，小心关好车门。南钱在他离开的一瞬掀开眼帘，微微拧眉，露出不解，想不通，继续睡觉。趁煮汤的功夫，齐身把后备箱收拾收拾，腾出空间，再将后座零食干粮都给放进去，准备去副驾把小丧尸抱后座睡。后座空间大，睡着舒服。拉开车门，看见小丧尸腿上的2颗蓝色透晶，眸色深了深，把晶核拿起放回口袋，轻轻托起老婆的后颈跟膝盖。钱钱睁眼，齐身见把人吵醒，连忙嘘声哄的：“没事没事，继续睡，给你腾个舒服的位置。”小丧尸用脑袋蹭了蹭齐身的胸膛，打了个哈欠，继续睡。齐身心都快化了，系统这边不能再摆烂了。一共2个任务，抱男主大腿苟活，但目前是其大佬大腿抱起来更香一点。晶核没被挖，算是成功，也不算，苟活他喵有进度条，必须在男主身边才能触发增长。还有一个齐甜甜，这小女主也不知道在哪，真愁人。白莲看着南钱跟没事人一样，睡饱下来晒太阳，瞳孔金瞪，担心自己的失态被察觉，赶紧垂下了脑袋。不是说砒霜吃了一定剂量必死无疑吗？先前只是随心一想，没想到真毒不死。一群人看着，找一次机会难上加难，使坏的心只能暂时作罢，静待时机。系统一直在关注主线，白莲是原著女配，她的对手是女主齐甜甜，跟南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根本没注意她在使坏招。南钱知道白莲嫉恨的目光太过赤裸，包括昨天喝的汤被下了料，他都清楚，无所谓，反正死不了。醒来吓坏他了吧？又是一日阳光明媚，齐身右手抱着老婆，左胳膊下夹着卷起来的软垫，来到公园草坪。司灵墨在后面拎着石篮，任劳任怨。齐身把软垫铺开，让小丧尸躺在上面晒肚皮。司灵墨走到另一边，失神的盯着钱钱看。齐身重重咳了声，他才回神，把手上拿着的篮子放下去，说：“别太晚回去。”说完离开。钱钱戴着墨镜，手也垫在脑后枕着，衣服掀到胸口，露出白亮白亮的大块肚皮。他把脚抬起来，齐身主动给他当人形垫枕。跟着主角团，危险系数就是高。刚躺下没半小时，一股腐烂的气息扑鼻而来，齐身太熟悉这味道了，寒密的眼神倏地一凛，伸手一捞，将人扛肩上，垫子篮子也顺带拿走。司灵墨跑过来接应，见他们没事松了口气。钱钱被齐身扛着，墨镜下的眼睛瞥了眼那道高大身影，下一秒齐身拖着他腰跟屁股又抱回怀里，因为他手里的东西全递给司灵墨了。腾出了手，小丧尸自然落回舒服姿势，开车离开。腐尸味太重，据这么久的作战经验来看，绝对又是万人尸潮。公园本就那么2条窄道，不赶紧出去，一会别说丧尸啃你，就是挤都能把你挤死。车子开往十字路口，只听2声急刹，对讲机里传来司灵墨低沉的嗓音：“北边丧尸多，靠南走安全。”齐身瞥了眼对讲机，下一秒视线落在后视镜跟前方玻璃，观察四周路况，将方向盘往南打。钱钱听着对讲机传来的刺啦刺啦声，拿过来放在嘴巴边，慢慢说了声收到。司灵墨一愣，第一次听到小丧尸说话，他声音好轻，语速慢，好可爱啊。司灵墨平时话很少，听到那声收到，脸跟着泛起了绯红。他问：“是小宝吗？”钱钱刚要回答，一只大掌将对讲机拿走。齐身少聊废话，说完把频道切了。自从小丧尸傻了后，齐身也是第一次听他说话，平时都是呐。右手去钱下颚，把小脑袋往自己这边扭，言语中含着一丝警告的意味。下次不准跟他说话，你顺着南钱，万事大吉。你警告他，灰眸一眯，推开齐身脑袋，慢慢扭向窗外，随即又转回来，摸向对讲机，拧了2下，对讲机刺啦刺啦的。他说：“是。”没人回，钱慢慢又说了句：“我是。”司灵墨刚还阴沉的眸子一瞬发亮，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，只能道：“你们那边还好吧？”钱推开齐身再次伸来的胳膊，小脸生气，猫咪又瞪人了。齐身气他跟司灵墨聊天，又被他这副表情蒙着，现在不上不下，心窝窝疼，不愿让南钱说，提高了分贝，死不了。接着又想去拿对讲机，南钱躲着不给，抽空回司灵墨：“不怕，我很厉害。”每个字的语调都很缓，像是不同语言的人刚学中文，烫嘴，
连不成顺畅的长句。司林墨整个耳朵都红了，越是喜欢，越是后悔之前那么对他。一想到他现在是齐身的，仿佛有一盆冰水把他从头浇到脚，体温迅速冷却，耳朵的红也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去。齐身气得够呛，踩死刹车，将手刹拉上去，夺了南前手里的对讲机，扣了电池。他家小猫又开始瞪他，嘴巴一动一动的，好像要龇牙咬他一样。齐身捏着他嘴巴亲了口，声音放温，摸了摸蓬松的小脑袋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钱钱撅嘴，齐身又前轻亲了口，笑眯眯的望着老婆，不生气了。钱钱点头。齐身眼看丧尸追来还有一段距离，温柔的握着小丧尸的手，说：小宝，司林墨就不是好人，你看他身边的人个个凶神恶煞，我们离他远一点。说完又亲了口，蜥蜴的望向南前。齐身又顺又亲，哄好了。钱钱勉强同意，乖乖点头。眼见丧尸围过来，齐身拉下手刹，油门踩死，车辆疾驰飙出。来到步行街的车道，前方丧尸太多，司林墨他们已经被逼下车了，有人往商场里奔，也有人往小道里跑。齐身拿上枪跟背包，抱着老婆蛋赶紧离开，没一会便混战了。齐身把小丧尸放在一处安全的，走之前亲了口脸，说：一会记得来支援。南前点头，从右手食指摘下一枚金戒指，塞给齐身。齐身看了眼，随手放进口袋，摸了摸小手后，把丧尸引开。主角团同样在击杀丧尸，白莲拿着枪，就在他扣动扳机时，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想法，眼睛快速搜寻南前的位置，人头太多，半天也没找着人，倒把自己给逼进一处死角，靠着异能暂时抵挡逼近的丧尸，最后终于扫剑影，抬枪准备打。南前像是后脑长了眼睛一样，拽过身旁的丧尸，替他挡了一子弹。他没有使用特殊异能，齐身还能打，不需要他的场外援助。白莲剑没打中，砰砰连开几枪。南前抓丧尸当护盾，眸底浮过一抹冰色，快速锁定目标，灰瞳微眯，危险十足。白莲有种被饿狼盯上的错觉，但他找不到，丧尸又冲破异能，逼得他不得不躲进空间。南前见突然原地消失的白莲，眉心一拧，在原地愣愣站着。不一会，齐身那边需要援助，小丧尸才动，靠近齐身，眼神立马就乖了。钱钱爱发呆，但瞳孔可以聚焦了，看起来也就不那么愣了。齐身搂过小宝贝的腰，手掌顺着腰肢滑到 PG， 拍了拍。1个小时的近身攻击让他呼吸有些不稳，略显粗重，比起大喘大吸倒也匀称。抽空调戏他家小丧尸，小宝贝真漂亮。钱钱赞同点头。齐身杀了不少丧尸，南前释放异能，他们所占区域的丧尸顿时退出3米空地。齐身捡尸体，挖金盒，不一会就把小袋子装满了。主角团那边一刻不敢松懈，更别说挖金盒了。齐身不要脸，靠老婆捡漏，挖个盆满钵满。尸潮都是一波一波，最短会持续1小时，最长可能会几天几夜。李大奎纯拼武器跟搏斗，很快就扛不住了，胳膊被撕下来一块肉。就在他以为今天要去见太奶时，他奶奶来了。小丧尸弯腰看他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杏眸看起来有点呆。李大奎一脸脏污，胳膊被咬了一块，鲜血直流。一个大糙汉见被人救，当场就哭了，喊：宝啊，来得真及时，我要不行了，呜呜呜。齐身从后面绕过来，踢了他一脚，别装死，赶紧起来。李大奎麻溜的爬起，捂着直流鲜血的胳膊，龇牙咧嘴，笑得憨厚。爷爷，齐身。李大奎想握南前的手解毒，小丧尸见他手上沾的不知道是屎还是血泥，嗖一下躲开，拽着齐身衣服往后缩，生怕被他碰上。李大奎，宝，我被咬了，快救我！齐身听他一声声宝，刺耳烦人，一脚将人给蹬开。他叫齐子金，以后喊名字。南前，齐子金是谁？李大奎，齐，怎么跟你一个姓？眼看齐身脸色不好，连忙补充了句称呼：爷爷。齐身，我的人跟我姓怎么了？李大奎伤口疼，还有心情在心里腹诽，哪有男孩子叫紫金，这名字叫你给起的，稀巴烂。嘴上却陪笑，说的是紫金好听，接着苦哈着脸，被咬了，求求治疗一下呗。钱钱拒绝。齐身，你手抓屎了这么脏？李大奎定睛一看，赶紧把脏手往身上蹭，他身上也不干净，越蹭越脏，伤口又疼得厉害，担心发热，急声哆嗦，爸，屁股被踢了一脚。李大奎立马改口，紫金。下一秒又挨踹了。李大奎瞪齐身，不是你起的名字吗？齐身，齐。李大奎急了，感情这伤不在他们身上，不知道着急。齐子金，齐子金，救命！齐身这才把他手用水浇了又浇，留给他一包纸巾，擦干净。钱钱才给他治，被咬没并发，异能也能提前阻断病原体。但齐子金这个名字，钱钱不喜欢。他有名字，齐身瞎起什么？钱钱越想越不高兴，收了异能，丧尸靠近。齐身我靠了声，扛上老婆，正好不远处有个台子，一个飞步从高台跃上2楼。李大奎根本反应不过来，就算反应过来，他也爬不上去。你妈的这么高，壁虎啊！没出意外，他又被啃了，打不过只能靠退。被咬就被咬吧，一群属狗的。一会跟宝会合，让他给治治。这场尸潮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，不仅是司林墨，所有人都打得精疲力尽，身上没一处干净。
到底都是异能大佬。司灵墨虽狼狈，至少身上没抓痕咬痕，其余队友也就惊恐，挨挠了一下。李大奎比较惨，后期完全靠力气推，手背手掌包括脸全是咬痕，哭着来找南前，紫金哀，救救我！那声音跟哭错人，我的二大爷哀有那么几分相似。钱钱努了努嘴不动。李大奎把脏爪子洗干净，用力握住小丧尸白净的手，真软，娘们唧唧，秀气秀气。握了2分钟后，李大奎这傻逼玩意儿舍不得松手了，寡了20多年，眼见就要奔30了，连女孩的手都没握过，碰男人的手都他妈糙的一批。宝可真软乎，听说女孩子都是柔弱无骨，宝也就硬一点点，但皮还是软的，不错不错。齐深见他一脸吃相的盯着小丧尸，又是一脚给人蹬开，冷眉怒视，再给我一副色眯眯的贱样，以后死了都不管。李大奎捂着伤口赶紧跑开，边跑还边扭头怕齐深追来。一众人都集合了，只差白莲。司灵墨问周恒联系上白莲了吗？周恒摇头，我去找找。就在他正要去找时，白莲从拐角出来，身上穿的是黑白拼接冲锋衣，一点灰尘都没有，与厮杀的众人格格不入。司灵墨见他又没受伤，并且外形整洁干净，眼底不由露出几分深意。白莲出来时没注意自己衣服洁净的程度，周恒来问，你没受伤吧？白莲摇头。司灵墨问，这里有地方躲？白莲一愣，随即才意识到衣服的问题，瞳孔骤然一缩，略显慌乱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扯了扯唇说，那边百货商场有个隔间，你们也知道我实力不够，只能找地方躲。钱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挂齐身怀里了，跟他咬耳朵，小声说，骗，看见羞一下，不见。齐身把小丧尸放下来，低头，两人对视一会，薄唇靠近，亲了亲老婆白皙的脸，钱钱也慢慢亲了他一口，重新将人抱起，手对着小丧尸的后背拍了拍，目光落在白莲身上，带着几分若有若无的意味不明。两人的亲密互动被司灵墨尽收眼底，一股酸劲直冲脑门，难受的要命，想撇头，眼不看为净，行动好似不受大脑控制般，自虐一样的看着他们甜蜜。小丧尸被抱着，两条不长不短的腿在空中悬着晃，嘴巴轻轻齐身的侧颈，有点汗味，臭，不喜欢。于是又开始咬耳朵，你臭，洗澡。齐身正看好戏上扬的嘴角瞬间僵住，眼睛斜垂，见小丧尸捏着鼻子拖着屁股的手轻拍了下，没良心，会说话了，开始嫌我臭了。钱钱，哼，齐身，操，洗，必须洗，把皮搓下来他都没怨言，带着小丧尸转移阵地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同时也吃了饱饱一餐。他满面春风的回去，司灵墨冷着脸等，快2个小时了，不用说都知道他做了什么。齐身见他们守在车旁，刚吃了大餐，心情好，怀里挂着老婆，走过去问，你们怎么不走？司灵墨冷声回，等你。齐身见他咬着牙说，心情更好了，笑，下次不用等了，毕竟我跟小宝时间不定，耽搁你们就不好了。司灵墨冷笑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这么克制不住脾气，不是齐身要跟主角团组队，司灵墨非凑上来，当初那句直的，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可笑。齐身很有自信，毕竟他的天赋异禀人间少有人，小宝离了他不行。司灵墨想抢，但南前看他的眼神不带爱意，他不敢跨出第一步，怕他厌恶自己。要不说人设的问题，这要搁齐身身上，只要他看上的，先别管对方喜不喜欢，抢来再说，强扭的瓜不甜也皆可。当然没有这个，这要搁南前属于他，这辈子都跑不了，谁他妈敢强腿给折喽？把小丧尸安置好，过去问司灵墨，小宝叫妻子金，好听不？司灵墨皱眉，反应跟李大奎如出一辙，他为什么姓齐？齐身笑，这你算问到点子上了，随夫姓。他一句随夫姓，差点没把司灵墨气死。放身侧的手掌攥成拳，骨头被他捏得咯咯作响。齐身看他表情，满意极了。情敌之间的挑衅，胜利者就是很爽，气死最好。后面司灵墨好几天没再见他们，下车都避开，实在不想看到齐身那张得意欠脸。又是半月，几人在 H 城郊区的山道过夜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夜晚视线受阻，不能再继续开了，原地生火扎营。突然一声狼嚎，让队伍里所有人神经一震。南前趴齐身怀里睡得正香，听到噪音，不舒服的往他胸口拱。齐身像拍宝宝睡觉一样拍着他，小丧尸手腕上戴着驱蚊手环，地区不一样，温度也不一样，即便是春天，也有蚊子嗡嗡绕耳。狼不比丧尸，这玩意儿战斗起来，人没有多少胜算。火堆不灭，几人却进了车里，至少有一层铁皮保护。跟一群臭汉男人挤在一张车里，白莲早就不满了。每当众人不顺他心时，总会想到黎正良，随即又想到那辆越野。2个人能睡5个座位，多叫1个人过去休息也不占空间，害他们现在这么拥挤。周恒算照顾他了，知道队伍里就他一个女生，每次夜里休息，如果在车里留夜，副驾驶的位置一般都是他躺。但白莲还是觉得不行，空间就是小了，让他躺着不舒服。人的欲望无穷无尽，你满足了这个，就会想下一个，越来越细化，贪得无厌。他再不满，也只敢放在心里，毕竟没有下一个黎正良供他吐槽抱怨。林里突然传来一阵哭喊声，
在寂静空间里显得尤为诡异瘆人。声音越来越近，皮卡车里的几人都清醒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李大奎耸胆一个，扒着门瑟瑟发抖。我的老天爷，今儿出门要看黄历，不会遇到那东西了吧？说到最后，声音打颤，想我年纪轻轻，队长保护我。墨眸微眯，他没回答李大奎的话，反倒是生出想把他踢出队伍的心思。黄明忠8成已经没了，没有有用消息。李大奎时常成拖累，留着也是浪费口粮。接着不仅有哭声，还有脚步奔跑的声音。李大奎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白脸也吓得够呛。这大半夜荒郊野岭，真的很难不让人多想。越野这边灰眸听见哭声以及系统兴奋的声音，眸底划过一抹病态战意。他搂紧了齐身，告诉系统，深深，我的名等于7，谁都不准抢。系统兴奋是你的，只要菟丝花女主跟其大佬见面，咱们任务2就算完成了。现在苟活进度条已经涨到36%了，加油钱。小丧尸收刀。系统就知道自己机智又聪明，没让南前先去找齐甜甜，再带他找齐身。你看，跟着主角团，女主迟早有一天能送上门，这任务不是轻轻松松吗？要论这事后诸葛，还得是系统。少女穿着破烂，跌跌绊绊靠近火堆，刘海下的脸即便沾有灰尘，也遮不住那绝世容貌。齐甜甜靠近，让所有人都警惕起来。尤其是当白莲通过玻璃看到齐甜甜，脸瞬间变得煞白，呼吸急促，慌乱不已，大脑更是一片空白。他怎么没死？万一他找自己要戒指该怎么办？让他们知道戒指的事，自己是交出去还是不交？因为戒指是他自己杀人越货夺来的，他很怕自己被杀人越货，越想越恐惧，身体都出现了痉挛，虚软的根本无法动弹。男人本色在李大奎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，刚才有多怕，现在眼睛就多亮。仙女，齐甜甜看到车辆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终于有人了，呜呜呜！绕过火堆拍车门，他拍的是越野后座门，齐身正抱小丧尸和演小气，越野离火堆有一小截距离。齐甜甜拍车窗，他只能看到个轮廓，根本看不清模样。大半夜他这么干实属恐怖，齐身当即将枪上了膛。怀里的小丧尸拱了拱，齐身手掌放他脑袋上安抚。皮卡那边的人都下车了，齐身把南前安抚好，也准备下车看看，谁他妈大半夜出现在深山老林？结果一看是齐甜甜，他眼珠子都快瞪下来了。上了膛的枪一擦枪走火，好在对准的是地面，这要对准人，怕是难逃一劫。子弹出膛的声音把整片林里的鸟都给惊飞。刚才齐甜甜哭就已经吓跑不少。白莲这边哆嗦着把戒指从颈脖取下，左右看了看，不知道该往哪放，放身上肯定不安全了，在这边放车里。暗格不行，坐垫也不行，找来找去看到脚垫，白莲眼前一亮，赶紧将戒指藏起来。一会就当不认识齐甜甜，反正他们也不认识，是非对错还不是由自己说了算。调整了情绪，身体果然好多了。白莲嫉妒齐甜甜的容貌，在末世没来之前，她好像天生活在聚光灯下，走哪都很耀眼。评选校花，票数最多，都说她长得好看，她怎么一点没看出来？那些投票给她的人，都是一群庸俗只会拍马屁的人。齐身本想把手扶在齐甜甜肩上，问她这2年都在哪，想到车里的小丧尸，虽然一个是男生，一个是女生，但他还是把手收了回去。甜甜，小姑娘很诧异，对方喊出自己的名字，泪眼朦胧的抬头望去，确定这人她不认识啊，长得好好看。接着又把其他人给看了一遍，还有一个长得也好好看。司林墨看着突然出现的小姑娘，齐身又喊了对方的名字，皱眉问：“你认识？”齐身沉嗯了声。齐甜甜以为自己遇到坏人了，哆嗦着往后退了步，颤着声说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齐身返回车里，拿出手电筒，打开灯，仔细照在少女脸上，耳边有颗小痣，确实是她妹妹。他把灯打在自己脸上，也就2秒，嫌刺眼给关了。道：“看清了吗？”他以为他是大晚上看不清楚，谁知道小姑娘下一秒还是摇头，小鹿般的眼睛浸着泪，表情很害怕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女主的颜值必定是天花板的存在，她的一颦一笑莫名吸引人。一群人除了司林墨跟齐身，其余男性都不由对她心生爱惜。齐身不解：“你这2年出什么事了？”齐甜甜哽咽，她虽害怕，至少比刚才一个人在林子里跑要好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认识你吗？齐身随即皱眉，失忆了。司林墨看向齐身问：“他是你什么人？”齐身抬头与他对视，说：“他姓齐。”齐甜甜眼睛还有泪，脸脏的跟小花猫一样，眼睛撑大，表情很意外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齐身：“我也姓齐，你说我怎么知道？”齐甜甜小心翼翼地问，嗓音略带哽咽：“你真的认识我？”齐身：“李大奎，你们是兄妹？怎么长得不像？堂的还是表的？”“哎，不太可能是表，都姓齐，应该是堂兄妹。”齐身懒得跟李大奎解释。齐甜甜看样子应该是失忆了，大半夜从山林里逃过来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齐身问：“你为什么会从林里过来？”齐甜甜见他好像真认识自己，打了几个哭嗝，缓了缓，说：“木木死了，丧尸追着我跑，我不认识路，我也不知道。”小姑娘说着要哭了。
木木是只丧尸，却一直保护他。前天被异能者挖了金河，他也差点被那群变态攻碎，要不是遇到尸潮，自己可能都跑不出来。他迷路了，本来一直忍着恐惧，狼嚎声把他吓着了，这才边跑边哭。当他看见火光那一刻，像是抓住了救赎。其实他也是怕的，怕遇到一些烟杂队伍，给他们当女织。有异能的处境可能会好些，像他这种没有异能，齐天天光想想就害怕。南前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开门下车。他一出现，2道目光全落他身上。齐身能理解，他不太明白司灵墨为什么总要用齐身那种眼神看自己，自己门牙还是被他磕掉，也不道个歉，想想就生气。齐身见不得司灵墨惦记他的人，小丧尸一过来，他就展开胳膊，前过去挂他身上。只要在地面站着，日常树袋熊模式。平时南前在人前几乎很少主动亲齐身，现在脑袋往后挪了挪，灰眸聚焦在那张薄唇上，想了一会贴上去，浅亲了一口。齐身耳朵刷一下红了，激动又害羞，真的是这么多人呢。浅离开的那一秒，齐身反亲回去。坐，宝贝又甜又香。这一波别人都是吃狗粮，就司灵墨吃伤害，气得眼角发红。他嫉妒，他喜欢，但他却没主动过。唯一的一次就是还金河，在他睡梦中碰了碰脸。喜欢男人？或许吧。皮卡已经无法再容纳人了，齐天天只能去齐身那边睡，副驾是小丧尸专属，后座他们俩要睡，齐身就让小姑娘在驾驶位凑合一晚。齐天天知道自己现在不该挑，人家肯帮助就很好了。虽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认识对方，但处境应该安全。白莲那边听到李大奎说，真是缘分，这也能遇见。金可，那女孩长得挺漂亮。李大奎，是吧？跟洋娃娃一样，好看。金可，他们家基因真好。白莲听得云里雾里，只听他们夸赞齐天天的容貌，不免让他那颗自卑心放大，从而产生极度的负面情绪。司灵墨听他们你一嘴我一嘴聊烦，冷声道：“安静。”金可立马闭嘴。李大奎也不说话了。距离天亮还有5-6个小时，没了声音，不一会一车人都跟着陷入浅眠。只有白莲攥着手，思绪混乱，一整夜没再睡。他在想明天怎么反驳，更在想着再一次杀了齐甜甜。他活着就是威胁。白莲不觉得自己心狠，漠视，谈什么团结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为了不让以后自己被动，他会找机会先下手为强。齐甜甜晚上也没怎么睡，到一个陌生环境，他是警惕的，车里又有2个男生，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对，毕竟不熟，他还是害怕。南前见齐甜甜出现，危机感拉满，不准齐身分心给别人。后排空间类似于一个小型单人床，平时2人在后面睡觉，要么齐身靠外，要么南前靠外。一般南前靠外的时间多，齐身个子高，贴着里面腿好屈，天天抱压着小丧尸。有时候2人也会是蝶式睡觉。今天就是南前趴在齐身怀里，以前他脑袋不管是转里侧还是转外侧都无所谓，但现在齐甜甜在，小丧尸不让他朝外，把他头按里面，还用脑袋卡在他左肩颈窝，这样齐身想转都不方便。一整夜，齐身第2天醒来脖子落枕了，小丧尸给他揉捏肩。4至9月，南方多发雨季，连山路长，容易爆发泥石流，他们必须尽快赶往下一个地点。白莲见齐甜甜在越野车内，齐身还不说什么，心中难免有怨毒之气。自己好歹也算跟他共处过几个月，那辆越野车除了那只丧尸，谁也不能靠近。他们俩是一对，做法虽令人作恶，想想也是能理解。但现在齐甜甜突然出现，都是女生，他们凭什么厚此薄彼？齐甜甜以前在学校因美貌就受到过很多优待，白莲虽然跟他玩，但他打心里嫉妒，抢了戒指，把人推进丧尸群。原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谁知道人突然出现，先有丧尸把原本属于他的关注抢去，现有齐甜甜，一个晚上受到的待遇比自己好1000万倍。他真的厌恶齐甜甜，巴不得他去死。娇娇软软的菟丝花，就因为脸长得好看，别人跟他说话都是温声细语，区别对待最恶心人。齐甜甜在越野车里根本不敢吱声，窝在后座角落，偶尔泄露出几声哽咽。他好想木木，齐身从后视镜都看不见他，缩得太严实了。问戒指还在吗？齐甜甜一愣，打了个哭嗝。什么戒指？齐身空间戒指。齐甜甜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用手背擦了擦眼泪，脸上的灰尘被擦去不少，小脸精致又潦草。没有啊，什么戒指？齐身，那么大一戒指就给他弄丢了。齐身顿时觉得比自己亏1个亿还难受。他心心念念的空间，迫于给老婆吞了，错失觉醒空间异能的机会，意外碰上齐甜甜，失忆不说，戒指也给弄丢了。齐身的手忍不住附上额头，这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强求也强求不来。齐身，你这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记得多少？齐甜甜脑子一片空白，想半天想不出来，他只知道自己跟着木木躲了好多丧尸。车里气氛对他来说过于压抑，双手紧紧揪攥，肩膀更是往里蜷缩，害怕到声音打颤，同时带着哭腔。我不知道，好多丧尸，不记得了。齐身沉默，车子行驶好一段距离，他才再次开口：“我是你哥，叫齐身。”齐甜甜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
齐深叹气，记不记得无所谓，你把你记得的事说一遍。齐甜甜，就木木带我逃命，找吃的，我们睡过好多地方，大桥下、公园长椅，还有商场，也闯进过居民家里，不过他们都没了，房门是开的，被人搜过，我们就进去休息一晚。小女主是善良正直且柔弱的，即便是处在极端环境下，她觉得随意开别人家门也是不好的行为，跟着解释一大串，但她说的信息对齐深来说都没用。小丧尸见他们兄妹你问我答，自己好像被排挤在外一样，扯开安全带，把鞋脱了，脚踩在座椅上，蜷缩成一个球，脑袋埋进膝盖里，自闭。齐深见此，立即把隔板升上去，一手控制方向盘，另一只手去摸钱脑袋，声线温柔：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知道这小东西占有欲强。齐深脖子到现在还酸痛，车速放慢了些，去握小丧尸的手，边看路边拉着他手往嘴边亲。乖，老公最爱你，就是问问情况，别生气。宝宝，理一理我，谁都没有你重要。宝宝，一声声宝宝让小丧尸打开了蜷缩的身体，撅着嘴。齐深开车不好，把人拽怀里，只能嘴上哄着，你在我心中排第一，宝宝别生气了。南前拽着他手往虎口咬，齐深等他气出了，再摸摸小脑袋，不生气了吧？钱嗯了声，把齐深的手从头顶拿下，放唇边蜻蜓点水般的碰了下，看着牙印，小丧尸歉意的望向老公，嗓音轻轻的对不起。齐深笑，手指夹住他脸捏了捏，跟着将手放回方向盘，望着路说，我是齐家收养的孩子，在齐家长到6岁，爸妈生了甜甜，宝宝她是我妹妹，也是你妹妹，我不偏心她，咱们只管她吃喝行吗？遇到危险就一救。钱别嘴，蓬松漂亮的小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不行，齐深只属于他，他不可以对自己以外的人好，如果非要照顾齐甜甜，自己可以代劳，齐深不准碰。齐深暂时没跟他思想挂钩，叹了口气，只想着一会到城镇再好好跟小丧尸解释。他们来到一个农业大省下的一个小县城，全世界都在爆发丧尸病毒，这里就像当初的临城，街边叫卖，人来人往。从外看楼，阳台还有不少户人家晾着衣服。司林默下来问才知道这是个小型基地城，但外面没见任何武装巡逻。路人让他们顺着这条道往县府大楼去，他问的一些问题他解答不了，就让他们找领导了。司林默去了解，才知道不是没有武装巡逻，而是时间岔开，他们进来正好是交接班的空档。基地允许旁省人来，没有卡得很严，但不会给他们提供住处，这里家家都有人，不能像别的地方随意冲进去。司林默一行人去找酒店，末世前就是废纸，他们谁也没有，结果这地方还就收钱。司林默拿金盒兑换都不要，倒让几人懵了。钱慢吞吞的从脖子上取下一条小金砖，递给齐深。齐深眼睛一亮，对，黄金，他家小宝贝可真会囤。问前台没钱，黄金可以吗？黄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通用货币。前台工作人员道，可以，不过需要先验一下。有不少外地人逃来安城，多数都没钱，用黄金抵，工作人员哪知道真假纯度，开始还挺麻烦，后来随着人数增加，久而久之，酒店也就衍生出这么一抵法。墨眸落在小丧尸身上，钱鼻梁上架有大框墨镜，将那精致小脸遮了大半，顺着脸往下看，白透光的颈脖戴了许多黄金细链，白玉般的细指也都杵满了戒指，手腕一样琳琅满目，有镯有环也有链，可复数了。齐深把小丧尸给他的小金砖递给前台，验完后确定真金，毕竟是末世，黄金不能按长价来算，低至200元一克，小金砖有8克，1600，单间180，标准间240，豪华间400到上千不等。齐深开了一个单间，2个标准间，其中一个标准间给他们2个女孩子住，剩下的一间司林默5人挤，大家也都没意见，毕竟出钱的是齐深。白莲站在最角落，头上的帽檐压得很低，担心被齐甜甜认出，虽然是迟早的事，但吃1克算1克。一块小金砖3间房也只能住2天，齐深他们倒是可以再多住1天。有过一次教训，司林默担心，他问齐深，这里会不会是下一个临城？齐深牵着小丧尸，另一只手刚将房卡贴上磁锁，只听一声咔嗒锁开，侧头道，临城可没这么热闹，放心睡，死不了。说完搂着老婆进去，关门。司林默见他们俩进一个房间，眼酸却无可奈何，标间2张床，个个都是5大3粗的汉子，一张床睡2个会挤，5个人，其中1个只能打地铺。司林默不愿跟他们睡一个被窝，让酒店工作人员多拿了2床被褥，再拿一个席垫铺开休息。齐深这边自然是饿狼扑食，淋浴间很小，但强者从不抱怨大环境，狼搁哪都能吃到肉。气氛最诡异的可能就属白莲这边了。白莲坐在床沿都想好了下一步，如果齐甜甜敢闹，就别怪他了。齐甜甜没有衣服，裹着酒店大浴巾出来，湿漉漉的杏眸漂亮惹颜。她纠结好一会才主动跟白莲说话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借件衣服穿吗？白莲听他陌生语气微微一愣，随即不动声色地将人打量一遍。齐甜甜除了局促，好像没什么其他情绪。怎么装不认识？白莲垂了垂眸，遮住眼底的阴毒，扬唇笑，好啊。拿过背包将拉链拉开，
一枚圆形素戒拴着红绳露了出来。白莲忘了里面有戒指，背包打开那一刻，整个人都慌了，匆忙将戒指往书包里塞，随即抬头看齐甜甜，小姑娘朝他温婉的笑着，谢谢你。白莲皱眉，随即扯唇，拿了件 T 恤跟短裤给他，戒指放车垫下，他不放心，思来想去，还是放回了背包。齐甜甜刚才看见，怎么没有反应？真不记得了，还是别有目的。白莲决定是他，等小姑娘换好衣服出来，他过去伸出右手，你好，我叫白莲，你叫什么？齐甜甜不知道为什么不太喜欢面前这个女孩，可是她对自己释放善意，又借衣服给自己穿，她压下心底的不适。甜甜一笑，将白莲的手握住，我叫齐甜甜，谢谢你借我衣服啊。白莲笑，不用谢，你是哪里人？为什么会突然从山林里出来？齐甜甜腼腆地抓了抓头发，我不知道，很多事都不记得了。解释为什么出现在山林时，小姑娘情绪陡然下降。我认识一个小哥哥，一直保护我，可他大前天被人杀了，丧尸追我，我就一直跑，钻进了山林。半夜听到狼嚎，我很怕，就一直跑，然后遇到你们。小白姐，你人真好，谢谢你借我衣服，等我衣服洗干净晾干，我再把身上这件洗干净还你。白莲听他话语里的陌生，还是不敢放下警惕心，想，难不成真失忆了？白莲，你脑子受过伤吗？齐甜甜抬手摸上后脑勺，抿了抿粉唇，摇头，不清楚，应该吧。齐甜甜以前是个话痨，总是跟木木说好多好多话，但现在唯一能依赖的人离他而去，也没了分享的欲望，就不太想跟白莲说话。齐甜甜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坏，明明这个姐姐挺好，为什么自己就是喜欢不起来，甚至还有点讨厌。白莲后面又问了他一些问题，然后又跟他聊，故意聊校园时期，他一直在观察齐甜甜的表情变化，就像一个很普通的聆听者。白莲这才确定他真的是失忆了。齐甜甜跟他聊着聊着没什么话题了，于是就说，我觉得我好幸运，好像找到了家人。白莲一怔，忽然想到齐身姓齐，齐甜甜也姓，瞳孔紧缩，唇角控制不住的恐惧抽搐，极力压下去，声音却还是颤了，是谁啊？齐甜甜，跟你们一起的大哥哥叫齐身，他可能是我哥哥，挺幸运吧，我一直以为家人都不在了。白莲脸上表情无法维持了，只能将头低下，才能不让齐甜甜察觉出异样。是挺幸运。齐甜甜也不怎么开心，比起知道自己还有个哥哥，她更想木木。白莲很怕失忆也可能恢复记忆，只要他记起自己告诉他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上次不过拿丧尸挡丧尸，都被他一脚踢进尸群，如果不是空间戒指，他怕早没命了。不行，齐甜甜必须死。后面两人都困了，也就没再聊了。翌日清早，单间在热火朝天，中间休息了几个小时，毕竟清晨 UW 重，小丧尸白白嫩嫩，可香可香了。当荷花还是花苞时，远地而来的游客已经到了。园区想，干脆人工住开吧。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捧着荷花苞，将其一片一片剥开，再撒上些水，看起来更加清脆娇艳。荷花立在荷叶间，游客自划小船来到荷叶旁，伸手想将那翠艳的荷花折回家欣赏。荷花没法说话，忽然一条锦鲤跃出河面，摆动着鱼尾，将水溅向荷花。被人工干预剥开的荷花溅上水珠，看起来更美了。酒店将早餐送上，齐甜甜喝了一口粥，眼泪啪啪直掉。她本身就没有记忆，感觉好久都没吃熟食了。木木也是，如果木木还在活着多好，他就可以跟木木一起吃了。木木也很久没有吃过热乎的粥了。白莲觉得他跟神经病一样，大早上哭什么哭，真晦气。似乎是察觉到白莲的目光了，齐甜甜不好意思的抬手擦去眼泪，哽咽道，衣服我一会就给你洗了，拿出去晒，谢谢。白莲在心里冷喝，嘴上还是道，没关系，如果你没有衣服换洗，可以继续穿。齐甜甜感激，真的很谢谢你。白莲虚伪的笑笑，不客气。几人暂时在城中住，司林默需要打听地下城的消息，齐身没什么事，就抱着小丧尸把小脸滋润的粉扑红润。齐甜甜皮肤也好，毕竟是女主，长得精致，走哪都不免让人多看几眼。南前不让齐身照顾齐甜甜，他照顾，让齐身拿了2个瑜伽垫，带齐甜甜去天台。瑜伽垫铺好后，他推着齐身走，不想让他们兄妹互相见面。齐身不乐意他俩待在一个空间，宝宝，我坐在旁边不打扰你们，我还可以给你按腿，想吃东西随时投喂。小丧尸摇头继续推，直到把人给推进电梯，看着电梯门关闭他才放心。去天台，躺在瑜伽垫上教齐甜甜晒肚皮。小姑娘一开始看他掀衣服，还以为耍流氓，吓得手都攥成拳了。后面见他只是躺在瑜伽垫上一动不动，又有点迷茫，不明白南前到底想干什么。小丧尸见他不动，墨镜下的眼睛掀开一只，脑袋微转，说一起晒太阳。说着还拍拍肚皮，发出清脆响声。齐甜甜，钱晒呀，很舒服。齐甜甜有点想哭，哪有女生在天台掀衣服晒肚皮？这不是变态吗？她并没有从齐身身上感受到哥哥对妹妹的关爱，也就不怎么信任。连带着哥哥身边的丧尸嫂嫂，她也有点害怕。不过这个丧尸嫂嫂跟木木有点像，他们一样是灰色眼睛，但都有意识。想到木木又 emo 了，钱不知道从哪又摸出一副墨镜给他，接着将胳膊枕在脑后，舒舒服服的晒起了太阳。
齐身隔着玻璃盯着圆鼓鼓的小肚皮，这小王八蛋把自己支开，他当着甜甜的面晒起了肚皮。还好齐甜甜不敢看他，不然齐身早冲上去了。齐甜甜受不了太阳暴晒，又不敢吱声，只能悄咪咪将瑜伽垫挪到柱子后的阴影里，没有太阳躺着舒服多了。蓝钱听着他起来的动作，耳朵动了动，眼睛也没睁。日头高照，粉白的皮肤都被晒红了，肚脐眼周围有齐身做的印记。房租不够黄金凑，短短2周，他们从南钱手里扣走10条金项链。第1条自愿主动，第2条勉强，第3条不乐意了，第4条更别说了，第5、第6到第10，11条说什么也不给了，都是他喜欢的，真气人啊！这么多人不出去工作，挣钱给房费，专扣他黄金。齐身眼看宝贝肉疼了，当即就对几人道：明天起房费中断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齐甜甜、白莲也包括在内，标间240一天，5天费他宝贝1条首饰，都别住了，不挣钱自己去睡大马路。当然，齐甜甜还是要管，把车钥匙给他，让他去车里睡。齐甜甜，司林墨没说话，白莲情绪已经到达了峰值。齐甜甜一来，让本就没存在感的自己更没了存在感。凭什么他们只顾齐甜甜？就因为她长得好看？不好看的人活该被孤立。齐身安排齐甜甜去车里睡觉，却不管自己，他嫉妒的快要疯了。是，齐甜甜是他妹妹，自己难道不是女孩子吗？他顺嘴说一句会死，偏让他跟一群臭男人抢那么点空间。白莲，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挤？他有那么多黄金，多付几天房费怎么了？就这么小气？齐身皱眉。齐甜甜见气氛陡然紧张，咬了咬唇，小心道：小莲姐，你跟我一起睡哥哥的车吧，空间还挺大，我们2个睡应该可以。白莲一口气不上不下，恨得要死。他不管了，齐甜甜必须死，齐子金也得死。至于齐身，他清楚以自己个人实力还是太弱，别让他找到机会，否则一样不会手下留情。司林墨他们哪有功夫打工？不住酒店，干脆找个公园支帐篷休息。南钱把最重的一个金镯子给齐身，让他去续2人的单间房费。齐身接过镯子，小丧尸就闭上了眼睛，一副心疼不敢再看的小模样，可稀罕死他了。握住那白净手腕，将金镯重新带回去，捧起钱钱的手背亲了口，摸摸小脑袋，宠溺地说：乖，咱不抵了，老公去挣钱养你。南钱一听他要出去挣钱，立即摇头，不仅将手上的手镯手链全拿下来，连戒指项链通通取下，塞给齐身。不够去背包找，抓了一把给齐身。不用挣，我可以养你。小丧尸说的时候眼睛都带着光，漂亮又耀眼。齐身心都化了，将手中的什么项链手镯往桌上一丢，抱着老婆继续吃大餐。主角团在的地方，丧尸必来。又是14天，原本周边只会出现3两只丧尸，巡逻人员轻而易举解决，突然涌进1000人狮群，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。安静小镇一夜之间全变了，所有人都很恐慌，唯独白莲唇角露出一抹恶毒的笑。机会来了，丧尸啃生肉，尤其是闻到血腥味，白莲悄悄往齐甜甜口袋装加了料的鲜肉。钱钱闭着眼睛晒太阳，白莲趁齐身上厕所的空档，悄悄过去，同样放了块鲜肉在他口袋。是治愈系丧尸，也只是阻断毒素，并不能让肉立即生长。他见过丧尸啃丧尸，只要他身上的肉都被啃了，再用匕首将他脑中的金核挖走，必死无疑。钱钱在白莲转身离开的一瞬，动了动眼皮，手摸向口袋，随手一掏甩，鲜肉落在白莲拉链没拉紧的背包里。白莲只觉得后包一重，转过头查看，地上没东西，再看背包，拉链没拉，吓得他一惊。戒指在里面，全身家当都在里面，万一别人顺手偷走，哭都没地哭。背包里东西多，本就摆放的乱七八糟，肉块又不大，没多注意，拉上了拉链。钱钱翻了个身，晒后腰，又懒又散，好像即将攻击内城的丧尸跟他无关一样。齐身回来还带了块白兔奶糖，见老婆在晒日光浴，阔步靠近，弯腰坐在瑜伽垫上，把小丧尸翻过来，让他趴怀里，拧开糖纸，将糖塞进小嘴，笑问好不好吃。小嘴嘚啵了下，齐身笑得更开怀了，捧着老婆蛋子的脸，左亲一口，右亲一口。外面拉响了防空警报，所有人都进入紧急戒备状态。齐身嘴边的笑慢慢敛去，把老婆扛肩上，往楼下跑，道：小宝，一会在车里等我，金盒不够了，囤点货。钱钱嘴里包着糖，被扛在肩上一颠一颠很难受，刚要说话，包糖分泌出的口水顺着嘴角拉出好长的一条银丝。吸溜，不能浪费。丧尸工程，避免供电中断，电梯突然停在某一层，齐身扛着小丧尸从楼梯一阶一阶往下跑，颠得他一直在发出 NNA 的腔调。齐身步子很快，都2、3阶甚至4阶往下跳。天台在10层，包了一路的糖，到第2层颠掉了。钱钱生气的把手握成拳头，捶了齐身一下。齐身抬手在他屁股不轻不重的拍了下，道：别捣乱，快到1楼了。小丧尸龇牙，又捶了齐身。来到1楼，刚好碰见司林墨回来，紧急道：顺着北走上高速，途中别停。对了，车油够吗？不够赶紧加。听着外面一声高过一声的防空警报，小镇有一部分原住民慌了，
他们一直觉得安城是被神明保佑的地方，如今丧尸攻城，也就意味着不再被神明庇佑，整个城镇都陷入了内乱。他们现在去街上，全是人，车子根本开不出去。Genfo 军一部分用于疏通城内居民，一部分用于阻止丧尸闯入。奈何普通人以及简单的枪械无法大规模击杀，领土一点点被丧尸攻占，上万辆车全都往高速行驶。慌乱中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沉着冷静，车辆相撞，后面人全堵着了。丧尸闻着鲜肉味追来，主要还是冲司灵墨等人。白莲见戚甜甜被追着跑，唇角露出一抹满意的笑，看这次他怎么跑得了。没等他高兴多久，一群腐烂脏臭的丧尸朝自己吱呀咔嚓的走来。白莲脸色大变，边用异能阻止他们追来的步伐，边往安全点跑。小丧尸坐在车里，齐身从沿街店铺顺了2块桃酥，算是赔他奶糖，让他乖乖坐在里面吃。钱咔嚓咔嚓吃着桃酥，揪着系统尾巴，把他放脑后枕着。有一说一，系统的柔软度超好，当枕头垫舒服到爆。萝卜先生生无可恋。白莲不知道这些丧尸为什么追着自己不放，眼见异能没法阻止，子弹也用完了，跑得精疲力尽，不得不躲进空间。齐身恰巧就在他不远处，见人突然消失，眼眸微凝，隐身术。不可能，不存在这种异能。可又怎么解释他站在原地突然消失？难怪自己将他踹进狮群，一点事没有。遇几次大型尸潮，他看起来总是那么轻松。齐甜甜是女主，但也架不住别人陷害。她原本对白莲是有警惕心的，随着后面10几天相处，她借衣服给自己穿。队伍里又只有她们2个女孩子，在一个年纪相仿，慢慢也就不设防心了。因为身上被放了加料生肉，司灵墨救的不及时，她还是被咬了。待到几人脱困，齐身赶紧带戚甜甜找南前治疗，没用。当天晚上还是发起了高烧，体温从36烧到42，小脸烧得通红。南前一直握着他手都没用。齐身用冷水给他物理降温，再打退烧针，慢慢烧退到40度，很快又升上去。齐身急了，也慌了，毕竟是从小看着长大的妹妹，他怕她变异。南前见齐身彻夜不眠的照顾戚甜甜，灰眸微闪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齐身也不忘顾及小丧尸的情绪，跟他解释：“宝宝，我最喜欢的是你，但甜甜是我妹妹，别生气。”小丧尸点点头，没再乱吃飞醋。丧尸追得紧，齐身没法开车，司灵墨暂时给他们当司机，眼睛往车内后视镜瞥，他在看戚甜甜，也在看南前。他想知道戚甜甜会不会真的变异。小丧尸握着少女的手好乖。车子堵得厉害，丧尸穷追不舍，枪响尖叫，还有小型炸弹爆炸的声音。很多人怕坐以待毙，最后会被困住，都选择了汽车跑。这样一来，路会被彻底堵死，外面都混成一团了。即便有人疏通效果，也不大理想。白莲逃出来，得知南前没事，略显失望，但听到戚甜甜被咬，现在烧到43度，体温降不下去，唇角立即浮现一抹阴毒。很好，死一个算一个。39度人就很难受了，40度以上人会出现惊厥，持续高烧，对身体损伤很大。齐身给他注射了2针退烧剂都没用，不停地换着毛巾。系统在旁边也一个头2个大，千万别死啊！女主死了，这世界不就崩了吗？苟活进度条只差一半了。第2天还在烧，南前的治疗对女主来说好像没什么用，只能熬。齐甜甜烧了3天，齐身也熬了3天没合眼。南前心疼齐身，拍拍腿让他趴自己身上休息一会。齐身满脸疲惫，更焦急，摇头笑得勉强：“我没事，你困了先睡。”从副驾将毯子拿来帮小丧尸压好。钱钱摸了摸齐身的脑袋，他的异能释放类似于精神力控制，不需要用晶核来作为能量供给，3米是最短距离。至于多长，看精神力强度，没有下限。不想让齐身分心，随着小丧尸释放异能，尸潮后退，紧跟着尖叫都少了。第3天夜里，小姑娘终于退烧了。昏睡到第2天，南前把自己的温粥给她，喝了粥，小姑娘脸色才好看点。高烧3天，误打误撞恢复了记忆。戚甜甜眸底浮过一道气愤，可当视线放在齐身身上时，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，哑声喊：“哥哥。”齐身松了口气，问：“还难不难受？”齐甜甜摇头，哭着想往他哥怀里钻。齐身把他肩膀扶正，不让他靠。齐甜甜哽咽，突然肚子疼，抱着小腹小脸蛋染上绯晕，车里都是男人，他不好意思说，憋回眼泪。嗫嚅道：“哥哥，我出去上个厕所。”齐身要跟着，毕竟外面都是丧尸，不安全。南前把他拉住，道：“你睡觉不怕？”齐身扭头看了眼南前，把小丧尸揽怀里亲了口。外面危险，他一个我不放心，去就回，乖。南前盯着他的黑眼圈，执拗说：“你睡，我去。”齐身摇头，外面有异能者不安全，你乖乖在车上待着，我一会就回来。齐甜甜捂着肚子道：“我找小莲姐姐陪我去，哥哥你别去了。”齐身跟着他还不好意思，再说他要找白莲要回戒指，想到被抢的戒指就气红了眼。白莲见他没事，心中一阵恼火，真是命大，烧了3天，什么事都没有。眼珠一转，外面现在这么乱，出点事也理所当然，唇角勾了勾，等我一下，我拿枪防身。齐甜甜知道他什么事都能做出来，见他要拿枪，神经一紧，
也跟着笑了笑，说：“不用了吧，小莲姐，我就上个厕所，很快的。”白莲，外面丧尸多，快走吧。说着下车推着齐甜甜走。齐甜甜眸子一暗，两人此时还在车道间。齐甜甜突然开口：“把空间戒指还我。”白莲一惊，步子都跟着顿住了，瞳孔惊瞪，思绪混乱，表情都跟着不自然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戒指？齐甜甜扭头笑：“我的好朋友，不是你把我的戒指抢去了吗？用的还顺手吧？”轻飘飘的语气让白莲毛骨悚然。这是齐甜甜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是要去上厕所吗？走吧。白莲整个人都是慌的，却强装镇定。他知道他可能会恢复记忆，只是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，打得他措手不及。前一秒还在想着他高烧什么时候死，现在就轮到自己慌了。齐甜甜，你知道2年11个月，戒指给你带来了很大便利。白莲，我一直拿你当最好的朋友，你就这么害我，你的良心能安吗？晚上睡觉不怕吗？白莲见他真恢复记忆了，心一狠，现在把他弄死，自己至少还能跑。如果让他回去，把之前自己对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他哥，他一定会死。白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哎呀呀，完蛋了！钱，白莲在对齐甜甜举枪，任务马上就要狗成功了，不能办到夭折啊！南钱死了，怎么样？世界崩塌，咱们会被弹出世界，位面所有人物会被打乱重置，齐身可能叫王身李身麻子身，反正不是你的宝贝身了。钱，不行，要救妹妹！臭女配，你！我只能把世界时间静止1分钟，想办法救啊！钱。小丧尸看了眼静止状态的齐身，抿唇攥了攥拳。他照顾齐甜甜3天没合眼，一定不想妹妹死。他希望齐身笑，不喜欢看他难过。推开门出去，跟着系统来到即将出事点，试着将齐甜甜推开，手却从他身体穿过，挥眸一顿，系统赶紧甩着尾巴解释：时间静止是脱离正常轨迹的技能，不能当大挂用，只能把人物切换成数据，数据有形无体，就像戴 VR 看世界一样。钱，不知道系统在唧唧歪歪什么，没听懂。碰不到他们，白莲又是正中齐甜甜心脏开的一枪。车走直线炮翻山，眼看帅难保，想要阻止这种情况，只能中间添个事。在时间静止的最后1秒，南钱站在齐甜甜身前，用身体替他挡了子弹，子弹冲击太大，不由朝前踉跄一步。齐甜甜看着突然出现的嫂嫂，瞪大了眼睛。白莲也缩了缩眸，继续扣动扳机射击齐甜甜。今天他必须死。齐甜甜作战经验不强，根本反应不过来，以为自己真要交代在他手里时，一道拽力将他拉开。齐身见中枪的小丧尸眼都红了，抬枪朝白莲射击。白莲瞳孔一缩，即便他第一时间进入空间，胳膊也中了弹，血拿手捂都捂不住。齐身也没再管白莲，匆匆抱着小丧尸往车里去。齐甜甜着急跟上，怪他大意了，以为白莲不敢当着这么多人面杀人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丧心病狂，还害了嫂嫂。齐甜甜现在愧疚的不行，生理问题也憋回去了。司灵墨见中弹的小丧尸，瞳孔也是一缩，声音急促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都不知道人什么时候出去的。司灵墨赶紧从空间拿出医药箱，齐身极力压下恐慌，保持镇静。子弹打在腰腹，纯鲜血直流。齐身拿着匕首准备将肉划开，取出子弹。小丧尸瞳孔一震，忍着痛将他手推开，坐起来扶住后腰。不要，我一会就好。南前死过几次，这点经验还是有的，撑死2个小时就好了。真疼啊！司灵墨在驾驶位侧身扭头急道：“你中的是枪伤，不把子弹取出，万一感染，影响其他器官怎么办？”齐身重新把他按趴下，按简单伤口给他消了炎后，用绷带包扎，慢慢冷静下来。小丧尸自愈能力很强，子弹也能溶解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本就照顾齐甜甜3天3夜没合眼，老婆中枪，后面几个小时又是不敢睡。司灵墨没见过，急也无能为力，因为想到他们都不是专业医生，万一取子弹的途中大出血，或者术后没做好消毒措施感染，比子弹留在体内还危险。齐身抱着小丧尸，让他趴腿上。钱不舒服，齐身赶紧给他腾位置。小丧尸没穿衣服了，身上盖着毯子，齐身跪蹲在夹缝间，心疼地望着老婆。钱问：“我厉不厉害？”齐身眼角酸涩：“厉害，下次不许了。你什么时候下的车？”钱：“刚刚。”齐甜甜愧疚：“对不起嫂嫂，都怪我。”钱叫我姐夫。齐甜甜乖乖道：“对不起姐夫。”随即对齐身道：“哥哥，白莲是我同学，2年前他把你给我的空间戒指抢走，我刚才找他要，他不承认。”齐身摸着小丧尸的手，眼神一冷：“戒指，难怪他会突然消失。”齐身，你都想起来了？齐甜甜点头，把这2年的事都告诉齐身了。他在被白莲推进丧尸群后吓晕，再醒来，一个灰扑扑的身影蹲在他旁边，之后就一直守护他。齐身沉默，小丧尸在这时哼唧了，他痛。齐身后面把所有心思都放他身上了。小丧尸的伤治愈得很快，2个小时不到基本愈合。司灵墨一直担心车子堵到现在一步也挪不了，周边就光听他这一辆车在按喇叭了。3个小时不动，急了，道：“先抱他下高速找医院，
看看有没有医生把子弹取出来。南前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原本在后座趴的都昏昏欲睡了。司林默一句即刻清醒，爬动的速度不算快，语速也慢吞吞的。没事，不去，好了。说着还扭扭腰，证明一下自己真的好了。司林默看他这个动作，吓得瞳孔一震，担忧道：小心伤。齐身把他身上的绷带拆了，去看后腰的弹孔，愈合了，连疤都没有，速度快得令人咂舌。钱钱好了，钱钱活了，钱钱又能扭了。司林默亲眼见伤疤愈合，才敢相信，确实被他一次次给惊着。齐身自这之后，把他看得严实。以前杀丧尸会把他放在安全点，自己去挖点金盒备用，现在走哪带了，恨不得24小时拴裤腰带上。木木之前带齐甜甜，只是单纯逃命，没条件也没时间教他掌握基本枪械。齐甜甜这2年除了逃跑，没别的技能。他知道自己弱，才更需要变强。白莲让他连栽2次跟头，此仇不报，死不瞑目。吃了教训的小姑娘，已经不是之前单纯的齐甜甜了，现在她是钮祜禄氏。齐跟在齐身身边，让他教自己射击、擒拿格斗以及一些基本逃生技能。齐甜甜用心，学得很快。虽然握枪子弹打出的冲击力还是让他害怕，但一想到白莲，全都克服了。此刻的白莲一路逃命，根本不敢再回主角团。好在空间食物充足，他一般都避开人群跟丧尸游荡了几个月，误打误撞找到地下城的位置。外面类似防空洞，他也是几番犹豫才敢进去。下了台阶后，眼前是一面巨大岩石，把路段阻隔了。白莲以为自己走错路了，准备离开，都已经出来了，想再返回去。顺着岩石摸，果然摸到一个机关，左手攥着戒指，右手去按石块，一有不对劲，他会立即躲进空间。山洞立即发出轰隆隆的声音，白莲一经躲进空间，里面的守卫见人突然消失，表情都有些诧异。白莲听着声洞好像没他，在空间等了一会才出去。他一现身，眼前多了10几道身影，举着枪对他。白莲惊得立即将双手举起做投降状，刚才已经进过一次空间了，没法再进。我不是丧尸，我也不是坏人，别杀我。这又不是玄幻世界，目前为止没人觉醒隐身技能，他突然消失又出现，守卫士兵把他给押进城中，交由指挥长处理。地下城守卫森严，入口看守者实力均在4阶以上，双系异能大佬。白莲在这些守卫者眼里就像一只脆弱的小鸡仔，随时能捏死他。中途没法挣扎，被强压着进入内城。在进到里面，白莲都惊呆了。空间大的离谱，没有太阳，全靠白炽灯发光，高度大约有15层楼高，宽一眼望不到边，根本没法估量。这是地底，地下城有街有楼，几根擎天柱支撑着地下结构，街道繁华，咖啡厅、西餐、中餐、游乐场所等等，应有尽有。白莲先是被带进一间扫描室，没收全部东西，再被隔离1天，才被带到地下城指挥官面前。他看到指挥长英俊的面容，一如当年一眼看中司林默一般。白莲慕强，高大帅气且实力强，职位高，基本都是他的菜。蕴藏着锐利的黑眸，不动声色打量着少女。守卫已经把问题报告给他了。隐身术稀奇，如果能收为己用。先观察观察实力。薛伯的唇畔严肃冷漠，嗓音十分清冷，如同他人一样，冷厉中带着几分严谨。叫什么名字？白莲被他迷得不知东南西北。南瑶耐着脾性又问了一遍，叫什么？白莲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压了声，随即才意识到长官在问自己的名字，露出一副小女儿家的娇羞，羞涩道：我姓白，单名一个莲字。南瑶又问：普通人还是异能者？白莲自信回：异能者，木系3阶。异能不像玄幻的灵力，没有特殊的测量工具，3阶在异能者中不算低了，虽比不上司林默他们，至少比普通异能者强。跨越1阶都是质的飞跃。全球几十亿人觉醒异能，不过区几十万，比例相当恐怖。有些基地城可能不让难民进，但难民中的异能者绝对会收留。异能者到哪儿都吃香。白莲很有自信，对方会留下自己。的确，3阶在南瑶眼里虽然一般，至少是个异能者，把他上祖宗18代问一遍。南瑶才道：听守卫说你突然消失又出现，是觉醒了什么隐性异能？白莲刚想说，余光瞥到4周拿枪的守卫，随即欲言又止。南瑶见此，下达命令，都出去。他们把白莲的武器都给收了。3阶木系也奈何不了南瑶，听从命令离开。不一会，整个会客厅只有白莲跟南瑶2人。白莲抬头瞄了瞄那高大英俊的男人，一张清秀的小脸挂满绯红。他道：长官，我是被人陷害，他们要杀我。南瑶皱眉，他是问他异能的事，扯什么陷害？声音不由冷冽了几分。我不关心你的私事，请你回答问题。白莲脸一白，像是被人拂了面子，略显难堪，咬起唇瓣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似想让对方怜惜。没有隐性异能，长官，我想跟你做个交易。南瑶对娇软可怜的表情不为所动，冷声道：什么交易？白莲，你们必须确保我的生命安全，我才可以告诉你消失出现的原因。南瑶冷笑，不接受交易。你可以选择说，或者死。白莲脸色又是一白，为什么？你们不是正规之用吗？南瑶，是，但地下城不会接收目的不纯的人，
在你说出事情之前，我不会给你任何保证。白莲开始脸色还很难看，一听这是地下城，眼前一亮，眸底划过一抹算计。他把戒指解下来，摊开掌心，这是一枚空间戒指，不仅能装物，还能装人。我刚才消失就是进了空间。南瑶眉头拧得很紧，似乎不相信他的说法。白莲道：空间有限制，2天才能进一次，一次3小时。如果你想见，可能要等等。南瑶的视线从戒指挪向白莲，眸色冰冷，不夹带一丝私人感情。如果能证实你所言，只要你把戒指上交，我同意你的提议。白莲瞬间收手，他没想到对方竟直接惦记上了他的戒指。南瑶看着他的动作，眸色淡淡道：取决权在你手，不同意可以立即离开。好不容易找到地下城，白莲是万万不能再出去。犹豫了半晌，道：好，我还有个条件，希望长官可以答应。南瑶，你说。白莲，我有几个仇人可能会来地下城，他们养丧尸，我希望等他们到达地下城，守卫军可以第一时间击杀。养丧尸可不是件小事儿。南瑶眸色一凛，养丧尸什么意思啊？你的仇人是谁？白莲唇角轻扬，随即又换成一副可怜样。我之前跟他们是一队，半路遇到一波尸群，队长杀退丧尸后，养了一个皮肤不会腐烂的丧尸。长官您知道的，丧尸携带病菌，他们一点都不怕，反人类，反社会。我苦口婆心劝，没用。他们让丧尸咬正常人，我劝了很多次，没有用，甚至让丧尸来咬我，没办法，我只能逃。你看，我胳膊还有枪伤，就是他们打的。白莲说着，掀开胳膊，在肘腕1寸，有道未愈合的伤疤，确实是弹痕。白莲说着说着，小声抽泣，要不是爷爷留给我的祖传戒指，我早就死了。长官，听说地下城有破狱，他们冲着破狱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南瑶沉思片刻后问：几人？有什么特征？8个人，除了养的丧尸头发偏长外，都是短寸。队伍里还有个女孩子，她是半路被他们抢拽上车，用来。白莲咬着唇，似乎不忍心再说下去。原以为他会将齐甜甜树立成一个被无人性坏人残害的可怜少女形象，但她是女反派，怎么会让人怜惜齐甜甜？我冒着生命危险将女孩放走，她不领情，说我剥夺她生存的权利，即便被糟蹋，也要在队伍里待着。长官，我实在没法。哭的是我见犹怜。南瑶被他哭得心烦，压下躁意，道：所以你可以提供具体信息吗？我不想知道你们之间发生的乱七八糟事。白莲一噎，原以为长官看在她是弱女子的份上，会心生怜意，2次服她面子。白莲咬唇，颇为难堪，但看对方严肃的模样，只能不情不愿地把他们特征描述下来，心底因极恨，个个在他眼里都是丑陋不堪的模样。南瑶听完后道：只要确保你的言论真实可靠，安全可以保证，地下城不允许丧尸靠近，不听劝阻将会直接击毙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白莲点头，谢谢长官。后面2天，白莲被单独关押，直到他验证了空间戒指的实用性。南瑶将戒指收取，白莲现在彻底没了保障，只能依靠地下城的守卫军。他在地下城待了1周，开始还战战兢兢，后来他就放开了。之前不管在临城还是安城，他们的安全都很表象，不像地下城，街道有巡逻军，但依旧很多女孩子穿着吊带逛街，高跟鞋、波浪头，红唇白肤，展示自己的美。白莲也开始打扮自己。地下城钱物交易，他没钱，想找南瑶。南瑶是个大忙人，哪有时间见他？于是白莲就勾搭上一个面糙人粗的副级长官。那副级长官还是个有老婆的。地下城有定点救济食物，每个月也有定额救济金。白莲拉不下面子去领，就专心伺候勾到手的副官。其实他更想攀附上南瑶，奈何自己根本见不着他。副官虽丑也好色，好在地下城权力高。白莲身材不错，虽说这几年在外皮肤糙不少，好好护养，也是能与女主比得上1、2。穿着旗袍，烫着波短，婀娜多姿。副官的工资不算高，1个月也就5000，外加100枚紫色金盒。副官的老婆每个月只收取4000工资，金盒他用不上，也就不收了。白莲把副官勾的魂都快没了，除了上交给老婆的，剩下全部给白莲，100枚金盒给他90枚，只为给小情人提高异能。就这么过了小半年，白莲仗着副官兜底，在地下城越发猖狂，奢侈品店扭着水蛇腰进去，跟贵夫人抢同一件高定。地下城要遵守规矩，即便是贵夫人，一听到他跟副官有关系，也只能憋着气。白莲手里有副官的腰牌，走哪都没人敢惹，越发滋长他嚣张的气焰，看谁都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。副官的工资不足以买一件奢侈品，但副官的职位却有很多人愿意卖面子。白莲每次都是记着，还不还就不知道了。虽然日日伺候着副官，他心里还是惦记着总指挥长。男人健硕的身段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，靠着副官想去接触南瑶，说是去玩玩转转，看看副官工作的地方。副官说什么也不敢带他去军务部，开什么玩笑。被指挥长知道他动用私人关系带一个女人进军务部，轻则赶出地下城，重则枪毙，哪一个他都承担不起。好不容易混到副官的位置，人人尊敬，即便再喜欢小情人的 C 上功夫，也不能拿这事开玩笑。白莲每次撅着嘴，副官为了哄他，又是答应这个又是答应那个，
但都是画空饼。白莲只能吃，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靠副官，任性可以，但不能太过，道理他懂。位置应该是这把。金可说，李大奎，他奶奶的，啃了一路泥，终于找到了。齐身怀里挂着小丧尸，嘴里正在嗦棒棒糖，嘴包不住口水了，就会顺着唇瓣滴向自家男人的后衣，无所谓，抬手蹭开。司灵墨看向齐身，问：前面没路了，怎么走？齐身将小丧尸往怀里拖了拖，踩着黑靴贴近岩石，抬起手摸着岩壁，从左侧一点点挪到右侧，碰到开关，没着急按下去，侧头亲了亲傻老婆，前稀溜了声，把口水吸进去，拿开棒棒糖，用黏湿的嘴亲了口齐身。其他人都习惯了他们腻歪，唯独司灵墨受不了，看一次气一次，特别是当南前主动，他就像自己被戴了绿帽一样，偏偏还没有正经身份，不能上前阻止。齐甜甜经过小半年的训练，成长不少，眼神犀利，穿着紧身作战服，原本葱嫩的细指因摸枪握弹也长了不少细节，马尾高高竖起，英姿飒爽。哥，我来吧，你抱着嫂嫂退后。小丧尸纠正，不是嫂嫂姐夫。齐甜甜，哥，你抱着姐夫后退。齐身听这称呼怎么越听越别扭。齐身，以后要么喊嫂嫂，要么喊哥夫，你哪有姐？齐甜甜，钱就叫姐夫。齐身咬了口小丧尸，钱对着他脸不轻不重的缩了一巴掌，说：姐夫。齐身哼了声，手部用力，很快传来石板摩擦、山洞晃的轰隆声。齐身倒一点也不慌，只是把小丧尸头用手护住，多少还是担心他掉石块砸中老婆脆弱的小脑袋。地下城有5个入口，齐身他们找的位置正好是白莲误闯的一个入口，也是管理最严的一个入口。除了本身守卫者，时不时还会有巡逻队路过。李大奎看见穿着整齐的巡逻军，面色难掩激动，卷弧翘动，连忙招手道：嗨，这是地下城吗兄弟？今天的巡逻军首领暂换成南瑶，副官革职代办了。白莲太嚣张，被正式抓了，闹得很难看。副官受不了家里的黄脸婆了，要闹离婚娶白莲。末世法则，只管生存。这些杂碎事 Jim 不管，事情坏就坏在副官脑子一糊涂，拿枪对准了自己的结发妻，一枪毙命。地下城市不允许内争，枪杆子应该对准外面的丧尸，而不是同类。在出事的第一时间，副官职位就被罢免了。南瑶之前答应过白莲，在地下城给予他最大的保护。这东西他虽占了一部分责任，但拿枪的毕竟是副官，也就将他无罪释放了。白莲名声在地下城算是彻底臭了。当小三挑衅正事，最后副官把发妻杀了，这种炸裂事件足够地下城的幸存者们反复咀嚼好几个月了，全是骂白莲的。如果不是他插足当三，人家副官两口子感情好得很。白莲以前太张扬，以至于出事只能蒙面，他都快气死了。都怪那个黄脸婆，现在副官被革职，他去哪都没了便利，还要遭受别人的指指点点，都没脸在地下城待了。但他又不敢随意出地下城，听说外面都是丧尸，地下城的巡逻队个个都是大长腿，胳膊上挎着 AK47， 气势极其压人。南瑶巡逻正好看到了几人，阴谋微眯，声线冷沉，几位有何贵干？钱趴在齐身肩上，把脸往他颈窝埋了埋，打了个哈欠，闭眼想睡觉。齐身拍了拍小丧尸的肩，司灵墨交涉道：你好，这里是地下城吗？南瑶，司灵墨一喜，上前一步，但他一靠近，所有枪都指向了他们。司灵墨脸上的激动逐渐冷却，同样高大的男人站在面前，具有相等的压迫性。司灵墨道：我们没有恶意。南瑶，异能者。司灵墨：是的。南瑶：几阶？司灵墨：5阶。冷眸扫向其他人，一个个报出自己的等级。轮到李大奎跟齐甜甜，只能没觉醒。扫到齐身，他道：普通人。齐甜甜下意识看向他哥，不对啊，哥哥明明很厉害。南瑶眸色微冷，进入地下城检测环节严格，我劝你们最好实话实说。齐身怀里的小丧尸动了，把墨镜推回鼻梁，挣扎着从自家男人怀里下来。他想，他们都爆了，轮到我了。齐身把他放下去，钱转过来的同时，把棒棒糖交到齐身手里，张嘴说：还有我会治病。小丧尸见没声了，又兴冲冲的将自己厉害之处说了遍，我会治病。齐身把胳膊挎老婆肩上，附和道：对，我宝贝会治病。小丧尸乐呵呵的点头，伸胳膊要抱。就在齐身刚碰上腰要把人拖怀里时，一只胳膊将两人拦截，随即小丧尸被拽了过去。南瑶神色略显激动，钱。小丧尸歪脑袋，好像在说：你怎么认识我？南瑶又喊了遍：钱。齐身想把老婆拽回来，南瑶直接将人往身边一拉，后面的守卫举枪对准齐身。齐身眉眼一冷，这什么意思？抢人媳妇还想杀人灭口？南瑶一听他说媳妇，加上小丧尸挂他身上的画面，神情一凛，凌厉的眸子刮向齐身：你变过性。齐身差点没气笑，神经病，谁他妈没事去变性？对，小姑娘变大小伙，长官眼光可真独到。南瑶宁愿相信他是女变男，也不愿相信自己弟弟是 gay。齐甜甜看出了他们之间关系不一般，上前问：你认识我嫂嫂吗？
南瑶表情那是相当难看了，重新将视线放小丧尸脸上，戴着墨镜看不清眼睛，脸型轮廓跟他弟弟一模一样，就连耳后置的位置也一样。在他准备把小丧尸的眼镜取下仔细看看，向来行动慢吞的南前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，鼻梁下的嘴巴抿成一道冷冽直线。齐身脸色一变，阔步过去拉南前。他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了，将人抢回护怀里，冷声对南瑶道：“地下城也不能不讲道理，天下相似的人多了去，我老婆无父无母无兄弟，长官还是不要乱攀亲的好。”南瑶没说话，南前用胳膊拐了他胸膛。小丧尸侧仰着头：“我可能有。”齐身，小王八蛋，看不清形势吗？这时候拐他话。南瑶抬了抬右手，然后的手位将枪放下，看着一行人道：“你们暂时可以进入地下城，需要检查跟隔离，你们两个单独跟我过来。”点名齐身跟南前。齐身忽然觉得来地下城不是什么好去处，准备带老婆离开，老子不去。钱钱跟老公同步，胸脯一挺，攥拳脚步向前一跨，老子也不去。齐身觉得老婆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想搂怀里坐。可惜有灯泡，只能挎着小丧尸的肩，脑袋往他脑袋靠，贴。招南瑶笑：“长官，看我们有夫妻相吗？”钱钱笑嘻嘻，学话夫妻相。南瑶脸拉得跟驴脸一样，忍了又忍，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呵斥道：“南钱！”钱钱立马立正站好，绝对不是他愿意，身体本能反应道：“这下轮到呲着大牙乐的齐身傻眼，操，道个屁呀！”把小丧尸揽怀里，低头问：“你认识他？”小丧尸摇头，贴老公。两人的亲密劲能把南瑶气死。刚才南钱的反应已经确定了，这就是他弟弟。当年叛逆说走就走，现在回来还敢给他领个男人。南瑶见这也不是说是的，把两人带去单间隔离室，脸色绷得难看，墨镜取了。小丧尸抬头看齐身，拽着胳膊贴紧紧的，一副小鸟依人的娇俏样。齐身：“不好意思长官，我家小宝眼睛不能见光。”南瑶脸色从气愤转为担忧，立即又要过来看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能见光？齐身连把人护到身后：“长官，我们也不认识你，你不要乱攀亲好吗？我家小宝害怕。”南瑶冷声道：“我问他眼睛怎么回事？”齐身：“瞎了。”南前推了推墨镜，点头：“我瞎了。”南瑶气：“瞎了还知道攥我手？”齐身：“瞎子耳朵好。”南前学话机：“耳朵好。”南瑶气笑，晃了他们一下，把小丧尸的墨镜拿开，看到那双灰瞳，瞳孔一震，脚步不由跟着后退半步，震惊道：“钱，怎么回事？”小丧尸啊，哦了声，去还齐身的腰，把脸往他胸口埋，右腿熟练的往他大腿盘，齐身拖着他屁股，让树袋熊挂树。齐身：“没什么事，变异了。”南瑶大惊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齐身：“不知道。”南前：“好久，我背要好痛，发烧好痛，都没人报。”齐身一听，心立马就软了，哎呦哎呦的虚着，他的小心肝啊，感染变异发烧都没人陪，怎么这么可怜？宝宝受苦了，疼不疼宝宝？当时老公在就好了。宝宝，你别装钱钱，你明明是原主变异后来的。他不接这锅，臭钱钱根本就没痛过。小丧尸瘪着嘴，痛，要呼呼。齐身：“呼呼呼呼。”说着往他脸上吹气。小丧尸跟他黏黏糊糊的撒娇，南瑶看的是又气又急，赶紧联系医生。地下城有专属的医疗团队，小丧尸被带着去检查。齐身隔着门喊：“你们轻点，我老婆皮薄，弄伤了她哭。”南瑶直接拽着人衣领甩向那冰冷的墙壁：“你们都是男人，怎么在一起？少在这老婆长老婆短，我不同意。”齐身捋了捋被他拽皱的前襟，笑不达眼底：“你同不同意重要吗？是儿还是孙，管这么宽？”南瑶冷笑，从胸口衣袋掏出身份证，姓名一栏写着南瑶，再拿出南前的身份证，姓名一栏南前，旁边的照片相比现在略带几分稚嫩，模样清秀，一头小卷发，呆呆软软。齐身拿到身份证就咽了口水，他好像猜出他们的关系了，但他不敢承认。怎么办？大舅哥好像不喜欢男人，他跟小宝的感情要遭拦路虎了吗？齐身把身份证还回去，冷笑：“世上帅哥都一个模子刻出来，相似也无可厚非。我家小宝没亲人，还是不要乱攀亲的好。打死不能承认。他不管，宝宝是他的，谁抢跟谁急。”南瑶将身份证重新放回口袋，道：“你最好老实点，地下城跟外面的基地不一样，即便你觉醒所有异能，身手再好，也带不走他。”齐身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把小宝还给我，我们不进地下城。”南瑶眉眼一冷：“现在不是你进不进的问题，我弟弟我有权利留下。”齐身攥紧拳头：“妈的，后悔了，早知道这样，不把人往地下城带好了，棘手了。你认错人了，我见过小宝父母，已经去世了，他们临终之前将儿子托付给我，我跟小宝行过夫妻之礼，不可能分开。”南瑶受不了，他因为那次本身对男人就没兴趣，现在更是排斥。南前跟同性别在一起，让他一时接受不了，气道：“你们都是男人，怎么行夫妻之礼？”齐身眯了眯眸，忽而笑道：“怎么不能行？我们不仅行，还天天行。”
南瑶一噎，气急败坏，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。如果你不想留在地下城，现在立刻马上出去。齐深，把我老婆还我。南瑶，你闭嘴。齐深冷笑，我不管你是地下城的首领，还是小宝的亲人，我的人，我想带走就带走，不需要谁同意。南瑶眸色一凉，你可以试试。齐深盯着玻璃门，他得等老婆出来，暂时不能冲动。南前检查完就被带去隔离了，他那双灰眸多少是让人警惕。地下城不允许出现丧尸，没有第一时间击杀，都是因为南瑶。齐深在外左等右等不见人出来，南瑶耳麦传出声音，得到消息后抬步准备离开。齐深拦人，你去哪？他们怎么还不出来？南瑶冷眼扫视他，那你就在这慢慢等。齐深虽不了解南瑶，至少从刚才他的态度中能捕捉一二，他不可能放心自己跟小宝接触，现在离开，只能说南前被他转移了。于是就出现南瑶走一步，他跟一步的情况，直到走出一仓，南瑶停住脚步，声音冰冷，有意思吗？齐深，没意思，我进来2个人，出去1个人，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吧。南瑶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齐深想吵也想打，就怕这真是大舅哥，原本还有商量的事，吵完打完闹掰了，还得被下通缉令，只能耐着脾气道，就算你真是小宝哥哥，至少也要尊重他的意见。南瑶，我们家不允许有人同性恋。齐深，我是变性。南瑶冷笑，你觉得我会信？齐深，这不是你问的。南瑶，外形不符合。齐深，我最多长得阳刚，内心还是个女人。3年前刚做完变性手术，就迎来了末世。这几年逃生，晒得皮糙肉厚，像男人不是很正常。南瑶上下打量起齐深，虽然他很希望他是变性人，至少能证明他弟弟湾的有波折，但很显然，男人的外向特征太过明显，让他根本没法欺骗自己。南前不需要男人。齐深见他说不通也恼了，干脆破罐子破摔，从腰间拿出一把枪举向南瑶。我不管他叫南前还是钱钱，他是小宝，只是小宝，你还不还？冷眸一凉，立马出手要去夺枪。齐深反应也快，你退我进，一时之间倒也分不出个胜负。异能挡丧尸可以，防人类防御力效果要差很多。齐深遭他不讲武德的下属偷袭，被子弹打中了右肩。南瑶趁他受伤，一个擒拿将人控制住。齐深有那么几秒是失势的，很快调整过来，肘腕用力击中南瑶胸膛，接着一个过肩摔，对方反应也迅速，两人又过起了招。就在双方往死里用拳砸时，一道轻声打断了两人的交锋。再打，我跳楼。说着推开不远处的玻璃窗，一只脚跨出去。虽说只是2楼，到底也是危险。齐深先停手，脸挨揍了一拳，也顾不上去摸伤处了，大步急促的过去，揽住小丧尸的腰，把人往回拽。跳什么楼？不听话！说着拍了下小丧尸软蛋的屁股。钱钱瘪嘴，看到他肩上的枪伤，挥眸一撑，受伤，抬手去捂他伤口，神色急匆，治疗包扎。齐深脸色煞白，却还是笑着宽慰小丧尸，没事不疼。钱钱哭疼治伤，齐深最见不得老婆哭了，除了 C 上心疼的安慰，好好好治，不哭了小宝心都碎了。南瑶过来，神色复杂的喊钱钱。南钱恶狠狠地瞪了眼南瑶，像老鹰护小鸡一样护着齐深，说话也连贯了，像只凶猛的小野兽，朝敌人嘶吼，不准你碰他。南瑶着实被他眼神伤了下，喉咙微哽，钱钱，我是哥哥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南钱重复，不准碰他。齐深痛，却压不住上翘的嘴角，没白疼啊。南瑶顺着弟弟的话，好，不碰。南钱，找医生，包扎。墨眸越过南钱，冷扫齐深。小丧尸又说了遍，语气似乎要急眼一样。南瑶连忙道，好好好，找。取子弹包扎花了半小时，脸上被揍得淤青也用冰袋敷肿。南瑶一直想找机会跟弟弟说说话，南钱冷着一张脸，就是不搭理。钱钱，还记得哥哥吗？你说句话。小丧尸，明不准伤他。南瑶见他终于愿意搭理自己了，又气又难受。那男人给他灌了什么迷魂药？